棋迷朋友们好，我之前出过2套课程，是极境中兵和仙人指路。许多朋友学习了以后呢，觉得效果不错。比如呢，有一个棋友跟我说他说他花了28块钱买了我的课，然后用了仙人指路其中一个变化，在一次比赛当中呢，战胜了一位重量级的对手，最终拿到了名次。拿到的奖金呢，正好是2800块。于是就开玩笑说，直接产生了100倍的效益。当然这个是很巧的事情那么能够对大家有帮助呢，我当然觉得是非常欣慰的。不过我也一直在想，这个中国文化呢，讲一样东西，一般会分成3个层面，就是道、法、术3个层面。我之前的布局课程呢，基本都是停留在术的层面也就是招的层面。尽管我在讲解的时候也尽可能多的提到棋理的层面吧，但是毕竟呢，以术为主，以招为主。我始终认为学习具体的招呢，一定是有用的，但是如果说不学习棋理，不能做到以棋理来指导具体的招数，是不够的。于是这几年呢，我一直想出一个有关棋理系列的课程，但是这件事非常的难。为什么呢？因为象棋界真正能够讲通棋理的著作非常少，而这些少数讲解棋理的著作呢，要么年代久远，要么呢讲得不够系统。我希望做一件什么事儿，就是整理出一套适合我们现代理论的课程用来指导我们棋迷们呢能够更好的学习和进步。那说到棋理我们首先要区分开局、中局和残局它们所蕴含的棋理呢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布局，那肯定有很多这种出子相关的理论这个有很多，比如我们熟知的什么炮不宜轻发，不宜孤军深入等等这些基本理论。那么残局呢，涉及到的一些理论呢也很多，但是中局给人的感觉呢，好像不是靠棋理的，更多的就是靠力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很多棋迷呢去问这个中局怎么学习，那得到的回答呢，大体都是多打打大师的谱或者呢你多下多总结，仿佛中局的学习呢没有办法学，只能靠练，然后靠悟性去悟。正因为中局非常的难学所以我们才要迎难而上。我们首先推出的就是中局棋理48讲。那么在这套课程当中呢，我会更多的站在棋形和思维方式2个角度去分析。棋形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我们所谓的大局观对于通盘的理解，其实就是由不同的局部的棋形组合而成。高手呢，正因为对每个棋形都有非常准确的理解，进而对整盘棋也能够有精确的判断。而思维方式呢，则能够指导我们往正确的方向去思考。好，那么欢迎大家加入我的课程，祝大家呢通过学习不断的进步，谢谢大家。特级国际大师赵欣欣，1988年出生于浙江温岭，是中国第13位全国冠军，也是我国第5位世界棋王。17年实现个人职业生涯大满贯。他的棋风灵动飘逸，攻杀锐利，名字中恰好含有6个金字，棋坛人称6脉神剑。这把剑纵横棋坛20余载，一路披荆斩棘，锋芒如初。棋迷朋友们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谋士篇的第1课。这一课呢，咱们从车讲起。这个我们知道车呢是象棋当中威力最大的子，
那么两个车如果待在一块儿，那自然是强强联合。那么在防守当中啊，我们知道士对于车的这个防御能力呢还是最强的啊，因为这个士呢是贴身保卫老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棋啊，虽然说呢双方都是两个车，对吧？但是黑方呢只有两个象，红方有两个士。那么这样一对比呢，我们就看到啊，红方暂时还能够抵御黑方的这个进攻，但是呢黑方似乎无法抵御红方的进攻。现在轮到红方下，红方呢可以车2平5一将，那么黑方只能出将。那么这里呢我们看到啊，黑方因为出将之后呢可以助攻，于是黑方现在有车6进1杀士的手段，也就是说黑方想要赢呢也要破掉红方的士才可以。那么这里红方就比较从容了，当然他现在车6进1一将就可以棋快一招啊，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呢红方现在如果说我要防守，他其实还是有办法，比如说现在可以14进5守住，对吧？那么黑方呢想要杀还要平车或者退车，摆在中间铁门栓等等吧，但至少黑方想要赢呢还要费一番周折。但是黑方想要在缺士的情况下防住红方两个车，那就非常的难了。于是呢因此呢象棋里边就有了缺士怕双车的说法。在实战当中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方尽全力破掉对方的两个士，甚至不惜弃子破士，然后呢以双车啊强杀入局，非常的精彩。那么我们如何掌握缺士怕双车的精髓呢？我们在实战当中如何更好的使用这个技巧，或者呢反过来说我们怎么样防止被双车所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几局顶尖高手啊在正式比赛当中的例子来好好学习一下。我们第一局啊想要学习的呢是在1978年的比赛当中啊，来自广东的蔡福如对阵上海的胡荣华。那么这局棋呢胡老师执黑。我们来分析一下当前的这个形势。这个目前这个形势呢，双方在物质力量上呢应该说还是差不多啊，双车马炮对双车马炮各有一个兵。但是在位置上呢，黑方有一个过河的中卒啊，但是黑方不利的一面呢是黑方补了一个花式象啊，然后红方呢这个有个4路类车，以及有一个竹林线的一个车啊，这个车应该说威力还是比较大的啊，将来随时呢有可能车8平3攻击黑方的7路马。那么黑方呢目前是有一个中炮，这个中炮应该讲威力还是比较大。那么这个形势究竟谁好呢？应该说呢是黑方占据上风。主要原因呢是红方的弱点呢比较多。第一个呢，红方在右翼啊，大家发现还是比较空虚的啊，所以黑方呢现在这步棋其实可以考虑车3平8来攻击红方薄弱的右翼。但是呢胡老师在审时度势之后啊，发现这个红方的右翼呢虽然空虚，但还不是最大的弱点。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呢？看到这儿呢，棋友们可以暂停一下，看看黑方有没有比车3平8更有利的招法。实战呢，黑方选择了炮5进2打士。这步棋呢，应该说是平地一声雷，非常的刚猛，也出人意料。为什么好端端的就弃炮去打一个士？初看之下呢，确实让人非常的费解。但是啊，当红方真正去审视这步棋的时候，想必在当时一定会惊出一身冷汗。他使用的这个精髓呢，就是缺士怕双车啊。好，那么打完士之后，红方当然是要先补掉啊，吃了再说。那么黑方这步棋很关键啊，车4进6。这步棋呢一招两用，既吃中士，又有车3进5摇底象的手段。
红方目前只能两者守其一。形势呢一下子就从这个纠缠的局势啊转为强攻，黑方现在不惜弃炮打士啊强攻。那么红方接下来应该怎么防守呢？红方续走了车8退6，因为红方综合考虑了一下，觉得这个象呢还是暂时要保一下啊，不然的话可能很快会被攻破。于是先把这个象保住。黑方呢当然先把这个士吃了再说啊，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一方呢不惜弃子要破掉红方的两个士。那么当前的形势呢，我们来看啊，破到两个士之后，黑方眼下有什么手段啊？第一个呢，马上有车3平4，在车4进5，这就是个绝杀了啊。红方呢肯定是要先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呢，黑方有可能车3平8，同样也是绝杀。那么这两个问题呢，红方肯定是要慎重对待了。所以红方现在走的是炮4平3，炮4平3。那么就是说，黑方现在如果车3平4呢，红方可以炮3退2，把底线守住啊，暂时还没有什么问题。将来啊有机会的时候呢，我退车把你这个车换了，这个不是缺士怕双车嘛，我给你换掉一个车呢，威胁就能大大减轻了。好，那么红方炮4平3之后，黑方马上走了一个车3平8，这步棋也很厉害。那么棋友们可能会有疑问啊，这步棋下步车8进5，红方不是有炮3退2挡的棋吗？那么到底有什么犀利的手段呢？这个我们接下来再好好看一下啊。红方现在走了一个马9进7啊，这步棋呢也算是一招多用。第一个呢，看上去呢是为了踩兵，但是这步踩兵应该是顺便的一个作用啊。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车8进1啊，换车。还是这句话啊，红方现在尽可能要换掉对方的车，才能够解燃眉之急。那么红方要准备换车，黑方一定要尽快的做杀。所以这步棋黑方走了车5平7，这是一个叫杀啊，很凶。那么红方当然只能是进帅了啊，这边防不住。那进帅之后呢，黑方当然是可以考虑车7退1吃炮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代宗师胡荣华老师呢，如果说简单的去吃炮呢，这个就体现不出他的这个宗师风范。黑方呢肯定还要想想更加严厉的招法。那么黑方这个时候走了什么呢？黑方继续强杀，走了一个马7进6。当然这里还是车8进5叫杀，红方必须应对。红方如果说走炮3平4，那一下子基本上就要被杀掉了。黑方只要车7平6一抠啊，这就形成绝杀了。所以红方只能够走炮3平2，先挡一下车。下步呢还是要车8进1换车。黑方迅速的吃掉了炮啊，还是叫杀。红方呢顺势吃马，这一下又把子得回来。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黑方如果说车8进1呢，红方是有可能采取车8进1强换的一个策略。当然了，这样换完之后啊，黑方车兵还是胜势，但是战线呢又有点拖长了，不太符合咱们胡老师凌厉的风格。胡老师在这呢下的还是非常的强硬啊，走了车7平3。那这步抓是什么意思呢？红方如果说马7进5踩的话，黑方先叫一将啊，然后红方退车一手，再车8退1啊，那么这个棋呢，红方就守不住了啊，下步有车8平5杀死的棋。所以红方并没有踩兵，而是选择了马7退9，先驱赶一下。那么黑方车3平9做一个闪击。那么这个时候呢，插一句，如果说车3平4这个点住象腰，准备车8平5杀象，这也是双车进攻的一个常见手法。那么这个时候呢，红方马9进7，黑方车4平3，这样的一个不变循环呢，双方是不变的啊，因为黑方车3平4是吃象，车4平3呢是吃马，
红方这个双马当然也是采取这个2捉对2捉，是不便作和，所以黑方在这儿呢选择了车3平9。红方当然还是马9进7冲出来，黑方这个时候呢车8退1抓马，把这个马呢继续驱赶一下。红方忍无可忍啊，只能是踩掉，踩完了之后黑方车8进2，那这个呢就形成了一个绝杀的态势。我们最后再来看几步。下步呢黑方车8平5要杀了，红方象5退3，黑方一将，红方出将，黑方车9平7继续做杀，红方呢象3进1啊，黑方车7平8。那么下一步呢就杀死了。红方如果飞象的话呢，黑方有车5平6，然后退车一吃，黑方车8进1落象，然后吃掉。这个呢是双车经典的一个杀法，经典的杀法。那么看到这儿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双车在对方缺士的情况下呢，可以发挥巨大的威力。那么我们大致回顾一下，本局呢，黑方在中局阶段尽管说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红方有明显的弱点，比如说右侧，这是显而易见的弱点，但是黑方依旧采用炮击式的一个手法打开了局面。黑方之所以敢直接炮打士，其主要原因是有一步车4进6可以把那个士破掉。然后呢弃子之后，其实仅凭双车呢实力还是略显不足。那么黑方最主要一个原因还有一个7路马也可以派上用场。最终呢黑方是用这个7路马换了个炮，然后最终是成杀的所以缺士怕双车也并不是说仅靠双车就一定能成的，它可能也需要有后续子力的配合。那么这盘棋呢我们就简单回顾了一下让我们大概对缺士怕双车这样的一个公式呢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2局更加精彩的例子。这节课呢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课再见。棋迷朋友们好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接着讲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理论，叫做缺象怕炮。那么为什么缺象会怕炮从这个简单的局例我们大致就能够看到了。那么这个局例呢，红方是缺2个士，黑方呢缺2个象，此时双方都是双炮，位置几乎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棋谁占优势呢？想必大家心知肚明了。这个红方肯定是占据优势，甚至可以说已经是处于胜势当中。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双方都是2个炮，一个是缺士，一个缺象，从纯粹物质对比上呢是一样的，但是红方居然取得了胜势，为什么？这里呢我们就要讲到缺象怕炮。为什么缺象怕炮？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当黑方只有2个士的时候，有可能会被红方以闷弓炮杀死。也就是说，此时黑方这个7路炮它是不能横着走的，一旦让开之后，炮3进5直接就闷弓炮杀死了，以至于现在红方有诸多得子的手段其中一个就是炮5平3打炮，那么你是不能打的，你打完之后炮3进5，这个是一个闷弓杀。所以呢这个闷弓杀呢是缺象怕炮这个理论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手段。那么第二个呢，缺象怕炮，我们来看的现在红方最有利的一个条件，除了中路相互牵制之外，红方这个帅站住了将门这个呢也很重要。因为当黑方只有2个士的时候呢，他的将门通常只有1个，但是反过来说，红方帅在中路的时候，他既可以往左走也可以往右走，相对比较灵活，相对呢不容易被控制这个是缺士的一个好处吧。虽然我们说缺士肯定也不好但是它也有相应的一个好处。那么当这个帅控制住这个将门之后，我们就会发现红方接下来呢还有炮3平5得子的手段
当然了，我们在这儿说，如果反过来，黑方牵制住了红方，红方的帅在中间，黑方的将呢在外边，黑方当然也有这样的一个手段。但这里想说的呢是，缺象之后，不仅底线容易被将军，中路呢，因为这个中路比较薄了，也是容易被将到，并且形成致命的威胁的。这个也是缺象怕炮的一个在中路上面的一个问题。好，那么我们再来回过头来看啊，此时呢红方处于胜势啊，但是如果说我们像刚才说的走炮5平3或者炮3平5去吃人家一个炮呢，坦率讲啊，这个是低水平的操作。那么高水平的操作，此时此刻红方应该走什么呢？大家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并不是很难啊。那就是利用空间压缩的一个技术啊，形成困壁。这个呢是红方真正厉害的一个手段。炮5进2，那黑方呢只能退炮，红的再往前压，一步一步向前压缩，基本上呢就能把黑方压死了啊。黑方只能躲开，然后最终呢闷攻炮杀啊。那这个呢是双炮胜双炮啊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例子。那么通过这个例子呢，我们简单了解一下为什么缺象怕炮啊？因为炮呢既在底线有攻势，有闷攻杀，在中路呢也能够形成巨大的威胁，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理论依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实例。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案例。第一个局例呢是1999年广东的吕钦先胜河北刘殿中下导的这么一个盘面。那么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当前双方的阵型呢大致还算是比较稳固。红方呢多一个骑兵这个骑兵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那么黑方呢目前在阵型上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呢，它是有一个高象，这个高象呢容易遭受攻击，以及高象飞起来之后这个右侧呢似乎隐隐然有一些缺陷尤其红方有个8路炮在这儿如果说这个8路炮畅通之后，那对于黑方来讲是致命的伤害。好，那么大概呢就这么一个形状可以说红方呢既有物质上的优势，又有位置上的优势，所以肯定是占优的。但是光占优不够我们要想想怎么样扩大优势那么这里呢，红方应该怎么走实战吕钦吕大帅很强硬的直接开杀，走了一个炮3进4打象。吕大帅我们知道这个号称快把飞刀这个力无虚发，所以一旦能够找到机会呢是毫不含糊。当然了，我这里呢再提一下，红方呢目前是占优，所以除了这个炮3进4其实还是有不少可行性的方案的。比如说马9进8似乎也是不错可以直接攻击黑方的2路马。那么黑方如果抬炮呢，我这边马3进4再冲出去似乎优势也是不小，黑方呢也面临比较大的压力，也是不错的。但是吕大帅还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打象，这个就充分体现了他犀利的这种风格。那么打象之后呢，我们看到黑方是选择了车4进5。那么第一个疑问呢，就是为什么不能飞掉？这个是我们重点要解决的问题。那么飞掉之后，红方有什么手段？红方最主要的手段呢，就是车7进1抓双，既抓马又抓象。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抓马呢，这个马还是可以逃的，对吧？所以他可能会马儿退1。那这里黑方当然不可能轻易让红方把子吃回去，那如果吃回去这个象算是白吃了，那黑方肯定不行。所以宁死也要保住，保住之后呢，红方再把这个象吃掉，这个就很厉害了这吃完之后直接攻击黑方的7路马，那黑方这个7路马肯定也得退。退完之后红方这步棋还是比较关键的，红方要走一个炮8进7。那么这里边呢就充分体现了缺象怕炮的这么一个问题所在了。当前的局面呢，黑方在左侧
因为两个象被破之后有所退让，完了之后呢，这个车炮啊被牵住，这当然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那么另一面呢，由于两个象没有了之后，进车把这个马逼回去了，以至于这个炮呢有了一个上升的空间。那么进炮之后下步棋准备炮8平9，这步棋还是很厉害，闷弓炮，那至少呢会对黑方左边3个子呢形成一个巨大的威胁。那么当黑方左右两翼均遭受牵制的时候，红方再慢慢往前进攻，比如说把马运出去，再把这个兵卒过去，而黑方呢相对难以发动比较有效的反击，这个棋长远来看呢，黑方还是比较麻烦那么从这一点看呢，这是黑方没有选择飞炮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黑方不飞炮，那车4进5这步棋到底又有什么用？抓炮，那么红方车7平8抓马，黑方炮4平3这边呢有一个局部的反击，也是攻击红方的这个底象。那这个呢就证明了黑方的态度，黑方不太愿意接受苦守的局面，更希望呢是对攻这个呢也符合刘殿中特级大师的一个技战术风格。打象，那么红方呢也需要进行表态，红方在这儿呢选择了士5进6如果说平车或者飞象呢，感觉这个形状会比较散，那么黑方存在马2进4强行杀入的可能下步棋呢马4进6，那这个棋一旦杀起来呢，胜负就不好说了。所以红方在此呢还是很冷静的选择了士5进6。那士5进6之后，你当然不能打，打完之后再一支士，那你这个车呢反而置于险地。你现在可能还不一定愿意飞掉，飞掉我这炮一打，那这个车炮放在人家里是极其危险的，这边还有闷弓杀，所以他现在不敢打，暂时性的选择了马2退1退让。那么黑方的这个马退了，红方这个3路炮呢肯定也得躲，所以走了炮3进1压上去。那么这个时候呢，黑方面临一个选择，到底是吃士还是打象？如刚才所说，此时打象呢依然不妥，此时打象之后，红方补士这个车位依然问题很大，而且存在被打死的可能，因为车暂时出不来了。所以毫无疑问，黑方选择吃士。吃完士之后，红方的下法呢是比较简明而且直接的，因为你现在要吃我的马，所以我这个炮呢肯定要走，走到哪儿呢？肯定是炮8平9最有效率，对吧？这边打着你的边马，看你怎么走。尤其刚才炮3进1上了之后呢，你这个马1进3的路又没有了。那么下到这儿呢，黑方应该说也算是实现了他的战术意图，他避免了苦守的局面，采用以攻对攻的一个方法，确实也吃到了一个士。那么在这儿呢，黑方确实也面临一个比较艰难的选择，什么选择呢？到底是攻还是守？红方打马，那么黑方如果守，很简单，当然是要象5退3赶紧把这个马呢先守住。而攻呢，就是黑方实战的下法，炮3进7直接开杀。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看一下如果是黑方防守会是怎么一个格局。防守，那么红方肯定也得守红方可能会先补士，这是一个先手。黑方躲车，顺势呢走一个车4进1抓炮。红方打马，黑方飞掉，红方呢马3进4，这步棋呢变相的其实限制了你炮打象，因为你炮打象之后，我有一个炮3退5打车这边你是不行的。那么下到这儿呢，我们可以大致分析一下这个整体态势上呢，依旧还是红方占优。首先这个物质上吃了个象也丢了个士，算是打了个平手，所以红方这个7路兵的优势呢依然是存在，但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红方整体态势非常的高，黑方呢基本上子力都是在攻顶线以内红方将基本上压到了前线了，所以黑方一时难以开展，而此时呢你又不太好意思去换完之后的话，这个马踩中兵等等都是非常犀利的那你不换的话呢，子力又不太好开展，相对来讲红方好开展，红方下法就非常的多
所以这个盘面呢，依然是黑方无法忍受的。如果说黑方愿意忍受这样的盘面，之前就不至于车4进5，索性飞了罢了，那至少还多个子，对吧？所以黑方不可能苦守，只能是强行冲杀。于是在这里他选择了炮3进7打象。那么这步打完之后，基本上形势就进入白热化了，进入到最后的阶段，搏杀阶段，看谁更厉害。打完之后，红方当然是飞掉了，这个不能忍让了。飞掉之后，黑方吃马，红方炮打马，这个也无可厚非。那么黑方这个时候呢，选择了一步比较关键的棋，是炮8进2。那这里呢，我们依旧可以看到缺象怕炮其精髓所在。你如果说急于吃回一个炮呢，我们会发现这边右边实在是太空了。缺象怕炮嘛，怕的就是这个，人家一将，你下5退3，我再来一个车8进5啊，这个直接是致命了。黑方如果飞象，那么红方车2平6基本就形成绝杀了啊，所以不能飞象，只能是士5退6。那么红方一打，这个是炮撵单杀，你如果补士的话，这边抽车，当然打士也很厉害，总之就是不行。打完之后你只能起来，起来之后我一将再把你叫到天上来，再配备一个马9进8啊，这个下步马8进6是个杀招，马8进7等等啊，基本上黑方是无险可守了，红方胜势。所以啊，这个车7退4呢是不行的啊，只能是以攻对攻，走一个炮8进2。这步棋呢还是非常有杀伤力的，下步准备炮8平5叫将啊。这个红方中路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啊，这一将有可能会被将死，所以呢红方要想想办法。红方炮9进2先进行反击，黑方退象，红方车8进5啊，那这步棋呢很关键。为什么很关键呢？他是看准了黑方此时不能走这个，你如果走这个，红方有个什么棋呢？红方飞一手象，虽然说这样一将啊，这边有抽车，这边飞象呢，人家杀进来也是绝对先手，但是你一步棋杀不了，这边炮打象是杀棋啊，所以黑方暂时还不能将，只能先应对，先走一个士5退6啊。红方一打，黑方起将，红方车8退1将，黑的起将。那么这步棋呢，红方下的非常的精妙，联手带攻，为最终的胜利呢争取了一步宝贵的时间，那就是炮3退1。这个呢应该是红方早有所料的一个手段。好，那么这步一挡呢，暂时黑方将不了了，那没办法，黑方先叫一将，然后先把这个炮吃掉啊。吃完之后，红方争取到了最宝贵的马7进6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接着看啊，黑方如果说一将，红方下帅，黑方中间一将，红方这个时候呢，很关键的一步棋是什么？你如果说还是简简单单飞个象，那就完了啊，人家一吃，这边杀棋，你这边呢正好不是杀，哎，这样黑方就反败为胜了。但是恰好啊，红方在好久以前啊，其实就已经有了这个谋划，就是什么呢？当黑方一将的时候，红方有一手帅5平4解杀还杀，这个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几乎就是胜负手。好在呢，红方在之前啊，这个我猜测有可能是炮打马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计算，才有信心说接受这样的挑战，计算非常的深远。那么一出帅之后，黑方当然是无法吃了，吃这个时候一将，帅5平将5平6走不了，你只能出来，那就成杀。所以此时黑方还是不能炮8平5，是非常痛苦的。因此实战黑方在这里先出了一步将，红方呢很稳健的先飞了一手象，这个步棋非常的老练，这步棋呢一下子将黑方的攻势呢瞬间就化解掉了，黑方再一将就没有中路闪击的棋，而黑方自身的这个弱点呢基本上很难补足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儿呢基本上可以判定
红方已经获得了这盘棋的胜利啊。当然黑方还是有一些最后的骚扰啊，马七进六，准备车七进四抽车，但是这呢又是在红方的意料之内，红方置之不理，马八进七，黑方无可奈何，先把这个车吃了再说，你爱咋地咋地。红方一将，黑方下将，炮七退一，下步棋呢马七进六，马六退五是一个绝杀。黑方如果进将，红方有个一将，马七进六。那么置完士之后呢，红方再回到车五平八的位置，那么下步马六退五踩卒这个棋啊，黑方是没有办法防守的，所以下到这儿呢就是一个绝杀的盘面。当红方退炮之后啊，黑方当然看到了我们刚才摆的后续这个变化啊，作为他们那种级别的高手呢，自然就不往下下了。那么本局呢，我们可以充分的体会啊，这个缺象怕炮造成的一个巨大的威胁啊，应该说我们吕大帅呢将缺象怕炮这个战术啊发挥到了极致。从第一步炮三进四啊，红方原本有好多其他更稳健的下法，他却毫不理睬，选择了这个一个弃子的手段，足以证明他对这个棋是非常有信心的。以及到车后车马炮侧翼形成绝杀，整个过程呢一气呵成，足见其威力那么从这盘棋呢，我们可以暂时体会到这个缺象怕炮啊，确实对于胜负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啊。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第一盘的局例，接下来呢我们还有更精彩的局例跟大家分享。我们接下来第二节课再见。学迷朋友们好，那么前面两课呢，我们分别讲解了缺士怕双车和缺象怕炮这两个车炮的使用场景。那么大致了解完车炮之后呢，我们肯定要迎来第三个主角，那就是马。那这个马呢，在子力特性上面跟车炮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车和炮呢，它的移动速度比较快，马呢相对就慢一点，所以马这个子力呢，它是比较吃位置的。我们在学习杀法当中呢，会接触到很多关于马特定位置的一些杀法，比如说挂角马，比如说钓鱼马，还有双马引拳等等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我心目当中马的最强杀法。说到这儿呢，我相信很多棋友也能有所共鸣。最强马术应该是卧槽马。那这个卧槽马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时候马四进三，这个马在下二路的三七线，也就是这个坐标，我们称之为卧槽马。那这个位置的马为什么厉害？现在呢这个卧槽马是叫将叫将之后黑方只能起将。那现在呢红方有两种入局方法，第一种呢车八进四直接杀死，这个是车马之间的配合。那么第二种呢是炮二进三，这个叫马后炮，也是绝杀。那这个呢是大致了解了一下黑方起将的这么一个下法。那么卧槽马呢，当然还有另外一路更加常见的，就是此时我们红方如果说暂停一步，那么黑方呢有马八进七，那这个时候呢红方是出帅，黑方依旧可以做杀那么一吃一吃。那这个呢也是在卧槽马当中最常见的一路杀法。那么如上所说马的杀法呢其实是有很多，还有挂角马，有钓鱼马等等等等。那么为什么卧槽马是我心目当中最强的杀法呢？我们称之为最强马术。那这个答案呢，我们要通过2节课给大家讲述之后呢，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卧槽马是最厉害的。好，那么进入我们第一个局例。好，那么我们第一个局例呢，举的是在1985年柳泉杯象棋大师邀请赛当中，来自河北的李来群特级大师直先呢战胜了胡荣华。那么这局棋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局势。
目前呢，红方的子力呢，相对于黑方来讲呢是比较通畅的。那在物质上呢，红方有一个骑路兵，黑方呢有一个过河的边卒啊，算是打了一个小平手。位置上刚才讲了，红方的子力呢相对来讲通畅一点。那么这步棋呢，从趋势上来看呢，红方还有马七进五的手段，是看红方如何选择。那么刚才讲了，红方马七进五是个手段，我们来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那这样呢是白得一个象，那黑方当然车4退2一抓，红方一退。客观来讲呢，这个棋红方的优势啊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这个4角马绝对比他这个7路马要好，对吧？那这个象几乎等于是白得的。那么这招呢不错，可是呢实战红方并未选择这一路，而是选择了马6进5。这个就有意思了。我们上节课刚刚讲过，这个叫缺象怕炮，那这个时候明显有机会可以白得一象，红方居然放弃了，而是选择了一个跳中马。那这步棋呢是什么用意呢？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了，就是卧槽马。跳马之后呢，下一步有机会一定是会选择马5进4。那当然了，现在如果跳进去，黑方可以士5进6挡住，但不管如何，这个马跳在这儿就是为了奔卧槽。红方李来群特级大师呢，既然在2个选择当中选择了马6进5，足以证明他对于卧槽马的一个威力判断甚至有可能超过一个象的一个优势。当然了，整盘棋我们还要看一下结果，再来判断这招棋是否合理。那么跳马之后，黑方是选择了卒5进1挡住。尽管你现在往里跳呢，我暂时能够支撑，但是始终给你留这个口子黑方还是很虚的，因此他先挺住你。挺住之后，红方当然是只有车4进3不然这个马进而复退呢，显然是不行的。车4进3准备吃中卒，那么黑方暂时没有办法，于是选择卒9平8。那这个时候呢，黑方是打算你如果吃中卒，我交换完之后再把马一跳这边呢我还能吃回来一个3卒，那么在兵力上呢也不至于有太大的落后，这个是黑方的一个主体思想。那么红方这一步呢就并没有选择简单的吃，而是选择了兵7进1。这步棋逼退一下黑车，那么黑方呢车4进1，车4进1之后，红方车4平5一吃，黑方马7进5登出来。那这个是刚才黑方车4进1的一个意图所在了。别住这个中马之后呢，下步跳马，准备马5进3吃上来。同样他的目的呢也是吃完了之后，不是还有马3进2卧槽的手段吗？这个看上去呢也是非常的厉害。红方在此选择了车5平1。问题来了，既然黑方准备要踩兵，那么你这个兵为什么不跑呢？比如说我走兵7平8行不行？答案呢是不行，因为兵7平8之后它有个车4平3这个是个抓双，你不能飞，飞完之后这边有个闷攻杀。所以呢黑方是给红棋设了一个小陷阱。红方当然是明察秋毫并未上当。闪开之后，黑方一踢红方车1进4先叫一将。如果说直接跳马呢，黑方有可能士5进4一只这个卧槽马容易被阻挡阻挡完了之后呢，这个威力大减。所以大家知道第一个要点仰角式对于卧槽马是一个致命防御，比较关键的。好，那么红方一将，黑方落势之后，红方跳上去，这个呢就形成了一个经典的卧槽马的一个杀式。跳马之后，黑方选择车4退2，这个时候注意一下，因为不能直接跳马，对吧？这个马7退6踩着车呢，所以这个车呢暂时还是要动一动。但是这个时候除了退2呢，还有几种下法，比如说这个时候车4退4是比较常见的防守卧槽马的一个手段。但是此时呢不适合，因为红方马踩象了这个正好把象也别住这个不行的。那么第二个呢是补士，这个也是比较常见，因为你如果一将呢我能出来，因为我的车不是在内道嘛，可以把内道守住但此时呢依旧不合适。
红方有一将，黑方出将，这个时候呢，红方可以车一退四先退一下。那这里呢有一个小疑问啊，正常来讲呢，我相信棋友们能看到，哎，不是有炮七平六的好棋吗？确实是炮七平六啊，这步棋非常关键。但此时如果一将呢，黑方有车四平六，那你这个时候再退，我直接车就回去了，把这个马一别，卧槽马的这个攻势呢就没有了。所以要先退车。退完车之后，你如果冲兵，那我车一进一，我还是保留车的通头。那你如果飞象呢，我就兵三进一吃过去。那么下步棋呢，我还是有炮七平六。那这个时候你如果车四平六，那我就往下吃了。再一抓马呢，我这个兵可以下去保，或者马三退四，那这个棋黑方肯定就不行啊，这边还吃着马，肯定不行了啊。所以补士呢也不太合适。好，那么防守卧槽马刚才讲了啊，第一个呢是退车，第二个呢是补士，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当然还要注意啊，车四平六是不行的，车四平六虽然马四进三可以挡住，但是你马四进六挡不住，这个老将还得起来，这个也不太行。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炮八平六，同样你一将我一挡，总而言之呢就是不想让老将啊御驾亲征。那么炮八平六这步棋怎么样呢？似乎也不太好，因为此时炮八平六，第一个你将来炮八进三的先手没有了，你的攻势消减了。红方呢有马七退五，马七退五踩炮，兼有炮七进五打马的手段。但是这个时候呢，黑方还不能跳马，跳马的话呢，红方一将，这个就杀掉了。所以黑方只能退车抓马。那这个时候呢很妙啊，红方有一手马四进六，这是一个非常强悍的杀招。那么黑方如果踩，红方一将，黑方起将，红方车一退一。那么顺便呢，我们把挂角马的杀法也说了一下。综上所述吧，黑方传统的几种应对卧槽马的手段呢，几乎宣告失败。那怎么办呢？只能采取不那么传统的，那就是听之任之，随便你来了，没办法。红方当然一将，黑方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评估一下这个局面。一般来讲啊，红方卧槽马将完之后，当然也不太可能马上能够像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局例一样，或者进车一将将死了，或者马后炮将死，这个也没那么容易。所以呢，尤其在中局的时候呢，卧槽马能够把对方的这个老将请上来之后呢，比较常见的呢是先捞点实惠，捞个士吃。可是呢，这个时候呢，似乎也不太合适，因为黑方也有卧槽马，黑方也很凶所以红方在此呢选择了车一退一。那这个车一退一是属于马后藏车，这个跟马后炮呢有本质的区别啊。这个马后炮呢是直接杀死了，那么马后车呢，它其实是一个抽子的手段。什么意思呢？现在假如说黑方马三进二，卧槽马准备杀棋，对吧？那么红方呢可以炮打马。当黑方车吃马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红方可以马三退四双将，那么黑方当然下去，红方在马四进六，这个呢就利用车的这个抽将的一个手段形成了一个绝杀。所以这个马三退四在马四进六挂角杀的这个棋呢，大家要留个心眼因为接下来呢会反复的用到。那么现在黑方就在想了那你不就是想要回马然后挂角杀棋吗？我不动，你能拿我怎么样呢？那事实上呢如果黑方不动呢，红方也有相应的手段。比如说我这里走一个废棋，那么红方呢有几种手段第一种呢是马踩象这个呢我们注意一下这个一般来讲马踩象不太容易成立因为他老将顺势可以吃上来。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红方呢有两种办法可以得回狮子。
第一种呢，当然是这样直接吃掉了，但这样直接吃掉呢，似乎把攻势都消减没了那么黑方有可能跳进来，红方是得不偿失的。那第二种呢是车一平6，正好呢这个马在这儿牵制住黑方这个车了那么黑方这个车是不是有可能会被吃死呢？其实呢也不一定。现在黑方正好有一步巧手，就是马3进5兵口陷马，把车保住。那你如果兵5进1吃，它可以车4平3吃马，所以它相当于把红方这个炮架子给撤掉了。那么红方呢就可以吃这个吃这个，然后打出去当然这个棋呢红方也未必满意，因为交换完之后仅仅是得了一个象嘛，对吧？但是攻势也没有了。那么举这个例子呢，只是向大家说明一下红方可能的几种手段，打开一下大家的这个思路。那么黑方在这儿呢也是想的挺明白觉得红方似乎也没什么棋，那我这个马呢最多不跳就是了，对吧？所以他下的很简单，仅仅就吃了个兵。当然吃了个兵呢也是捞取实惠也是不错的下法。那么吃兵之后呢，红方似乎有回马一将然后把兵踩掉的棋，但是呢如果我们有初步的大局观，就可以基本判断出来这个卧槽马不可能回头来吃这个卒这个肯定是得不偿失，而且是远远得不偿失。那么如果说不吃卒，那么红方接下来的手段是什么呢？如刚才所说，马踩象这个也是得不偿失那怎么办？红方在这里呢下了一步炮7平8，这步棋就用到了我们刚才讲的黑方不能吃马，因为有回马，然后挂角马杀棋。那炮7平8之后，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呢是准备炮8进4打车。因为你不能吃马，那打车之后，你这个车如果前后移动之后，那么红方就有马3退5踩象的棋了那这个是致命的。所以黑方只能马4进3挡住。此时呢，红方选择马3退2一将，黑方下将，红棋车1平7，这个是经典的叫将抽子。当这个车移到这边来的话，下步马2进3是一个杀棋，对吧？那么黑方必须表态，只能16进5。那这个时候红方顺势吃马，然后保住了这个7路马，这个是非常经典的叫抽得子手段。应该讲到此为止呢，红方顺利的实现了得子的意图，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我们接着往下看黑方丢子之后呢，还是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卒7进1吃马，红方一将继续卧槽马杀势黑方出将，红方马7退8，这步棋呢是准备车7退1换车。那么黑方车4平7抓马，把这个马赶一下，红方马3进1跑开，黑方马2退4，因为这个位置的卧槽马呢暂时发挥不了作用，回马之后可以限制红方车7退1，红方兵5进1先把这个马挡住，不然他马4进6将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威胁。黑方一将，红方落象，黑方炮8退4打中兵，红方继续挺，黑方车7平8准备车8退3抓马，红方马8进6。这个时候注意一下如果马1退3呢，黑方可以一抓，那这个呢可能会形成不便红方没有意思，所以马8进6。黑方呢似乎不太敢退马退车抓马，因为红方有兵5进1强杀，黑方吃掉，红方一吃。这个棋呢局部这边有点快，杀象杀士，这个直捣黄龙，黑方挡不住，飞掉一踩。这里呢我们就看到红方有个吃底士绝杀，黑方不能进来闷弓炮，那么现在他大概只能退炮手，那么这样把马一吃，红方就胜势了。黑方在此马4进6，红方炮8平4一将，踩掉回马一踩，车8平7。这个时候呢红方踩象发动雷霆一击下到这儿呢，虽然从物质上好像还差不多，红方多2象，黑方多2卒但是红方的攻势非常猛烈。黑方车7平4，红方走了一个马5退4。这里呢可以再跟大家提一下，其实红方也可以马5进3，这个呢也是
卧槽马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个杀棋啊，就是借助这个炮力然后这个车呢就可以车骑平4做杀。那么黑方在应对过程当中还是非常的艰难啊，这个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红方也是接近胜势的这么一个盘面。我们接着往下看几步啊，黑方起将，红方车骑平2，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啊，可能是个杀棋，因为红方用马3退4啊，黑的马5进4之后，红方炮4退1啊，下步马3退4，再一将马4进6，这是杀棋，黑方很难抵挡。当然红方马5退4呢也行啊，黑方进将，最后呢我们大致来过一遍，平车叫杀，黑方没有办法，如果落士呢平中正好把这个马抽掉了。车4退2一抓车啊，黑车一跑之后呢，马5进3，这就是杀棋了啊。那么这盘棋呢，我们讲解的过程还比较长啊，从马6进5开始，一直讲到了最后啊。之所以讲到最后呢，因为红方在本局呢几度运用卧槽马的杀法啊，从这个地方开始啊，通过卧槽马来抽子，以及在这个时候呢，通过卧槽马将来慢慢实现换车，把这个子力调动的作用，以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讲到了其实可以马5进3啊，这个也是卧槽马非常重要的一个杀招，以及到最后，其实红方也是依据最终一个马5进3卧槽马形成绝杀，所以几乎可以说本局在中后段红方4度运用卧槽马，最终取得了胜利。所以完全可以讲这盘棋红方是靠卧槽马来取胜的。那么关于本局我们就暂时讲解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2盘卧槽马在比赛当中的经典运用。棋迷朋友们好，上节课呢，我们欣赏了最强马术之卧槽马的一些攻防技巧。相信大家呢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卧槽马呢确实非常的厉害。那么这个有最强马术呢，自然有最差马术。我们知道这个马呢是比较吃位置的，它这个马在位置好的时候呢，能发挥巨大的威力。但是同样的，它如果待在一个不好的位置，有可能会成为致命的隐患。那么通过这局棋大家看到相信很多棋友呢会心一笑这个马待在窝心的这个位置呢很糟糕。所以我们象棋呢有一句俗语叫马入窝心不死也昏。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马为什么在这个位置会很糟糕呢？因为马在这儿，它阻挡了2个士相连的可能性这个是很要命的我们知道这个2个士呢是老帅最重要的一个防御子力，但是由于这个马在这个窝心这个位置呢，导致双士无法相连，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很有可能被对方利用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这个马把这个帅路也给挡住了。那么像我们上节课讲到的，人家卧槽马正常一将你还能够起来，但是由于这个马呢挡在这里，这个老帅就起不来，这个就很要命了。所以这个马一旦在窝心这个位置呢，是我们老帅最薄弱的时候，所以呢往往也是对方经常会利用的一个绝佳良机。所以我们看到黑方这个炮呢在中路锁住了这个窝心马，是对于窝心马最重要的一个打击手段。那么当窝心马被牵住之后呢我们就有很多可以击杀对手的方式，比如说上节课说到的卧槽马以及挂角马只要一将基本上就能将死对方。还有呢是车在内道由于红方2个士呢无法相连所以可以轻松的杀死对手。值得一提的呢是，由于有窝心马的存在此时红方即使想守呢也无法放手因为士连不起来，很痛苦。所以在内道呢也经常能够形成击杀。那么第3个呢是炮，
由于中路牵制之后呢，黑方这个炮呢沉底一将也能够轻松的杀死对手。现在这个马呢象都垫不了，所以这也是一个闷攻杀啊。所以综合这样的一个特殊案例，相信大家能够了解啊，一旦窝心马形成之后呢，就会给对方多种击杀的手段。所以一旦形成窝心马，大家要注意，要尽可能把这个马呢逃开，才能够避免被击杀的这个可能性。当然了，我们也看到啊，比赛当中也经常会出现窝心马的情况，尤其是一些顶尖高手啊，似乎还把窝心马当成一种调行的手段。那么这里面呢，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窝心马呢并不是一个好位置，甚至有可能是最差的位置啊，所以棋迷朋友们呢，尽量不要采用，只有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啊，用窝心马来调整形状，但是呢，也一定要非常的慎重才可以。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个情况呢，我们来看接下来给大家选的几个局例。好，那么第一局棋呢是选的2002年盈利杯上面来自广东的吕钦吕特大，先手呢战胜了火车头的金波大师。那么这一步呢，吕特大选择了车7平6啊，这我们看到啊，黑方是一个窝心马，窝心马的问题就在于它的内道是一个隐患，同时呢容易被对方闷攻杀啊，所以车7平6卡住这个马之后啊，就有了一个炮7进7绝杀的手段。那么黑方看到这个呢，显然不可能给红方这样的机会啊，这个就太简单了。同时呢，黑方也不愿意及时跳出来，因为跳出来之后呢，红方一个打象，不仅这个象白被打掉啊，红方还有炮5平8直接闪击的手段。虽然呢黑方一时半会还死不了，但是给红方这样的先手显然是黑方不能接受的，所以黑方不会在此时选择逃马，而是会选择车8平3强硬杀过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稍微提一句啊，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在内道呢也是攻击窝心马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红方此时有没有可能帅5平6呢？当然这个是不行的啊，因为这个时候呢，黑方正好有一个车3平4换车，那你这个被迫吃完之后啊，黑方这个马又顺势跳过来，这一下我们看到红方基本上崩溃了，因为红方这4个子呢都只走了一步棋，黑方这个车双马双炮啊都在前线，红方这个车还没有出动所以这个棋呢基本上红方是扛不住，人家窝心马是一点威胁都没有，对吧？好，出将肯定是不行，那么红方要想办法，现在你要吃我的炮，我如果简简单单退炮的话，那黑方就很舒服了，黑方马上马5进7跳出来这一下窝心马的威胁就解除掉了，红方没有任何的先手，反而黑方整个空间优势极大，完全压住了红方。那下到这儿呢，红方就非常难办了，所以怎么办呢？难道这个炮也不跑吗？就是不跑，这个一旦跑了就不是咱们吕特大的风格了。我们刚才在一开始的时候讲了窝心马的一些特性，其中对于窝心马威胁最大的其实是这个，对吧？这个中炮镇住窝心马，将窝心马呢死死的定在这个位置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那我们看到红方打卒之后黑方是不能吃炮的你一旦吃炮，我再一出帅，这个时候呢，你这个马跳不开，所以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我吃底式绝杀，你这边送马呢都是无济于事，这都是没有用，所以黑方肯定是不能吃炮，于是黑方在此呢选择了马6进4。那么这个马6进4既踩这个7路炮，又踩这个中炮，相信呢也是黑方既定的策略之一。而且我们注意，一旦被黑方踩到马4进3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马4进3踩到之后，黑方就无法出帅了无法助攻，那么黑方将有大量的时间去驱赶你的中炮，然后从容的把这个窝心马调动出来，所以对于红方来讲呢，目前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红方呢在此选择了象3进5，这步棋非常的好
这个呢，有可能是黑方在跳马的时候呢比较忽略的下法。或许黑方跳马之后呢，是在考虑红方会不会炮打象，因为这个打象之后呢，可以把这个车调回去，然后再把这个马吃掉。那么这样呢，是一个得象啊。当然了，黑方这个时候又能反过来吃掉红方的象啊。那么这个一吃之后，再退车抓炮，黑方呢显然这个棋非常舒服。当你一退之后呢，我有多种方法可以把你这个炮消灭掉。那这个马呢，将可以很从容的跳出来。以后呢，黑方还有车3进4抓双马的手段，这个棋明显红方就不行啊，所以黑方可能有点乐观，觉得这个棋不错。那么红方飞象之后呢，黑方可能就发现问题了。黑方为什么会忽略红方飞象这个手段啊？我猜测呢，有可能出现一个盲点，就是黑方可能认为这个时候能踩炮。那么踩炮之后，红方把这个车一飞，黑方炮打兵，顺势呢把这个车一踩啊，但是问题来了，这个时候马腿还是被别住了。这个窝心马啊，实在是太可恨了啊！红方有个炮7进7打底象，这个又是绝杀啊，所以可能黑方在计算的时候啊有一个恍惚，所以忽略了红方飞象的手段。那这个小的一个闪失呢，居然真的是致命的啊！好，飞象之后呢，黑方选择了车3退2，红棋这个时候打象就不一样了，黑方一吃，红方一吃马。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黑方没有办法吃象啊，这个象连手了，连手之后呢，将来就可以从容的出帅助攻，黑方呢依然是有很大的压力。那么这个时候黑方选择了车7退1，这个呢是比较无奈的一种下法。一般来讲呢，驱赶中炮呢有两种路子，一种是横线抓，一种竖线抓。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时候首先3路车肯定起不来，你起来之后我一出帅，你还得回去，这个就白走，对吧？那么黑方第二种呢是车7平5抓，横着来抓。那横着来抓呢有个问题，横着来抓之后我进车一保，那你总不能砍啊。那这个时候如果你退炮打的话呢，我正好有个炮5进2。这个呢也是在窝心马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得子手段。因为如果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士的话，那么红方打士之后再吃炮仅仅是得了个士，但问题是这边是个马啊，红方炮打马是交换，然后交换完之后顺势又白吃个子，那这个时候呢黑方就不行了，不能接受啊。所以呢这个窝心马啊，这个第二个问题就出来了，这个还不能轻易通过这种手法去解除掉中炮的威胁啊，因为会丢子啊，所以黑方无奈啊，选择了车7退1抓炮。那抓炮之后呢，红方不可能退炮啊，退炮之后给你一换，那不是逃出来了吗？所以红方车6进2绑住，死死的顶住，顶住之后黑方车7平6，下一步呢准备炮7退3，这个呢也是局部比较好的一个挣脱手段。那我们来看看红方接下来怎么办呢？红方啊恰好有一步好棋，正常的出车，恰好呢可以解决黑方退炮。那么无论如何黑方此时也必须要退了啊，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红方顺势车2进6一绑，这一下呢黑方就非常的难办了，黑方不得已选择了交换，红方吃掉，黑方一打，红方一飞，黑方打象，红方一落。那这个时候呢黑方能够吃回来一个举啊，但是清点一下子力呢，发现盘面上已经少了一个子，败局已定。那这个棋呢黑方就没有接着走了啊，爽快认负。那么这局棋我们如果要论证一下黑方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显然窝心马是一个罪魁祸首，确实是窝心马造成了本局失败。但是啊我们也回过头来看啊，窝心马呢虽然是问题很严重，但是是不是黑方就没有一点机会了呢？其实也未必啊。事实上我们回头来看一下啊，黑方可能在窝心马的时候呢还是有机会的。我们来看看黑方有没有什么扳回来的机会。原来啊黑方在红方刚刚打完中兵的时候呢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这步马6进4啊。事后来看呢
就是败招。那么不跳马应该走什么呢？应该赶紧驱离红方这个中炮啊，这个非常的关键。也就是说在营救窝心马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非常的迅捷啊，也就是说面对窝心马的这个威胁啊，一定要尽快解除，刻不容缓。这个一抓炮，红方呢只能炮5退1。那这个时候呢很关键，有可能是黑方啊当时对于这个形势判断呢有一个误差，因为他可能认为这个时候你如果车骑平5呢，红方有个出帅啊，好像底士的问题还解决不了，那你只能跳马，这个士白吃了之后，红方又出车啊，这边又是杀，似乎无济于事，所以黑方呢可能在此就轻易的略过了这个手段啊，但事实上呢这步棋是非常大的。当红方炮5退1的时候呢，黑方有一个车3退2的好棋，这个呢是防守的强手。把霸王车连起来之后呢，你一时无法出帅，出帅的话我把你车一掐，这个棋红方就没棋了。但是你如果不出帅呢，下一步我准备车骑平5，把你这个炮强行换掉。那换掉之后呢，这个马还是可以从容的跳出来，问题也是不大。所以这个呢可能是黑方忽略的一个战术手段，以至于这盘棋在后面呢完全招架不住了。好，那么这盘棋我们适当的总结一下窝心马的规律。在窝心马形成之后呢，我们第一个要想的呢是怎么样尽快把它调出来，对吧？那么当对方已经用中炮镇住你的时候呢，要第一时间啊想一想怎么样把这个炮啊赶一赶。比如说像这样赶到这个巡河一线呢，那么给黑方留出空间，能够在中路啊阻隔的这么一个机会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盘棋呢给大家演绎了一个进攻窝心马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战术手段，同时呢也告诉大家应该如何防守能够让窝心马的危害呢降到最低。那这个呢是我们本节课的第一个局例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另外2个更加精彩的一个局例啊，我们之后再见。棋迷朋友们好那么我们开始这节课的内容。那么这节课呢咱们先从一盘棋说起。这盘棋呢是1994年高科杯象棋特级大师赛，执红的呢是广东的荀川，执黑的呢是黑龙江的赵国荣，两位都是顶级高手。那么这盘棋呢双方以5七炮进3兵布局。下到这儿呢我们可以大致看一下整个盘面的焦点呢是在边路。红方炮7平9之后呢牵制了黑方这个车马使得黑方呢有点尴尬。那么实战呢出乎意料黑方索性这个马呢就不打算要了来了一招弃子争先，车1平5直接砍中兵。那么黑方弃子，红方自然是欣然接受打上来之后呢其实还有马3进5的先手因为这个9路炮呢掩护了，所以黑方当然是看到了，于是走了一个炮8平5这步棋呢是黑方敢于弃子争先的核心所在。什么意思呢？当黑方炮8平5之后，红方是不能主动吃车的。你如果主动吃车呢，黑方顺势马7退8一踩，这个时候呢有个马8进6踩车，同时呢这个中路有巨大的先手，这边车5进2吃炮再吃马一下子全吃光了，所以红方这两者呢难以兼顾所以红方呢是不能吃车的，只能是士6进5。那士6进5之后，黑方车8进5一吃，红方马3进2一踩，黑方呢车5平7一杀兵，连消带打呢吃了2个兵，这边又吃着马，红方被迫车4平2。黑方这个时候呢走了一个卒7进1。这步卒7进1什么意思第一个呢是想活马之后呢现在有一个马7进8的先手，这个呢是很大的这个一个拦截红方呢就比较尴尬，这个马呢只能退到边上去这个就很吃亏了。第二个呢是黑方考虑将来这个车还是要动但是如果这个时候选择你吃象什么的，那么红方马2进4一扑，这个是黑方无法忍受的，对吧？所以呢黑方在此先走了一个卒7进1，算是一个稳中带变的这么一个策略。好，那么我们讲到这儿呢
暂时告一段落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整体的态势。首先我们从物质上分析啊，这个是非常直观的。红方呢多了一匹马，算是得子了。黑方呢多了一个中卒和七卒。然后从位置上分析呢，黑方整体是趋于上风。怎么讲呢？首先黑方有一个中炮啊，这个中炮很大。其次呢，这个骑和车还是威风凛凛啊，还是很厉害的。接下来呢，随时有吃象，又或者呢平一抓炮，或者平四站肋，甚至还有可能有掩护卒三进一等等之类的手段。所以这个车呢，相对于红方这个车来讲啊，那还是很厉害的。红方这个车马呢被挡在外围啊，显然不是很好的位置。其次呢，这个中炮被牵住啊，这边呢左翼马炮呢位置也稍微有点怪怪的啊。一般来讲，我们说马后炮啊，炮呢最好在马后边啊，现在这个炮呢在马前面。好，大致呢就是这么一个形势。那么这个形势啊，到底怎么样，孰优孰劣呢？现在还很难说，因为基本上呢，我们可以判定啊，这是一个多子少势啊，少势呢是这个形势的势，也就是说在势头上呢，稍微弱一点，这么一个格局。那么这就引出了今天我们这节课的主题，主题呢就是多子形势下的处理策略。那么类似的这种局面啊，之所以有探讨价值，在于我们啊有一句俗话，叫做宁失一子，不失一先。那么这句话呢是强调啊，是下棋呢要步步争先，有时候甚至宁愿丢个子啊，也不能丢一先。那么这句话啊，到底对不对呢？我想棋迷朋友们呢也可以想一想。我个人呢是这么认为的啊，我觉得他这个出发点呢是好的，因为咱们棋友们从学棋开始，大致的过程呢可能都是差不多的。咱们可能呢先学习走子啊，以及怎么样把大子看住，对吧？然后吃掉人家的子，这样。那么相对来讲，去理解阵型或者位置、子力位置等等这些抽象一点的东西呢，会是在之后的阶段才会慢慢接触啊。所以一开始大家呢肯定都是首先很重视大子啊，以至于呢对于大子的保护呢过于看重啊，甚至呢走出一些丢先很多的情况等等等等于是呢有这么一句话来提醒大家，我们大子呢虽然重要，但是呢有时候为了争一先可以把大子都弃掉，大概是这么一个出发点。但是呢我们如果不慎认为这句话是真理的话呢，可能会出问题。什么意思呢？要知道这一先的价值怎么可能抵得上一个子呢？对不对？以我们目前的认知来说呢，比如说红方这一个马，大致相当于3到4先左右，说通俗点呢，可能说3先半，那有的说法呢，可能3先半到4先之间那这个呢，反正也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吧，也不必过于较真因为这个子力价值呢，它是不断浮动的，它在不同的局面之下呢，它体现的价值都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咱们这个马，正常来说我们是4分，对吧？那么它可能在这个位置，它可能是4分不到。那在好一点的卧槽马呢，它可能能顶10分，对吧？所以这个子力价值呢是不断的浮动的。那么正因为象棋有这种千变万化的特性呢，我们就知道几乎所有的理论呢都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一先一先肯定远远不如一个子，但是如果说双方在对杀极其激烈的时候，这一先有可能就决定了最终的胜负。那么你为了争得这一先，你可能不仅仅是弃马，你甚至要弃车，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一先比车还厉害，对吧？甚至就是决定胜负。但是再反过来说，比如说在残局阶段，我们知道残局呢有自然现招，自然现招呢是60回合。那么在那种场景之下，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什么呢？双方可能都在走一些没有意义的棋甚至于说这10先20先都是没有什么价值。
那此时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给他一个马，再让他走10步也没事儿，再让他走20步也没有什么致命的伤害。总而言之吧，我就举这么一个例子啊，说明子和先，或者说呢，我们可以理解成子与士的差别，是在棋局不断演化的过程当中呢，它的价值是不断的流变的。这个呢是我在本节课之前要着重讲的。那么回到我们本局，那么这个时候呢，轮到红方下红方应该如何去思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讲了，在多子的形势下呢，我们要记住第一条基本原则尽量寻求简化，我称之为呢叫多子求简化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说多子呢要求简化因为我们知道一般来讲多子一方呢可能会处于一点被动的态势比如说本局黑方这个位置呢明显是比较高一点那么如果既多子又多士，形势又好又多子，那其实没有讨论的必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作为多子一方，如果能够通过简化交换的形式呢，就能够很大程度上去削弱对方位置上的优势，因为你位置再好，换完了不也就没有了嘛，对吧？对于多子方来说，子力换的越多，那么它的相对价值呢就越大。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咱们是车双马炮对人家车马炮，那这个时候如果我用一个马去换人家一个马那么对方呢就剩下车炮，我们呢就剩下车马炮。大家知道这个车马炮呢是足以致命的，但是相对来说呢，车炮由于子力偏少，那它的杀伤力呢就小很多，对吧？简单举这么一个例子，所以呢，多子寻求简化呢是一种非常稳妥的一种方式。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局面之下，你说让红方寻求简化，似乎一下子也不太可能那红方应该如何选择呢？且看我们荀川许特大能下出什么好棋来。红方呢在此想了一会儿，走出了一步匪夷所思的棋，马二进3。这个叫炮口陷马这又是怎么回事？其实如果仔细分析下来呢红方的整体思想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多子求简化但是呢这步棋貌似呢是一个送子对吧？它不是简化，简化是简化了，光简化自己的子了，对吧？对方的子好像没有简化。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多个心眼。你说像许银川这样的高手，不可能走出这样的盲棋，对吧？好，那么我们仔细审查之后呢，发现这步棋堪称神之一手。我想呢，这肯定也是黑方忽略的一手棋。好，铁马之后呢，黑方倒是不得不打，因为你如果不打的，他把你中炮踩了这个中炮踩了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中炮这个位置是很好，如果给交换了那是很可惜的所以黑方炮二平七，然后红方车二推二一抓先弃后取，达到了简化的目的。而且呢这步棋不仅是简化，同时还有压马的作用，因为这个炮在这儿以至于黑方这个马跳不出来了。然后呢你无论怎么跑，我将来在你的卒陵线呢都能形成压制，这一下子相当于把黑方所有的攻势全部消解非常的厉害。那当然了，这里有一个比较巧的地方，黑方这个车呢正好在7路这边打不到底象。好，那么红方这一退之后黑方压力就非常大了。眼看下一步吃炮，你这个马再一跑，中兵再一吃，这盘棋基本上就结束了所以黑方无论如何还是要挣扎一下。于是黑方走了炮5进1红方吃炮，黑方炮车7进2。这步棋呢也是体现了黑方的功力。现在红方如果车3进1呢，黑方有一个炮5平7我们简单演变一下如果吃掉黑方炮5平7，红方呢这边恰好有一个支士打车。那么当然了，黑方这个时候不可能说吃士，对吧？吃士它少2个子，只能打掉。
红方打掉，黑方打掉。好，那么这个形势呢，客观的来讲呢，当然红方机会也还是不小，但是呢，难度也比较大。首先，这个红方这个七路兵啊，大概率呢是过不去啊，因为黑方这个三卒呢是铁兵。那么争夺的焦点呢，就是在这个边兵上面。红方能否吃到这个边卒啊，是制胜的焦点。红方呢在审时度势之后啊，认为并没有100%的把握啊可以吃到这个卒，因为黑方接下来卒七进一，在卒七平八，似乎很快能消灭掉红方这个兵。那么一旦这个兵被消灭掉之后啊，马炮对单炮呢是不足以胜的，所以啊，红方在这里很老练的先走了一步象三进一啊，这步好棋。那么象三进一之后呢，黑方当然也只能吃象啊，此时他也不可能回马，还是不能把中卒丢弃掉。吃象之后，红方车三进一，黑方炮五平七。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注意一下啊，如果说红方再次选择士五进四呢，黑方有一个叫将，红方补士，黑方车九进二。这个时候打车，你车还要跑，那么车三平二，黑方呢就可以炮七退三，把你这个炮打掉。那么这样交换下来呢，黑方吃到了一个象，而且呢这个马上能吃到边兵，也就是说红方这个所有的兵呢都有可能被消灭掉。那么这个棋呢对于红方来讲并不是特别满意啊，更何况呢红方现在有更巧妙的手段，就是炮五进五打象啊，这步棋非常的巧，应该讲是红方制胜的妙招。打象之后，黑方飞掉，红方沉底一将，退象，再车三退二一拉。好，那么下到这儿呢，我们来评估一下局势。红方很顺利的简化了局势，同时呢，通过这个炮打象的精妙手段啊，吃掉了黑方一个象，然后顺便拉掉了黑方一个卒。也就是说，在物质上呢，红方多子，而且只少了一个兵。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展，以至于我们说下到这里呢，红方已经接近于胜时。所以啊，接下来呢我们就不往下摆了。那么这局棋呢最终红胜。回顾一下本局，红方最重要的一步棋是什么？显然就是这步马二进三。当然了，这种手段确实是高手风范，像荀川这种顶尖高手呢可以信手拈来，但是咱们普通的棋迷呢能够想出这样的妙手呢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容易。但是我觉得我们不仅仅呢要学习红棋的妙招，其实更重要的呢是要掌握它背后的原理它背后的原理呢我刚才讲了，其实就是红方最重要的在多子形势之下要寻求简化。那么在此战略思想之下呢，红方或许有可能会想到马二进三填进去强行交换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这也是本节课我们要阐述的我们在任何形势之下呢都需要有一个主体思想。那么在这个主体思想的指导之下呢才能够寻找到更合适的战术。好，那么这第一个局例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看另外两盘精彩的局例。好，我们下一节再见。棋迷朋友们好，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来讲一个战术。我给这节课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抽刀断水，水不流。很好玩的一个名字。那么听到这个名字呢，相信大多数棋友应该能够联想到一个战术。没错就是拦截。那说到拦截战术呢，我们首先想到的有可能是这个经典局面。那这个棋呢是双方都是车马兵位置上呢也差不多，但是轮到红方走，红方就有一记精彩的拦截入局杀法就是象五进三。象五进三呢，通过这个马守护然后把这个车拦住，那么下一步马二进三卧槽呢就畅通无阻了。那么这个棋呢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拦截战术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好，那么在这个例子当中呢，相对于刚才这个例子呢会靠前一点一般在
开局中局阶段用到比较多啊。刚才那个例子呢，可能在残局运用的比较多一点。那这个拦截呢，就是经典的解除封锁的拦截。两个车守着炮，那么这个炮呢中间一拦，基本上这个就是抽刀断水，水不流啊，这个直接拦腰展开。这个呢也是在实战当中运用比较多的一个拦截手法。那么说到这儿呢，可能有很多棋友呢会有一个疑问，这个我这套课程呢之前讲的都还是棋理方面的，但是你这个拦截战术它是属于术的层面啊，为什么会拿到这里讲？那还有一个疑问呢，是有这么多战术了，我们熟知的战术呢有什么牵制啊、围堵啊、闪击啊等等，为什么你单单要拿一个拦截出来说？我相信呢很多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疑问。那么带着这些疑问呢，我想请大家看完我们这一节的课程，我相信呢大家可以找到答案。好，那么我们接下来来正式开始我们的课程。好，我们第一盘选局呢选的是1985年这个敦煌杯象棋大师邀请赛上面江苏的徐天红特级大师战胜上海的胡荣华那么这盘棋呢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局势。这个形势至此双方在物质力量上呢基本差不多，但是在位置上呢，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首先呢，黑方这个车炮压制了红方这边这边车马炮呢基本上还是处在一个被压制的状态，这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大家需要仔细看一下。那么另外一个呢，红方的右翼呢似乎也不太好，不仅左翼被封，右翼呢比较空虚，这里边呢可能就会隐含有很大的问题所在了。那么刚才这步棋呢，红方车7进2避免了这个换车。大家知道，如果说把这个车换掉的话，那这个车被封住的话肯定是不理想的，所以要进车。但是红方这个躲车呢倒也不是简简单单的躲车，它是暗含了深意。他准备干什么呢？下一步他有个炮6平5这个大家注意，炮6平5打车，那你这个车一旦一跑之后，红方这个车是叫着底线铁门栓的，所以黑方这个车呢担任了这个防守的重要任务。那么如果被红方镇住中炮，那么红方就会有车8进2砍炮的棋，因为黑方这个车是不能离开的所以这边呢黑方一定要注意。所以这个形势呢大致来看黑方还是领先因为红方的左边被压，右边又空虚黑方呢这个还有个中卒，子力位置也比较高，而且现在还轮到黑方走棋。好，那么黑方如何把握机会呢？炮6进4，这步棋一方面呢是避免红方炮6平5，这个马守着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也要架中炮，当我架完中炮之后我就有车5平7这边攻击你这个右翼的一个手段，这个呢是非常好的一步棋。好，那么进来之后呢，红方无奈暂时先打个边兵，看看情况。黑方呢架中炮，红方只能出帅这个时候大家注意一下红方肯定是不能让黑方走到车5平7，对吧？假设一下如果红方现在不出帅，那么假如说冲个边兵那么黑方一杀，红方出来之后，黑方车7退1一勒那这盘棋呢基本上可以宣告红方就不行了下步棋黑方这个卒5进1过来，马4进6往里一扑，你这边呢完全就无险可守了。好，那么举这个例子呢就是告诉大家红方的右翼其实是很空虚的，也很危险。那么现在黑方之所以暂时还打不过来，是因为红方有一个3路马，这个3路马呢控制了黑方车5平6和车5平8两个重要的点位，这个点呢希望大家要刻意留心一下我后续的讲解呢会反复提及。好，那这个时候呢黑方选择了一个车5平1，这步棋呢也很关键。站在黑方的角度来讲这步棋呢是第一杆，一方面呢消灭你这个边兵，积累物质优势，第二个呢我牵着你的车炮，对吧？
也很重要。第三个呢，我将来还可以卒5进1，这个卒一旦过河呢，对红方的威胁也是非常巨大。那么问题来了啊，第一个问题呢是你这个车躲开之后啊，红方会不会马3退5？这个棋呢，我们要先来评估一下啊。马3退5踩卒行不行呢？不一定行。这个踩完之后啊，黑方就有将了。我刚才说了，这个马位涉及到重要的防守任务啊。一将之后呢，红方基本不敢进将，进将之后啊，黑方始终有车6平8这种叫杀啊，红方受不了，只能补士，显得还安全一点。但是补士呢，黑方还是要车6平8。那这个时候呢，红方车7平3，黑方呢走一个马7进5啊。红方虽然说这个车回来侧影啊，暂时看上去呢也能守住，但是右翼的风险啊始终过于巨大。而反观黑方呢，此时一点威胁都没有，这个棋下长了呢，红方显然是不利的啊。好，那么马3退5不行，那红方又能走什么呢？此时似乎红方已经陷入一个僵局了。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本节课的主题啊就发挥作用了。红方在此选择了一招象5进棋。这个棋啊，红方想得很清楚啊，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呢，红方会越来越没棋下，基本上就只能等死。所以红方必须得想出解决的办法。思虑良久之后呢，祭出了一记抽刀断水。这步一飞象啊，挡住了这个一路车。那么第二个作用呢，它可以实现7路炮的调动啊。我们来通过实战啊，来细细品味一下这招棋。飞象之后，黑方呢就卒5进1啊，这个卒呢还是要保的。红方炮7平3打马，这个7路炮啊瞬间就激活了，这个感觉就很好啊。打马，那打马之后呢，黑方此时无奈啊，这个马呢又跳不出来，又不可能回去。好，黑方呢也来了一记抽刀断水，这个挡着你啊，不让你打马。不过这步棋啊，被实践证明呢是一步败招哈。同样两步飞象啊，一步呢看上去很精妙，另外一步居然就是败招。这个为什么呢？道理只有一个，这个抽刀断水呢也不是随便用的啊，因为它这个象飞起来之后啊，大家感受到的第一点应该是黑方的阵型被削弱了，尤其是中路被削弱了，而这个中路被削弱呢是致命的。好，红方回身来了一记炮3平5，这一记攻击中路啊，一下子击中了黑方的要害，黑方的阵线居然瞬间就崩溃了。炮3平5一打呢，黑方这个卒是跑不了的。如果说跑开，红方车8进2一砍，黑方丢子了，黑方不能吃啊，吃的话车7进3一将，这铁门栓了，这不行啊。好，那么卒5平6不能走呢，黑方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马4进3啊。这个马4进3呢，应该还是在黑方的计算之内啊，不然他当时象5进7应该不至于走啊，肯定能看到的炮3平5。好，黑方踩完之后啊，红方这个时候呢又来了一记抽刀断水。这个例子呢就跟刚才咱们举的第二个例子差不多啊，这个是经典的一个拦截解除封锁的手段。那么这招一出啊，黑方瞬间就发现居然已经无险可守，败局已定了。那么黑方怎么办呢？黑方这个时候走了一个车1退1啊，这个时候无奈。那假如说黑方换炮行不行呢？换炮也不行。黑方如果换炮呢，红方一吃啊，这个炮还是跑不了，也就是说这个炮基本丢定了。那么黑方车1退1呢，好歹还能够形成一些牵制。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变化。红方吃掉，黑方一将，红方呢炮5平4挡一下，黑的这个时候没办法，这个马要赶紧往回跑啊，不然的话呢，红方将来手段多多，比如说炮8进1，然后这个车呢躲开之后呢，我这边还踩着你的马，也要表态，索性呢回来，等你一抓的时候，我赶紧给你交换掉算了。但是啊，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下子画风突变啊！如果说前面几个回合啊，我们还觉得双方是在纠缠啊，一开始黑方还占据优势的话，一到这儿，红方居然已经确立了胜势。那么确立胜势的主要原因呢，是红方连续使了2记抽刀断水。
一记飞象，一记平炮啊，打得黑方是丢盔卸甲。之后呢，黑方虽然是勉力支撑，但也无济于事。那么这盘棋讲到这儿呢，我们就不继续往下讲了啊。我们来回过头来看一下，思考一个问题。在一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时候啊，黑方炮6进4之后，明明还是领先的，局势一度占据主动，黑方很明显看到红方左翼右翼都有问题啊，但为什么短短的几个回合之后，黑方居然就不行了？黑方究竟哪里犯了错误呢？我们来仔细回想一下这个问题。很有意思，黑方呢是被红方一记抽刀断水搅乱了局势，所以啊，这个时候黑方犯的第一个错误呢，有可能是这个地方，就是车5平1被红方一卡呢，局势有点乱。那么这个时候黑方最好的下法是什么？黑方最好的下法恰恰也是一招拦截啊，也是一招拦截。那么这个时候象5进7啊，是断了红方的马路。我们刚才说了啊，黑方后面有一步飞象呢是败招，那么这一步飞象呢，同样也是削弱了中路，那究竟是不是好棋呢？啊，我们来看看啊，如果说黑方飞象之后，红方会怎么办？红方大致呢有几种下法。第一种啊，车7平4回来守住，这个呢应该是第一杆，总是怕黑方车5平6叫僵啊，对不对？好，那么你守住这个呢，你守不住这个点啊，这个红方就非常麻烦啊。我下步车8进4一将，还有炮2进1一将啊，这直接就组织攻势了。红方赶紧落象，黑方左5进1抢一个先手，红方当然退车，黑方这个时候呢可以下得很稳健啊，我先一将，你一吃我一踩。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啊，因为这个象别住了3路马之后呢，黑方这个马一跳进来就吃死了红方这个马，那黑方显然已经确立了胜势啊，所以红方第一个车7平4不成立。那么第二个办法呢是车7进3，我跟你对攻了啊，这个呢可能是黑方最为顾忌的一个下法。那么你一将我一吃炮一打，哎，这个看上去啊双方还真有一战。因为这个车换完之后呢，我这边有个重炮杀啊，这边我还吃着你的炮，你这边再怎么样也不一定有我快啊。但是黑方如果算准了呢，这个棋还是黑方厉害。黑方会走什么呢？黑方当然只有车5平1杀掉，我吃你的炮交换，那你这个炮总是不能躲啊，你如果躲的话，你这边没有杀，那这边肯定是我快。好，你不能躲，接受我吃掉。那这个时候呢，我吃着你马，你只能马3退5踩掉。黑方车1平6一将，红方只能进去，黑方再一杀，红方再出来。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大部分棋友应该就信手拈来了啊，这个直接侧翼沉杀了，红方也是不行。好，那么车7进3也不行，那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车7退1抓马。因为红方想了想啊，你这个车呢我是挡不住了，但是我能把你这个马消灭掉呢，似乎你的进攻力量也有限。那我们来看看啊，车7退1一抓，黑方一将，红方补士，黑方呢可以下得稳一点，车6退2啊，先进行一个交换。那么红方如果接受交换，黑方吃个马，那这里红方是不能吃卒的，吃卒黑方一将直接把炮就给吃掉了啊，所以红方要炮9退1，黑的呢卒5进1顺势过来。那么红方这个时候也有一招抽刀断水，哎，挡住你，但黑方呢恰好可以炮2退1。那么这个棋呢下到这儿啊，我们可以看到黑方基本上呢是控制了局势啊，自己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啊，你这个时候呢也不太敢打过来。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一下啊，那红方如果说不甘于接受稳亏的局面，打过来会怎么样？那么黑方马7进5，红方炮3平5啊。如果说这个时候不走炮3平5，我们走一个炮3退5的话呢，黑方直接马5进6冲进来啊，这个棋有可能就崩溃了啊，下步一将，可能都快被将死了啊。
那炮3平5行不行呢？炮3平5，黑方车7进1，红方这个时候只能接受一车换2。那么这个棋呢，我们基本上也可以判定黑方是处于一个胜势，因为红方这边3个子可能永远也出不来了，因为你一飞象之后，红方这边得应一个士啊，那你如果落士也好，无论如何也好，那么黑方再一压，红方这边就完全被压死了，然后黑方还有个卒，这个棋基本上是坚持不了。好，我们讲了这么多呢，只为了论述啊，黑方此时如果走出这记抽刀断水呢，基本上可以确立一个大优的局面，甚至可以说是胜势。好，非常可惜啊，黑方在这儿呢杀了边兵，然后被红方一记象5进7，抽刀断水，水不流，这个得到了深刻的体现。但是呢，咱们依旧要客观的去想啊，黑方刚才这步杀兵吧，从棋理来讲呢，其实也是比较正的，对吧？它至少有好几个正面的理由支撑啊，这步棋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为什么被红方一飞一拦截就不行了呢？这个啊，说明黑方后面还是有犯错的地方啊。那我们来继续追问一下，黑方后面还有没有机会？好，这个时候刚才说了啊，黑方象5进7，这步棋呢反而是败招。那既然我们说它是败招，那正招是什么呢？正招啊只有一个，就是车1退1，这个是黑方唯一的正确下法。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变化啊，车1退1呢意味着就弃子，那么红方当然是打掉，黑方这个时候马4进3一踩，黑方马4进3之后，红方呢有2种办法啊，第一种呢最直观的是车7平4，但是这步棋呢是不行的，因为黑方有一个车2进3巧招，红方不能吃啊，吃完之后我一将啊，你补士，我再一吃，这马上呢是一个绝杀，红方是不行的，所以车7平4不成立啊，只能象7退5。那么象7退5之后啊，黑方车1平6一将，红方只能进去，黑方车6平8，红方只能再出来。黑方这个时候呢非常关键，你如果一将红方落象，反倒不一定有什么棋。而这个时候黑方最厉害的一招棋呢是车2进4，将这个底车啊投入战斗，那么双车联手攻击红方的右翼，这个是致命的杀害。好，那么这步棋呢车2平6是个杀棋，所以红方此时也只能车7平4啊，看上去呢好像这个棋还能守住啊。那么红方一旦能够守住呢，这个棋毕竟是多子啊，好像还是不错。但这个时候呢，黑方有一步非常精妙的手段，就是马3退4。这招回马金枪呢又是何意啊？很奇怪，黑方刚刚车2进4准备过来，但是现在这个一回马呢又把车路给挡住了，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好，那么一踩呢，红方肯定是要躲车啊，那躲哪儿是个问题，大概率呢只能横着平，因为你如果竖着走呢，比如走这个，黑方有一个车2退1，这个抓双啊，这个红方不行了。好，那么红方肯定是不能竖着走啊，只能是横着来。那么车4平7，那车4平7之后，黑方再走一个马4进6，马4进6之后啊，其实就是为了这个车畅通了一下路线，下步一换车2平6还是要杀你，所以红方暂时先吃回来。黑方呢很关键啊，黑方还是要车2平6，这个时候如果卒5平6呢，基本上就将之前的心血呢付诸东流了。车2平6啊，这步棋轻轻的一平，居然形成了绝杀啊，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那么车2平6之后，下步我吃马，红方怎么办呢？红方只能炮9退2啊。那么黑方这个时候再卒5平6一靠，红方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黑方啊下步平兵一将形成绝杀，红方居然没有办法。红方现在如果说往回退，那么黑方一追，你如果走这个呢，我正好一平啊，把你这个车一挡，这又是一个拦截。好，那么红方一进帅一吃，这就绝杀了。所以大家可以细细体会一下这个棋啊，下到这儿
红方居然就已经不行了。好，那么这个变化呢非常精彩，但是啊，咱们得平心而论。其实这个棋呢，最难的还不是后面我们一系列精彩的变化，最难的是什么呢？最难的其实是当初做出弃子的这个选择啊，我们回去看一下，也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作为黑方来讲呢，他不太可能一口气算清后面我们刚才列举的所有变化，因此他在这个时候做选择是非常纠结的。因为一旦算落丢子之后，可能就难以挽回局势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他选择象五进七呢，看上去比较稳妥的办法呢，是非常情有可原的。那这一点呢，咱们必须得站在临场的角度去分析，而不能呢对我们的棋手呢过于苛求。好，那么最后总结一下这局棋啊，这局棋的关键转折点呢，一定是这一局象五进七。抽刀断水，让黑方这个水啊流不动了，这个叫抽刀断水，水不流。那么让我们体会了这个拦截战术在实战运用过程当中非常高阶的一个效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奉献两盘更为精彩、更为深远的拦截战术。棋迷朋友们好。我们知道在中局阶段呢，有各种各样的局面，比如我们在打谱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这个棋啊，红方优势，黑方呢大优，双方均势或者各有顾忌等等这样的形容词。那么不同的局面呢，有不同的形势判断。从大的方面去讲呢，无非是两种，要么是一方占优，要么呢是差不多。只不过占优呢分大优、小优甚至胜势，对吧？这个是程度不同。而是多子优呢，还是位置上占优，有空间优势还是有攻势等等，这个呢是优势的类型不同。而差不多的局面呢，也有相当多的内涵。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是双方对攻啊，谁也看不清楚；有的时候呢是子力和位置啊都差不多，这是双方均势。所以啊，我们在写评注的时候呢，如果要偷个懒啊，通常会写个双方均势啊，这个基本上能够解释大部分的局面啊。当然了，我们这套课程呢，还是需要再深化啊，即使是双方差不多，也要让大家知道究竟是怎么个差不多法啊。毕竟它差不多的局面里面呢，也分好多种类型。那么今天呢，咱们要讲的是一种相当难以处理的局面，叫做对峙。理论上来讲啊，对峙局面呢，也算是军事的一种。不过呢，它的特点是什么？是双方啊都陷入一种不好动的境地，就是说双方顶在那里，谁也很难往前跃一步。这种棋呢是非常考验棋手的功力的，因为双方任何子力呢都不太好动啊，因为已经走到了比较好的位置，所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啊，所以需要考验的是棋手对于局面深刻的理解力。好，比如我们这个局例啊，我们来看一下，双方呢就处于一个对峙的局面。红方呢有两个河头马，我们知道这个河头马的位置呢是非常好的，然后有一个巡河车，所以在巡河一线啊筑起了一道非常强的防御线，进可攻，退可守啊，加上士象呢补得好好的啊，这边还有个视角炮，位置非常好。但是黑方呢也不是那么差啊，黑方虽然说子力靠后一点，但是黑方的阵型很稳固，对吧？尤其是这个二路车啊，死死的守住了竹林线。那么这种棋呢，我们当然可以判断红方还是优势啊，但是呢，红方想要进展啊非常难，所以基本上也是一个大体对峙的局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考虑了，双方应该如何进取呢？这个时候呢，轮到黑棋走棋。那作为黑方来讲，我们看到这个车显然已经占据好位，他不可能再往其他地方走了啊！你一旦走，人家有可能压进来，对吧？那么你这个双马炮呢，也处在一个防守的价位，
由于红方在巡河一线的控制力非常强，所以黑方基本上也很难跳出来，所以黑方基本上也很难启动。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实战黑方仅仅是走了一个卒一进一啊。为什么要冲边卒呢？这个呢我们在接下来的局例当中呢可能会提到啊，在对峙局面下呢，很多时候还就是无视挺边兵。这个我们之后再讲。那么黑方挺了一个边兵，红方一看呢，好像也没什么气走，于是也挺了一个边兵。那么这个边兵呢，相对来讲呢，有一些深意。因为大家发现啊，虽然说这个局面呢还是双方对峙，但我刚才讲了，红方整体还是趋于主动。什么概念呢？红方现在无论如何，他还能考虑有一些简化的手段。比如说我车西进二换车啊，换完之后呢，也是我好啊。当然了，红方可能不乐意接受这样的局面，毕竟换完之后呢，觉得不好赢啊，所以呢，他也等了一手，看黑方的表态。那黑方这个时候呢，就更加痛苦了，确实没什么气象。尤其你如果挺中兵的话呢，红方就有一个马六进七，那么意味着你这个中卒啊，有可能会丢啊，所以很痛苦。于是黑方在此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下法，就是士五退四啊，他实在呢不知道走什么了，这个很痛苦。红方呢走了一个炮六平九打他的边兵啊，因为黑方这个卒挺起来之后失守了，黑方呢补了一手士啊，然后红方居然在此呢又把炮平回来了啊。那这种棋呢也只有在对峙局面下会出现，双方呢似乎都在走一些无意义的棋。那么红方为什么要炮九平六？这个时候红方认为如果打出去的话呢，黑方有可能车二进三。由于此时红方如果吃马，那么黑方有个车二平一，这边打着车，你不可能车七退二保炮，对吧？这里有个象，那么你车去到其他地方呢，他就把炮一吃，这个棋呢又简化了，红方又不好赢。所以啊，红方居然又把炮平到这里来。那这里呢还要再提一句啊，如果说红方不走炮九平六，而是走炮九平七打马，其实一开始红方就有打马，那黑方呢可能会走车二平四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棋友要问了，你车二平四之后，我就算不打马，我这个时候打你行不行啊？他再车四平二，那我们棋友可能会说，那我通过炮九平七这一招不是抢了一些吗？这个呢就是对峙局面下有意思的地方。现在红方呢恰恰目的它不是抢先，而是要逼黑方走棋，让你自己破坏自己的阵型。好，那么红方绕了一手之后呢，又把炮平回来了，结果黑方居然又没棋走，又走了一步落士。大家知道这个落士呢是损先的，但是也没办法啊。好，这个时候呢，红方想想时机差不多了，于是走了一个马四进三啊。那么这盘棋呢，咱们不往下讲，咱们大概呢对这个对峙局面有一个初步的理解就可以了啊。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本节课真正的局例当中。我们选到的第一盘棋呢是新鲜出炉的在2019年12月份也就是碧桂园上面，来自北京的蒋川对阵湖北的柳大华柳老师那么这盘棋呢是典型的对峙局面，我们来分析一下。红方有车马炮，黑方呢车双炮，双方呢子力差不多，但是我们注意红方呢多一个边兵，在物质力量上呢明显是占优。那么在位置上面呢，红方这个车马炮在一侧，其中这个底炮呢对黑方形成牵制，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但是黑方呢防守也还算稳固，比如说他这个视角炮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黑方的位置上呢有一个弱点，就是这个七路炮我们知道这个炮不易轻发，尤其这个炮呢跑到了这个位置是有点怪的，因为他暂时呢回不去了，算是犯了孤军深入的大忌。这样一分析下来，我们可以确定红方呢绝对是优势。但是尽管如此，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优势转化成胜势，始终是棋手面临的最大的难题。
好，那么这个时候呢，红方应该怎么进取？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说车二进一，车二进一，我把你这个中卒一吃，再一吃象啊，这一下子有可能就直接破局了，对吧？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红方一旦车二进一之后，黑方有个什么棋呢？黑方有一个卒七进一呀。刚才说了，这个炮呢，虽然说是孤军深入，但至少也能发挥它的作用啊！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炮。这个卒七进一之后，红方兵不能吃，只能象飞。那么象飞之后，黑方把你这个象一宰啊，这个棋鹿死谁手呢，就不可知了啊！下步黑方炮七平一，这个也很凶的。所以红方车二进一呢，似乎不太靠谱啊。那你不走车二进一，有没有可能说我把这个马位调整一下？比如说我马三进一，下一步呢马一推二，这不就有这个卧槽马的杀势吗？这个时候呢，恰好黑方还有一个炮七平九，所以我说刚才这个炮啊威力还是比较大的。好，这个时候呢，这个马也不能跳，车也不能走，那不是很尴尬吗？这就说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双方对峙的局面之下呢，有一个比较好的策略，就是兵一进一。这个冲兵呢，仿似闲庭信步。俗语有云啊，无事挺边兵啊。这句话呢，我们要正确理解，什么情况下算是无事，这个很重要。我们看到呢，有很多这个棋迷朋友们听了这句话之后呢，就经常没事就挺边兵，但是容易陷入这么一个误区。大家要知道，这个下棋呢比的是效率，对吧？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呢，尤其布局，大家要出动大子，到了中局呢，也要充分的调动大子，然后让这些大子呢充分发挥作用。相对来讲啊，我们5个兵当中哪个兵最重要呢？显然是中兵，对吧？因为中兵呢这个效率最高，离老将最近，那么接着是三七兵，对吧？最后的才是边兵，因为你边兵呢想要拱到9宫花多少棋，大家可以心算一下，对不对？所以我们下棋啊是讲究效率的。但是我们通过刚才的讲述呢，发现这个对峙局面下呢，有时候它未必讲究效率，甚至于说逼对手走棋还是一个正确的策略啊。因此啊，在对峙局面下去挺边兵，才能够真正符合无事挺边兵的精髓。这句话我们要牢记啊，非常的重要。好，那么红方挺边兵之后呢，黑方反倒有些尴尬。黑方呢始终想着你红方这个车赶紧走开，我通过挺兵我这个车可以过来，但是红方车不走啊，你这个马呢也不跳，就放在这里，以至于现在黑方也不知道走什么了。所以黑方需要想办法车三平5吃中兵。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现在黑方也等不起了总不能说我像刚才这盘棋上士落士那这个兵也很快可以冲到9宫，那这盘棋就不行了。所以黑方必须表态，红方继续冲兵，黑方呢吃兵。这个时候呢，黑方就露出破绽了。什么破绽呢？红方就有了一个马三退4。这个黑方也是在计算之内但是如刚才所说他也等不起，所以呢只能是开杀了，不管了。那么一踩之后呢，黑方车5平6，红方踩象，黑的再把这个兵一吃，红方一将，黑方出来，好，红的车二进3，这步好棋那么下到这儿呢，我们暂时告一段落。我们看到黑方是迫不得已打开了僵局，但是付出的代价呢还是比较惨重的，这个象没有了。然后红方借势呢走出了一招车二进3，这步棋是非常有利的。我们讲这个有一种社会学效应呢，叫做破窗效应。什么概念呢？黑方如果士象权齐整呢，红方一时无法进去。当黑方缺个象之后呢，然后这个老将出来之后呢，就会出现阵型上的巨大问题，比如说这个士呢就马上成为众矢之的所以这个是黑方接下来要面临非常大的挑战。从中呢我们也看到红方冲了2步兵，虽然说是悠哉的但是起到了逼迫黑方不得不打开局面的效果，而且是被动的打开局面。
才给了红方这样的机会啊。可见这个对峙局面下呢，无视挺边兵还真是一个有效的策略。好，我们接着往下看，红方一抓之后呢，黑方只能起将啊，这个士不能丢，然后马七退九。当然了，这步棋呢，除了马七退九之外呢，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抛一平四啊，这个呢直接破士也是不错的下法啊。好，那么红方马七退九，黑方车七平三，当然要守过来，不然的话给你一踢可能就不行了。红方借势就要退四杀回来，黑方补士，红方一将，黑方车三退六，红方车二平八。那么这一段呢，红方有所进展啊。相当于呢，通过对黑方这个大王的攻击呢，把黑车啊牢牢的锁在了底线，这个是非常满意的一个效果。那么黑方落士啊，红的平兵啊，这里呢我们又看到了一个类似的场景啊。当红方车马把车锁住之后呢，一时也不急于发动进攻，而是继续无视挺边兵。我把这个兵呢，借这样双方斗争还不是特别激烈的时候啊，抓紧时间我把这个兵往里靠。那么黑方呢，想着也不能等啊，也不能坐等啊，所以炮六平九，组织一些攻势。红的一吃，黑方炮九进七啊，黑方不能甘于困境，是吧？好，红方出来，黑方下帅，红方车八进三啊，这步好棋。因为这步棋一走呢，黑的暂时不能走车三进六啊，因为你走车三进六，我马八退七一将，黑方这个阵线呢又溃败了，这个基本上防不住啊。你比如说起来我一踩啊，这个可能就不行，那你一飞象我再一吃啊，你这边至少不能一步杀起，但是我这边车马可能就要你命了，是不是？所以黑方先进去，那么红的呢，马八退七，哎，又把这个车啊给关住了，这步棋非常的重要啊。黑方炮九退八啊，将来呢有机会准备炮九平六等等吧啊。那这个时候呢，红方走了一个马七退五啊。下到这儿呢，我们继续评估一下局势啊。以上一段啊，红方算是稳稳的把控住了局势，正在努力创造一种压制的局面啊。可是呢，局面控制住了以后啊，很可惜，哎，又主动解了压啊。这步马七退五呢，就是主动解压了。原本已经把这个车给关住了，对吧？哎，这个时候为什么又要把车呢给它放出来？本节课我们的主题呢是对峙局面下的突破啊。如刚才所说，这个车既然已经关住了，为什么我不来个无视挺边兵啊？我就往下拱，行不行呢？哎，其实是可以的啊。如果说本局红方继续贯彻这个策略呢，有可能会让后面的棋啊会变得简单很多。我们来看一下啊，如果这个时候呢，红方继续贯彻无视挺边兵，哎，我知道你黑方这个被我控制住之后呢，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棋，所以我就尽快下兵。那么黑方有可能会卒五进一啊，这个是红方比较顾虑的，因为红方始终想着我刚才如果不踩你要跑的呀啊，但是这个时候呢，红方忽略了，其实红方可以快速阻杀。这步棋非常非常的有利，它有利在哪儿呢？这里我们棋友呢可能会看到，哎，你这个一冲下去，我不是有个炮九进一吗？这步棋你不是有点尴尬吗？难道你只能车八进二换吗？那这样换了，黑方大致还是能够接受，毕竟我这个车是被你关住的，对吧？但是红方不换，红方此时呢有绝妙手段，就是马七进五踩士，强硬入局，非常的精彩啊。踩士之后，首先黑方如果是换车，那么这个时候不一样了，红方是白踩了一个士啊，这个基本上是必胜残棋啊，难度非常的低，咱们就不讲了。那么黑方肯定是要接受挑战啊，吃了再说啊。那么吃完之后，红方一将，黑方起来啊。如果说下去的话呢，红方一靠兵啊，黑方一抓，红的往下一拱，黑方一将，红方补士，黑方只能出来，红方兵四平五一靠啊，那这个棋呢基本上就结束了，对吧？黑方是无险可守。那么黑方如果起来呢，
红方又有一步巧妙的做杀手段，就是车8平6啊。这个时候你刚才如果说平兵一将他出来啊，反而会增加麻烦啊。这步车2平6一勒，就绝杀了黑棋啊，黑的不能补士啊，补士这边打着车，对吧？好的，那么分析到这儿呢，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啊，红方兵3进1是最好的入车手段，也符合了咱们今天的主题啊。对峙局面下的无视挺边兵，反倒是非常的有效啊。可惜呢，红方错失了这样的一个战机啊。那么把黑车放出来之后啊，后面的竞争呢似乎又更加激烈了啊。然后黑方呢也取得了一些反弹的机会啊，虽然最终呢黑方还是在残棋不敌啊，但不管怎么样也是让红方惊出了一身冷汗。好，那么讲到这儿呢，我们又要回过头来啊，再去思考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啊，无视挺边兵，那么红方拱这个边兵啊，虽然说边兵离9宫比较远，但不管怎么样，此时双方的效率都比较低，都不好动，所以呢没有特别重要的棋可以走，这个时候冲边兵效率反而是最高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啊，思考一个假设的题目，做一个思想实验，就是如果说黑方在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个通头兵，我们就假设这个场景，黑方也有个通头兵，红方也有个通头兵，那这个时候呢，黑方还会不会选择车3平5，或者说红方冲边兵的这个策略还是不是正确的啊？我们可以大致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好，那我们来大致验证一下结果啊。现在假设啊，大家记住是假设啊，假设黑方这个卒是通的，所以他现在走个卒1进1啊，红方呢兵1进1啊，那么黑方呢把这个吃下来，那这个刚才只是假设啊，这个卒是通的，所以红方并没有吃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来比一下速度了啊。红方必须是基于速度的情况下，他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那你一冲我一冲，你一靠我一靠啊，你一冲我一冲，你一冲我一冲。好，大家看到啊，其实呢，这个速度来讲呢，黑卒可能比红方还快一步，但问题在于啊，黑方这个卒即使冲到这边，它只有一个车可以配合，这2个炮呢依旧在这边，但是红方啊，这个兵如果拱到这个9宫，那就是致命了，车马炮兵4子连攻，黑方绝无防守的可能啊。所以呢，这个简单的一个思想实验啊，就是告诉我们啊，如果说这个时候黑卒是通头的，他也未必敢与红方比速度啊。这个呢是双方局势的不同，无视挺边兵这个适合的场景呢也不同啊。好，简单跟大家阐述一下这个原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分享2盘精彩的对局，以来论证啊，在其他不同的对峙局面下又应该如何的突破。我们下节课再见。棋迷朋友们好，我们知道中局呢有好多不同的局面，那么上节课呢我们聊到了对峙的局面，也提到了在对峙局面呢如果能够实现单点突破，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又要聊一个另外更加精彩的局面，大家一定猜到了就是各攻一役的对攻场面。这个呢是象棋魅力的最大体现。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讲这个下棋过程当中进攻和防守，对吧？那么一方进攻一方防守呢，一定能够演绎精彩的对局。但是比进攻防守更加精彩的，往往是双方你死我活的一个对攻场面那么在这种场面之下，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策略去应对呢？这个呢是咱们这节课主要讨论的问题。好，那么第一个选局呢，我们选的是1964年个人赛上面，红方呢是黑龙江的王家良王老先生，当年他也是号称东北虎，可见其棋风之凶悍。那么黑方呢也不示弱来自辽宁的孟立国孟老先生，这个孟老先生呢号称杀象能手，这个呢就很体现他的风格了。
他几乎每盘棋都得吃掉人家一个象。好，那么这盘棋呢，我们至少有3个看点。第一个看点呢，是咱们孟老啊，这个杀象能手能否吃掉对方的象。第二个呢，我们的东北虎王老先生呢，能不能吃掉对手。那么第3个呢，我们来看看双方在对攻的过程当中展现出来哪些基本的战术素养，以及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好，那么这盘棋下到这儿呢，红方面临一个选择。面临什么选择呢？之前啊，红方是在7路线呢对黑方形成了一个打击啊，这边呢当然是可以吃下去的。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呢，黑方打出来之后啊，他打着你的底象，那么红方面临的选择就是要不要逃象。你如果逃象呢，人家这个吃掉啊，比如说你飞象，人家吃掉啊，这个呢是红方比较稳健的下法，未必完全不能走。比如这个时候抬个车啊什么的啊，说不定也是可以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实战的下法了。实战的下法呢是兵七进一吃下去。好，那么我们分析过2位棋手的棋风之后呢，基本可以确定，红方不太可能选择象3进1啊这种过于稳健的下法，所以一定会吃下去。好，那么吃下去之后啊，黑方抛打象啊，那么我们第一个看点就揭开了，黑方果然不负众望啊，先吃掉了红方一个象。符合他杀象能手的气质。好，那么打掉之后，红方补士。那么第二个看点呢，就是红方最终能否拿下这盘棋啊？我们的东北虎能否顺利吃掉对手？这个是我们接下来的看点。好，那么咱们一步一步看。首先呢，这个双方啊对攻一役的格局呢正式形成，那么我们要分析一下。首先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各攻一役的格局呢，跟布局选择呢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咱们这一局，双方呢是中炮对屏风马过河车平炮对车啊，这个棋呢大家知道一定是容易形成对攻的。为什么呢？当红方这个车2平3压进去之后呢，黑方势必会退炮啊，他或许退9路炮，或许像这盘棋高车宝马之后他退2路炮，总而言之他肯定后面得有个炮来驱赶。那么当把这个车驱赶出去之后呢，他一定会顺势对于红方的3路线进行反击啊。那这一点呢，大家也可以去看我出的那个急进中兵啊，急进中兵呢大致也是这个思路啊。当然急进中兵呢，红方更多是往中路打，黑方呢往你的3路打，其实也算是各攻一役了。好，那么这个是布局体系对于对攻局面形成呢产生的影响。那么就本局而言，我们也需要分析一下。我们怎么分析呢？第一个，我们先看物质。这个黑方啊炮打兵之后以及炮打象，那么拿到了一个兵和一个象的优势。红方呢兵七进一一直往下拱呢，拿到了一个卒的优势，那么卒是抵消了。那么现在黑方是多个象，但是这里啊我们要看到一个问题啊，就是黑方的这个3路马，大家注意，基本上属于死马。为什么呢？你现在马肯定不能跑啊，你如果一跑的话，人家中间这一排那是致命的啊，这个肯定不行，这个空心炮绝对是不行的啊。所以黑方这个马呢几乎不可能跑，那也就是死马。而红方想要吃掉这个马呢，势必要付出这个兵的代价啊。所以我们大致从物质上面呢可以分析出来，黑方接下来大概率呢是面临一个丢子的局面啊，但是红方少个象啊，然后这个兵换了马之后呢，相当于用一个兵一个象换了一个马啊。当然物质上呢红方会略优一点，但是优势也不会特别巨大。那么位置呢我们要重点分析一下。首先我们来看黑方这个炮打底象之后啊，它不仅仅是吃了象那么简单，它有一个沉底炮的威胁，这个是很大的。但是呢这里我们又得看到啊，既然是对攻，咱们就得讲速度。当黑方炮7平9的时候啊，红方呢正好有个出将啊。这步出将什么意思呢？它一方面是解决黑方这个抽子的威胁啊，另外一点呢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反杀，所以他出帅之后呢，黑方只能退炮，那这步棋是纯粹的防守。也就是说
当黑方准备阻杀的时候呢，红方有一个解杀还杀，那么这样的话，红方在进攻速率上面呢就不会吃亏了啊，这个是我重点要讲的。毕竟双方对攻呢，就看谁啊能够抢先一步，兵贵神速，这方面呢，红方是不吃亏的。好，那么黑方呢，在红方的这个左翼进攻啊，它依赖的子呢，基本上是车双炮。那我刚才提了，尤其是这个车炮啊，这个边炮呢，大部分还要参与防守啊。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我们不能忽视的，红方这个三路马啊，是防守的利器，它没有这个三路马呢，黑方可能直接拍过来，红方就不好顶了。那么红方有三路马的利器啊，黑方呢有这个七路小卒，这个是不能忽视的。这个七路卒啊，拱两步他就威胁到这个马了，那么可以实现对这个马的致命威胁。那么左翼的这个格局呢，大致我们就分析到这边啊。我们再来分析这边，这边呢红方有车马炮三个子，显然在这个兵力上呢还是领先的，所以红方肯定要考虑怎么样把这三个子的威力充分发挥出来。而黑方呢，在这儿还有一个车，大家千万不能忽视啊，因为黑方这个车炮兵啊，在红方右翼呢，它虽然能够形成威胁，但是不够致命，尤其是以后你这个卒过来，哪怕你换了一个马啊，你形成车炮呢，也叫做单车滑炮瞎胡闹，所以黑方势必要借助这个车的力量啊，那红方呢，当然也要把这个车马用出来啊，这个也是不用说的。所以综合这样判断下来呢，这个对攻局面呢，在速率上呢大致相等啊，就看谁把握的更好啊。好，那么现在呢是轮到黑方走棋，黑方大致呢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呢，如我刚才所说，这个车一平二出来，因为黑方知道这边的进攻子力呢还是不够啊，得把这个车的作用发挥出来，所以理论上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理论呢，我们要联系实际。这个联系实际什么意思呢？你得看红方有没有什么手段，对不对？那这个时候黑方车一平二呢，红方恰好还有一个不错的手段，是什么呢？红方会选择出帅，那么黑的肯定是要守住，然后红方抛弃进五大马啊。这个黑方这个三路马肯定是要丢，但是红方怎么吃呢？是有讲究的。黑方炮打马呢，意味着红方可以把黑方两个马全部解决掉。那么全部解决掉，它的用意是什么呢？用意是你就没有马去保护你的中兵了。那么红方接下来的重点呢，是准备炮五进四形成空心炮啊。这个我们知道，空心炮在象棋当中是非常致命的武器啊。关于空心炮呢，我在之后的课程还会重点的讲述一下。而且还不仅仅是讲布局的空心炮，还会讲到中局的空心炮。好，那么空心炮很厉害，所以黑方在此呢又有两种思路，要么进攻，要么防守。如果说防守呢，大概率会走一个车二进三，这个最直接了，我就是怕你打过来嘛，对不对？好，那么一守之后呢，红方会走什么呢？红方肯定是乘胜追击，被这个兵往下冲。红方乘胜追击，黑方也得拼一下速度啊。好，这个时候红方很重要一点，车九进二，黑的下兵，红的车九平六。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这个红方肯定是拼速度，所以他这个马，大家知道这个布局阶段啊，甚至到中局前半阶段，这个马一旦冲不出去呢，它大概率只能参与防守作用。所以摧城拔寨呢，大部分还要靠两个车或者炮以及这个兵如果过河了，其实很厉害。这个我们俗称叫三把刀。那么三把刀呢会有很多公式，比如说著名的三车闹式这个除了这两个车之外，这个兵呢临近九宫，它跟车的威力呢也差不多了所以在中局阶段，这个三把刀基本就可以致命了，所以他不必顾及两个马的感受那黑方有没有可能防住红方的攻势呢？其实是比较难的我们简单来看一下，现在红方兵七平六，黑方没有办法防守，所以先吃了再说。那么红方一靠兵，黑方在此呢有三种下法第一种呢是补士
第二种呢是补这个士。那么问题来了，难道还有第三种吗？现在红方这个兵要往下吃士了呀。还真有第三种啊。我们先把前两种说完。第一种呢是黑方补这个士啊，补这个士呢显然是不行。为什么呢？红方会继续弃子，这不是绝妙手段。弃完之后，黑方只能吃，红方呢先拱个士，这个非常重要啊。拱完士之后，黑方只能绕完之后，红方再把这个兵顺势杀过来。这一下呢，黑方就输了。为什么呢？原本你兵如果没拱士的话，黑方还能飞象，但是你现在飞不了象了。你现在如果飞象，红方一将，你这一将，我再一将，你起来，他车4平5一将，然后你出来，我先把你这个士给扫了啊。这个时候呢，我可以考虑把你这个车吃掉，慢慢下啊，我也不考虑这么多。好，那这里呢，我们就发现，黑方是绝对不行的啊。第一节咱们就讲了，这个缺士怕双车啊，这个双车用起来呢是爽得很，是吧？所以士6进5否定，士4进5行不行呢？士4进5呢也还行啊，但是红方也有手段，红方车6平7继续催杀，黑方飞象，红方车7进6，这个3车闹士，黑方也不太好顶，黑方只能车8平5。那么红方呢，这个时候马8进7，黑方下卒对攻，红方马7进6，这个时候呢双车马炮兵啊，5子连攻。那黑方的问题在于什么呢？黑方的问题在于他的双车炮都动不了，在前线能打仗的就有一个炮卒，那显然是不够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黑方啊这个炮是不能跑出来的啊，因为跑出来呢，红方直接是一个叫杀，黑方一吃，红方一吃一将啊。那这里呢，黑方就不行啊，所以啊，下到这儿呢，黑方双车炮都动不了，这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所以发展下去呢，黑方是不行的。好，那么前两种我们讲完了，我们看看，第三种解法是什么呢？黑方恰好还有一个巧妙的解法，就是炮打士。但是这个炮打士呢也不成立，炮打士呢，红方只需要吃回来。那么你黑方一将，我起来，你肯定要吃车啊，不然我这边是个杀呀，对不对？我一绕，然后你这边如果一将呢，对我没有致命威胁，我起来也可以下来呢，也没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呢，黑方是少个子，红方这个马呢，前面我给你吃，但是你也吃不了，那你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我将来马8进7，马7进6，再配合炮5进4，基本就可以形成绝杀了。所以黑方也是不成立。由此我们进一步得出结论，黑方车2进3防守也是不成立的。那么车2进3防守不成立，这个时候选择攻击怎么样呢？卒7进1行不行？我们看一下，简单计算一下呢，这个红方一打中卒，黑方如果说实现对攻，那么红方一冲，黑的一冲，红方兵7平6啊，这个黑方差得远啊，不知道差几步，显然是速度上比不过啊，那就没办法了。那我们呢，基本上就可以排除掉黑方车1平2的下法，也就是说，黑方此时如果说不加快反攻的速度，在速度上呢是不够的啊，所以正解是卒7进1啊，也就是实战的下法，这步棋呢是不错的。好，那么当黑方考虑反击的时候呢，红方这个时候呢又返回来了啊。红方认为呢进攻速度似乎不如黑棋啊，于是选择了马8进9啊，这个呢是换了一个思路啊，你要对攻，但是我呢又要慢慢来了，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双方在这个趋势选择上呢，它是不断变化的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那这里呢，一定有棋友啊提出疑问了，这为什么红方就一定要变换思路呢？对不对？难道就不能跟黑棋对攻吗？我们刚才看到啊，红方如果说对攻，它快好几步，是吧？那我们来看一下，红方如果依旧按照刚才的思路进展，是否可行啊？好，那么红方出帅，黑的炮9退2啊，红的炮7进5啊，这个如我们刚才所说一模一样。但这个时候呢，黑卒直接就冲下来了。那么红方一打中兵，黑的一吃下来，红方兵7进1啊，我们这个时候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红方下兵之后呢，他还需要2步成杀，而此时黑方只需要炮7平9啊，就直接可以催杀，明显是快了1步啊，这个自然黑方就不行了啊。那么这里呢，我再补充一句啊，兵7进1这个慢1步是比较容易计算的，所以红方在思考一个问题呢，就是能否通过弃兵的手段去延缓黑方的进攻。毕竟我现在有空心炮啊，说不定还有机会。好，那我们继续看一下。那你平兵呢倒是个杀啊，我必须得表个态了，那我只能吃掉啊。吃掉之后呢，红方车9进2，我这边能否形成一个反击呢？还算是一步不错的棋，但是黑方呢有卒7进1，红方要车9平4，为什么？因为黑方有一个车1进2。刚才无论平到任何地方，我车1进2，我直接跟你换车。那么你车9平4之后呢，你虽然暂时避免了我换车，但这个时候你要进攻啊，对吧？你得有棋啊。那么你这个时候先走一个炮5退2啊。黑方呢正好有个炮9平8，炮9平8我做杀呀，你红方只能躲开，那么黑的车4平8。那这样一来呢，红方是必换一车啊。换完车之后呢，你光一个车炮，这个马呢有点慢，绝对是比不过黑方车双炮卒在这边的攻势啊。黑方下到这儿呢，基本上就是胜势了。好，我们简单评估了一下黑方这个卒7进1反击的威力啊。从这儿呢，我们暂时性的跟大家交代一下啊，对攻的这种局面，尤其是各攻一役，双方就是拼速度啊，就看谁对于接下来的进攻啊算得更清楚，对吧？那么一方一旦认为杀不过，那他一定要调整思路啊，千万不能硬着头皮干上啊，那这个是抱有侥幸心理呢是不行的。好，红方马8进9看来也是非常理性的选择啊。黑方下卒，红方呢出帅，黑的炮9退2，红方车9平8，先把这个车呢开出来。下一步呢，他有个车8进4、车8平4之类的手段啊。黑的呢走了一个车1进1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思考一下，黑方车1进1呢是准备借这个车的力量啊，能够解决窝心马的问题。但是这里呢，其实给我们留下另外一个疑问，就是这个红方的3路马啊，其实被这个卒呢是咬住的。那么黑卒为什么不吃马呢？那么这盘棋呢已经时过境迁啊。我现在再去回味呢，冒昧揣测一下，我觉得黑方在此呢有一个思维定式，就是自己的3路马已经是跑不了了，所以他可能下意识的认为呢，红方的3路马也是跑不了的。那你既然跑不了呢，我死子不及吃，我暂时就不吃你啊，不吃你的话，将来对你这个双炮呢可能有点牵制，至少你这个炮不能跑啊，跑完之后我这个马不是白吃了吗？所以这可能是黑方的一个思维定式。那么这个思维定式呢，有可能就成为了本局重要的胜负点。为什么呢？因为当黑方车1进1之后啊，红方居然就把马跑开了。这个红马一跑开啊，黑方马上就感受到压力了啊！这里边呢也涉及到精确的计算。什么计算呢？我们来看啊，红方敢于跑马，那么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呢是黑方会不会走炮7平9，对吧？炮7平9之后，将来的话他一将两将还是会把你这个马吃掉，而且是白吃，他这个7卒依旧是保留的。但这个时候呢涉及到一个精确计算啊，就是红方这个时候吃马，黑的马5进3，红方吃掉，黑的再踩掉，红旗马上炮5进4打中兵啊。这个时候呢，黑方需要经过缜密的运算啊。算什么呢？算这个一将，你起来啊，我一将。那这个时候呢，红方是不能起将的啊。起将的话呢，黑方有一个炮9平5，这个居然成为绝杀。因为现在老将进不去，他卒7平6是个杀，那么你一落士的话呢，黑方再翻回去，然后一将，这个就解不了了，输掉了啊。所以他不会上去，他肯定会下来，这个还好计算。那么
黑方续走卒七进一啊。红方呢此时有一个车八进七啊，这步棋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一定要算到，不然的话呢，黑方下步卒七进一几乎就形成绝杀了。当红方车八进七之后啊，黑方发现暂时杀不了，因为你现在一将我起来，你再一将我再起来，你走不了车八退二，因为这里有个炮，对吧？那你不能形成绝杀呢。红方车八进七之后，他随时有个叫抽啊，这个黑方几乎无法忍受，因为现在红方不管怎么样还多了一个边马，这个边马虽然在你口里，但是你现在几乎无暇吃掉。那怎么办呢？黑方有可能会起将啊，起将之后红方顺势一将，黑方呢就比较尴尬了。你无论你是下去还是上来啊，下去的话红方马九进七，这个炮七进七是个绝杀。那你如果起来呢，红方依旧是马九进七，这个对攻战当中啊，红方奇快一招，黑方如果下兵，红方一将，黑方出来，红方马后炮绝杀。因此红方在马三退一之后啊，黑方居然不能走炮七平九啊，精确计算一下杀不过，那怎么办呢？黑方于是选择了另外一路下法，就是车八进七啊。那车八进七之后呢，红方肯定赶紧把这个炮裁掉，不然这个炮撵单杀翻起来那也是不得了的。好，换完之后啊，黑方马五进六啊。好，那么这里呢，我们又需要重新的审视一下，刚才黑方车一进一的作用呢就充分体现了啊。怎么讲呢？现在红方居然不能吃马，吃马的话黑方马上车一平八啊，这个棋红方就守不住了。这个双车兵在侧翼啊是没有办法防守的，所以车四退二显然不行，只能车四平九。但这个时候啊，车四平九之后呢，又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黑方居然没有吃车。这个问题呢又很有意思。我们知道啊，这个正常的交换，你如果不把车吃回去，那白少一个车，显然是初学者的行为。但是黑方居然在这里没有吃车啊！当然了，我们知道这个绝对不是黑方看不见啊，这个绝对是开玩笑的，那肯定是看见了，看见了为什么不吃呢？那我们就来看看，如果吃掉会发生什么？如果吃掉，红方呢还是炮五进四，那黑方有没有可能继续冲杀呢？没有可能啊，红方车八进八抢先一步，因为红方炮五进四之后啊，黑方这个杀法呢是不成立的，红方可以进去啊，这个安稳的很，黑方再想进攻几乎不可能，但是黑方无法防守红方炮七进七，所以这里边呢很有意思啊。红方炮五进四居然是一个解杀还杀的手段，也就是说为老将啊往中路跑通了个道。因此呢，当红方吃车之后，黑方这个时候也下得很妙，就是卒七进一。现在因为红方中炮呢暂时还在这里，所以黑方再继续下卒的话呢是个杀棋。那么这里呢，红方有没有可能直接打掉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打完之后黑方肯定不能吃炮啊，这个车不可能给你保留吧，对不对？黑方肯定是踩掉，那这样是不是意味着黑方这个卒就白白牺牲了？我们知道这个在侧翼突袭的时候呢，这个卒的威力是非常大的啊，这个可以当大子用的，这个卒不是白白吃掉了吗？恰恰相反啊，这个卒的牺牲呢有它巨大的价值。第一个，红方这个七路炮呢，原本在七路啊对黑方形成巨大威胁，但是当它到三路之后呢，反而是个累赘。你现在呢保也不是，不保也不是，你这个炮如果跑掉的话，黑方这个马上马六进八，那你这边如果放弃这个炮呢，你发现没有这个七路炮在这里策应，你光车炮好像对黑方的致命性非常低。于是呢他只能是保住，那保住之后黑方顺势走一个马六进八啊，那这个棋呢双方是非常的纠缠啊，黑方棋势不弱啊，绝对可以下，因为红方对黑方暂时没有致命威胁。那么红方如果不能打兵，那还有什么办法呢？朋友们看到这儿呢可以暂停一下，给红方想想办法，非常有意思啊。红方这个时候下出了非常诡异的一手棋，
居九平3，这个马口现车啊，我们发现这两步啊，如果说咱们没有前面的铺垫，会觉得是两个初学者在下棋啊。好，那这个车陷到马口，那么黑方当然是要吃了，这个不好意思不吃，对吧？吃完之后呢，红方再兵七进一。那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车呢，它没有白白牺牲，它起到了2个目的。第一个呢，我把你这个马逼回去了，那你再跳上来，你无形当中损失了2步棋，对吧？兵贵神速，大家不要小看这2手棋。那么第二个呢，为红方吃马创造了机会。那也就是说，现在盘面上短暂的趋势是红方多子。所以当红方多子呢，红方就有了主动权啊。什么意思呢？他既可以进攻，也可以跟你打持久战，因为他往后拖他不怕呀，他毕竟多子呀，对不对？所以这里呢，红方就掌握了主动。当然了，棋势下到这儿呢，双方就进入到正式决战阶段了。这个基本上大家都没有什么退路，黑方肯定马七进6啊，直接冲了。他这个时候不能再防守了，因为子力已经不够了。好，马七进6之后，红方面临一个巨大的选择。如果刚才所说，红方是有主动权的，那他到底是进攻呢，还是防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王家良号称东北虎，充分体现了他精确的攻杀计算能力。毫不犹豫，直接炮打象啊！这个时候他已经算得非常清楚了。炮打象，黑方补士啊，红方炮5平8。这步棋呢，解杀还杀，非常的精妙啊！如我刚才所说，中炮移开之后呢，黑方暂时没有连杀手段，那么黑方只能补士，红方继续叫将，黑方起将，红方再将，黑方再起将，红方车8平6，依旧是一个绝杀。现在拱士在炮8推2，形成纯炮杀。黑方没有办法，走了一个炮9进2啊。这步棋呢也算是一个解杀还杀。红方如果没有下一步行动呢，黑方是有个炮9平6的啊。我们简单看一下，如果红方在此选择炮8推2坐杀，那么黑方炮9平6将，红方补士，黑方车7退1将，这个次序很重要。红方下帅，黑方马6进7，红方进来马7进6再一吃，黑方反败为胜。所以啊，红方看的是非常清楚啊，在这儿呢，兵7平6，直接把你这个炮引离过来啊，你就不要在这边来将我了。然后红方炮8推2一将，然后红方炮7推2一将，黑的呢炮4进6啊，只有这一招，红方士5进4啊。士5进4之后啊，黑方走了一个卒7平6，红方进帅，黑方再将，红方居然置之不理啊。这个时候呢，我不做精确讲述啊。总而言之啊，红方懒得管这个卒啊，反正你不可能连杀我，那么我这个炮8退2呢，你无力防守啊。因此下到这儿，黑方就果断认负了。好，那么这盘棋呢，简单给大家分析到这里，我们做一下小结。本局的胜负点在哪里呢？本局的胜负点在这儿啊，就是当红方车9平8之后啊，黑方下意识的以为红方这个马呢是跑不了的，所以急急忙忙走了一个车1进1，这个是本局的胜负点啊。黑方肯定应该先吃掉，吃完之后再车1进1啊，这里边呢变化会非常的复杂那么咱们这节课呢不往下叙述，因为咱们这节课主要讲解的是对攻一役的一个下法啊。好，黑方呢并没有走这个，当然也由此给我们带来后面更精彩的盘面啊，这个也是值得说的。那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哪儿呢？当红方马3进1，当红方马3退1之后，黑方无法走到炮7平5，黑方无法走到炮7平9，以至于红方这个马呢，最终换了一个炮啊，它原本只能换个卒，现在能换个炮。大家看到这里面子力价值产生巨大的差异，这个是红方取胜的主要原因啊，这个是双方的主要胜负点。那么关于这节课啊，对于我们主题的阐述呢，我暂时简单跟大家说3点啊，然后在下一节呢，我们再通过2盘棋去深刻体会一下。在对攻一役的格局里面呢，主要把握3点。第一点呢，要准确的评估局面；第二个呢，我们要有精确的计算速度；第三个呢，我们要尽量避免盲点和漏算
暂时先为大家总结这3点啊，在接下来的讲述当中呢，希望大家可以着重去体会一下。好，我们下一节再见。居民朋友们好，前面8讲啊，我们分析了几个大字的使用场景，比如说缺势怕双车，缺象怕炮等等，以及几种常见局面下的处理策略，比如说对峙局面、对攻局面。好，那么接下来呢，或许是我们终局棋理48讲谋士篇当中啊，真正核心的部分，就是象棋的线路分析。我们知道呢，象棋啊有10条横线，9条竖线。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每一条线路都有哪些特点，都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只有充分了解每条线路的作用，我们才能够有更加清晰的方向，对吧？才能够从根本上知道很多理论它背后的原理。比如说，为什么马逢边必亡？为什么马到边线很危险？车呢，在哪个位置它是比较危险的啊？我们讲炮不易轻发，那么它这个炮如果进入敌方阵地，哪些位置是比较好，哪些地方是极其危险的等等。这些呢，我们都要去充分了解每条线的这个特点和价值之后呢，然后才慢慢有一些了解。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解决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有这么多条线路，核心线路是什么？也就是说，最重要的一条线是什么？相信呢，大家很容易可以想到，没错啊，我在这里呢已经摆了一个中炮，就是中路。大部分棋友呢，学棋开始的第一步应该都是从当头炮开始的啊。但是大家可曾想过，为什么从古到今啊，大家最认可的始终都是中炮布局？直到现代几十年呢，才逐渐呈现百花齐放的结果。比如说飞象、仙人指路，或者过宫炮视角炮等等吧。最近几年呢，确实这个大家对布局的选择呢，逐渐的多样化。这个呢是现代布局理论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但是无论我们有其他更多的选择也好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始终还是中炮，对吧？最流行的变化也始终还是中炮。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其实道理也非常的简单。我们知道这个下棋最终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擒王，杀王，对不对？那么王在哪里？王在中路。所以第一步摆一个中炮，就是直接瞄准我们的核心目标。那这个呢是进攻最便捷的途径，这叫进攻效率的最大化。大家一定要记住效率这个词我们来简单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兵那么这个局面呢是很清晰的展现中路的一个重要性的实际矩阵那么红方有3个兵，请问每一个兵到达黑方9宫的步数是几步大家可以适当心算一下首先红方中兵1、2、3、4、5步到达敌方的这个中心位置大家知道一旦拱到这个位置，这盘棋就赢了。那么3路兵有多少呢？其实这个算法也很简单，你只需要考虑往中间平的2步就可以，那也就是7步。那1路兵呢是9步。好，大家乍听一下呢，好像你这个中兵是很快我的边兵呢9步，你中兵5步，那中间差了4步，好像也不是很多。可是大家要知道，一盘棋平均的回合数呢都是在30回合上下很多棋就是20几个回合，甚至还有很多10几个回合的短局。大家想想这4步在每盘棋里面能够占到多大的比重。所以不要说4步了象棋是1步都不能差的，一招不慎那是满盘皆输。所以这个中兵比边兵这个效率高这么多，可想而知中路的重要性。好，我们回过头来看，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呢，中炮一定是最有效率的然后呢，这个当头炮马来跳黑方呢通常要采取守势，那么
一直以来象棋的布局理论呢，都是从这儿开展的。我们简单往下看几步，这个叫过河车、平炮对车，然后兵五进一、急进中兵。我们再往下看啊，我们大致呢点到为止。讲到这儿呢，我们试着再去理解一下啊中路的重要性。这个红方啊，这个中兵啊已经连续冲过去了，以及配合这个马呢，直接就进攻到黑方的阵地啊。这个绝对是进攻效率最快的一种方式，尤其配合了这个过河车啊，这也是急进中兵这一路布局啊，在我们业余界啊，当然也包括专业界，颇受欢迎的一个原因所在。当然了，咱们这节课呢是中局棋理48讲，所以暂时不过多讨论布局阶段的中路进攻手法。那么有关布局的这个棋理课程的后续我们还会继续出。现阶段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急进中兵的课程。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正式开始中局的中路进攻手法。我们先看第一个局例。这一盘棋呢是由辽宁的孟立国对阵广东的蔡富如啊，两位是老前辈，所以他们对局的时间呢是在1960年，迄今已经60多年。那么这盘棋啊，我们先来看，双方是由中炮对屏风马过河车演变而成的。当然这个形式呢，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陌生了，因为当年的布局理论呢完全不像现在那么严谨啊，所以很少出现重复的局面。黑方上一招棋炮7进5直轰底象。大家看到黑方这个车8进8点进来呢，就是为了控制红方飞象。而红方如果想要防守呢，基本上是要跳马或者回马，但是回马呢，大家知道这个窝心马总是不太好。但是如果跳马的话呢，黑方有可能直接轰过来，这个红方也是苦不堪言。因此红方在此没有理由选择防守肯定选择进攻。尤其呢是之前我们反复讲了，老一辈的棋手都是喜攻好杀，攻杀能力极强，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是选择以暴制暴，兵5进1强行冲杀。那么红方强行冲杀，黑方当然也是不甘示弱，对吧？将然后马上炮7平9甩开直接就对攻了。红方这个时候呢处理了一下，走了一个帅5平4这个也是解杀，虽然谈不上杀吧，解除一下黑方的抽子手段。那出帅呢同时也是进攻，这步棋效率是比较高的。黑方呢选择了炮9退2，这步棋风险极大。正常来讲呢，当类道进行这样的一个进攻的时候呢，一般是要补士的我们先来看看补士的变化会怎么样。那么补士之后呢，黑方有一个炮9平6，这个大家要小心。黑方补士不单纯是为了避免你这个杀底士，它还是有多重作用。于是红方要先走一个车4进3避免你平6将我，然后黑方可能只能吃掉，因为这个时候呢，你几乎很难避免他炮8平5打象所以先把这个中兵吃掉，不然的话红方中兵吃下来那也是很致命的。然后红方一将，黑方出将，红方走了一个车8进3，黑的呢炮9平6，红方炮5平6这个棋呢我们知道黑方还是比较麻烦的，下步车8平6怎么办呢？确实不好办，所以黑方在这儿才选择了炮9退2，但是呢这个炮9退2也很危险。孟老先生号称杀象能手，所以这个时候也绝不手软直接炮打象。那么打完象之后，作为黑方来讲，你肯定不能飞的话，这个底士吃掉基本就无险可守了。那么黑方唯一的指望呢，就是把这个车调过来，双车炮在右翼看看能不能搞出花样来。这个呢其实跟我们上节课的主题呢也有一点类似，双方还是对攻，看谁的进攻速度更快。红方呢当然也是胸有成竹直接是杀起来了。
算准了呢，黑方一时半会儿他没有棋。举一个例子来讲，黑方如果一将，红方起来，黑方再一将或再起来，这个时候大家注意，红方有个马3推2采车，所以你不能炮9推2继续将，你可能只能车8平7呢，先勒一手。但这个时候红方平兵一将，棋快一招，黑方呢马3进5，红的前炮平7，这个一将呢直接就将死了。你不能飞象，飞象的话这边杀底士，这边杀，然后呢你也不能跳马，跳马的话呢红方车4平5再一将，你这个就没办法了，你这个是红方这样将死啊。你如果补这个士呢，它有个闷攻杀啊，所以下到这儿呢基本就绝杀了。因此啊，黑方叫将的这个手段是不成立的。但是黑方还得想办法啊，于是走了炮9退2。因为经过计算，黑方明显干不过啊，退炮呢以求缓和一下局势。但是红方杀的兴起，他也不会接受缓和的建议啊，不肯轻易罢休，炮5进2继续躲闪。那么黑方忍无可忍了，这个棋那你要杀我们就杀吧啊！红方平兵叫将，黑的呢马3进5跳出来啊，红方炮5平9继续叫杀，黑方呢马5退4。这里呢，大家可以暂停一下，想一想红方有没有进一步入局的可能性？好，红方呢在此炮9进2一将，黑的马4退2。那如果不回把走将5进1会怎么样呢？将5进1的话，红方有个车4平5一将，黑方只能飞象，红的车5平6。这样的一个过门，它的用意何在呢？在这儿。这里一将，黑方只能再飞象，这个时候红方车6进3强行砍马，一吃一将起来，然后兵5平6形成绝杀。所以黑方将5进1是不成立的只能马4退2。那么马4退2之后红方有一手绝妙手段就是车4进4强行砍士。这步棋实在是太犀利了。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老前辈下棋实在是太精彩了这种棋真的是惊为天人。这个砍士他到底想干什么？好，砍士之后，黑方并没有选择打车因为打车之后呢，红方兵6平5一将，那黑方没办法只能是这个车垫进来了，然后红方再把这个底马一吃。我们发现这个时候有杀对无杀，黑方这个8路车回去之后呢，它形成不了杀棋，而现在红方吃马之后几乎形成绝杀黑方是不行的。那么杀士之后呢，黑方一看只能起来，起来之后红方进车一将，黑的马2进4一垫，红方一将，黑方只能飞象最后一步红的车4平5绝杀。那么这盘棋呢是很经典的双方也算是各攻一役，但是我们看到红方的进攻路线就是中路直接把黑方杀穿，而黑方呢是在红方的右翼形成局部的攻势。那么红方制胜的根源是什么呢？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因为红方在中路以及这个底线当然主要是中路投入的兵力极多，双车双炮以及一个中兵，几乎所有子力都投入战斗那么黑方呢几乎只有双车炮，显然在这个兵力使用上呢还是远远不足的，这个是红方更快一步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往回看一下，更重要的呢应该是红方这步炮打中象，这步棋极其有利。打完中象之后直接把这个黑方中路的防线呢完全击溃好，那么我们就得回头再追溯一个问题那么黑方在此之前犯了什么错误，以至于在这个局面之下已经无力回天了呢？那么我的建议呢是我们回溯到这步棋之前，也就是炮7进5。当黑方选择炮7进5的时候呢，他显然很难完全计算到后面的部署，但是我们事后诸葛亮一下，发现这样的对攻呢，黑方几乎无力所以问题应该是出在这儿那么下到这儿，黑方最理智的下法应该是什么？
黑方最理智的下法呢，就是车一平二，赶紧把这个车炮啊牵住，这样最大程度缓解红方在中路的攻势。因为你这边车炮牵完了之后，你就很难配合中路的攻势了。那红方如果还是要强行冲杀怎么办呢？黑方就可以悠闲的吃掉。你现在不能吃啊，吃的话我炮七平五啊，这边攻势完全瓦解。那你不吃的话，你可以考虑马三进五。那马三进五呢，黑方可以考虑车八退五。这个时候如果说黑方能够准确的评估局势啊，他一定不会选择以暴制暴，而是会选择积极的巩固阵线，主动防守，将局势呢拖入持久战。那么我们综合评估一下黑方目前的结构呢还是比较稳健的。红方在中路投入的兵力呢其实还不够啊，车马炮。而黑方呢这个下二路这个炮啊，对于中路的防守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棋呢黑方还是比较满意的。那咱们这一讲的第一节呢就跟大家简单分析到这儿啊。我们主要看了这个中路进攻的威力何其巨大，以及给防守方呢提供了一些防御中路的思路啊，也就是这种下二路炮啊，或者是占据足陵线等等。那这个呢只是给大家开了一个头啊。那么下一节呢我们会着重讲讲中局阶段中路的攻势，让大家体会不一样的中路进攻手法，以及在接下来几讲我们都会着重分析中路的进攻手法以及防御手段。好，我们下一节再见。棋迷朋友们好，上一讲呢我们讲了中路推土机碾压战术相信大家呢一定对中路的攻势有了一个新的理解。这个中路攻势呢确实很厉害太致命了。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谓的碾压战术它是有一个前提的。什么前提呢？就是你得具备碾压的条件你得有相应的优势做支撑，对吧？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正常情况下双方呢总是一个大致均衡的状态。那么这就要说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今天的主题呢叫做弃子强攻中路。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盘棋。那么这盘棋呢是2016年的象甲联赛上面，执红的呢是黑龙江的刘俊达对阵广东的郑维彤特级大师。那么这盘棋是双方中炮对屏风马，红方显然是一个盘头马算是一个标准的盘头马攻势尤其这个过河车以及配合这个中路马跳到这个位置，那都是非常常见的。那这里黑方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呢，是这个车这个车呢相当于从左侧调到右侧来这个相对来讲呢会比较少见大致呢就这么个态势咱们暂且不做更加深入的分析。我们先来看一下红方这个马五进六跳过去之后，一方面呢最显而易见的吃三路马，对吧？但其实呢还有一招犀利的手段，就是马六进五。这个古语有云叫一马踏双象，其势必英雄。大家可以牢记一下这句话我们来接下来看吧。那么黑方当然首先还是要解决这个马的问题，于是他走了马三进五这里不得不提一下，为什么要马三进五往这个中间来跳？毕竟红方这个里有中炮对吧？你这个威胁很大的，为什么不往回走呢？那是让往回走的话呢，红方可以简简单单的走一个车七平四。这步棋很厉害。下步棋车四进二一抓炮，但是这个抓炮世家它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将来可以马踩中象，因为别住象眼了嘛这个中路黑方确实是顶不住。于是呢黑方在此选择了马三进五那这步棋红方当然是先顺手牵羊捞一个那么黑方呢马五退三。好，那么黑方回马呢也是一个交换，那这里红方就要面临表态第一个呢当然还是你把这个车平回来，还是抓但这里呢我们要注意，黑方呢肯定是不变这个黑方一抓这个换车它是闲，一抓一闲没有问题。那么红方呢这个车七平九呢可能也是闲但不管怎么样吧，
作为红方来讲呢，这个棋还是要想有所作为肯定是不可能不变但是这个时候你如果换掉呢，这个意思也不大，形势缓和了。那你如果不换，你走车7平6行不行呢？我把这个马别死黑方呢有个车3平4，这个把车一换死呢，红方再想进展呢也不是很容易。好，那么前车平7看来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这个换马呢当然也是太平淡了于是实战红方下的非常的强悍，直接马踏象，这个展现出了强烈的求胜欲望好，这个一马踏双象，其势必英雄这句话呢大家耳熟能详，但是我还要强调一次，我们任何一个理论呢都要准确去理解，不能说因为听了这一句以后有马踏双象的机会都要踩，那也不是这样，基本上呢都是要看情况好，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情况到底红方这盘棋他马踏双象是否成功了呢？第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马踏象了之后呢，黑方有没有可能不吃你的马吃你的车这个当然是不行那么一吃炮进1重炮杀，那你还好有个车2平4，但是红方最简单的就这样把这个子捞回来。那这个棋呢卧槽马攻势是非常厉害的，黑方显然不行这个就那么黑方不能吃车那么当然是吃马，红方一将，黑方也只能是落士。好，下到这儿呢，我们才要真正告一段落，来好好评估一下局势。可想而知，红方呢在做出马6进5的选择的时候一定是要就这个盘面进行深入的计算，因为前面几步都是官子基本上不需要有什么计算。好，那么下到这儿呢，我们来看一看红方到底为什么敢弃马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黑方有个中兵，这个中兵大家要重视，如果没有这个中兵这个黑方可能就不行了。而且这个中兵这个位置呢还是不错因为它限制了红方走炮5退2大家知道这个红方虽然是这个位置但这个位置它也叫空心炮，对吧？那空心炮能够往后拉的话呢当然很厉害，但是现在拉不回来。那拉不回来的话，我们要考虑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卒吃掉呢？想了想好像机会不大想把这个卒吃掉还是有点难度。好，那么第一个我们想把炮拉回来的这个思路呢可以暂时告一段落。第二个呢我们要想这个空心炮还有什么作用呢？第二个呢就是黑方这个士补不起来，以至于呢黑方在这个下二路呢是容易出问题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杀法叫做平顶贯，就是在下二路两个车中间一将借助空心炮，这个是个绝杀法，也是很有效的所以这个进攻下二路呢或许是红方值得探讨的一个方向那么第三个呢是当我们控制住下二路之后还可以借助这个炮将来如果在底线较将，它这个作用呢就类似闷攻杀因为黑方呢因为士补不起来有个中炮这个呢也是比较常见。那么第四个呢是如果能够站住内道也是利用黑方不能补士的问题比如两车抢内也能杀到士等等吧。所以这个空心炮当然是很厉害了，咱们这套课程接下来几讲一直讲的是这个中路进攻还是会重点讲讲空心炮那么这盘棋呢咱们略微提及一下。好，那么这盘棋呢如果说我们以上的分析成立的话，那么红方应该考虑怎么样把下二路占一下，对吧？占完之后不是有好多什么平顶贯闷攻杀等等之类的棋吗？所以这个时候红方选择了车9平6这个车9平6就很符合我们刚才说的，他下步准备车6进2抓炮把你这个下二路一占，这个黑方好像还有点问题。但是呢这个站内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这个时候同样的为什么你不走车9平4呢？这个又值得探讨了，对吧？平4的作用似乎也不错而且你刚才讲到这个内道，我如果两个车平在这边吃士，那我在这边他有一个车一个马守着士，你不是更没有机会吗？听上去呢很有道理，
但实际上这步棋不太好，为什么呢？黑方有一个马三进四，那这里呢我们就不能光替红方想了，我们还得替黑方想一想。那么作为黑方来讲，他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第一件当然是要驱赶红方的中炮，对吧？把你这个中炮干掉，那这不就把威胁全部解除了吗？所以有个先手。那么先手呢，红方车四平六倒也是没有问题，但是黑方顺势呢有个马四进三，那么红方车九平七，黑方卒三进一过啊。那这个棋呢，我们看黑方呢抢了几步先手，这几步先手还是比较大的啊。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呢是限制了红方炮六平五的棋，以至于接下来黑方就有进车抓炮或者退车抓炮的手段，对你这个中炮啊直接就能形成威胁啊。所以这个棋呢，红方显然不愿意让黑方这个马跳出来，所以走了车九平六啊。这步棋是好棋，但这里呢又有一个问题，那你平四我马三进四，那你平六为什么我就不走马七进六呢？黑方如果这个时候走马七进六呢，红方有不同的手段，他就未必会车六平四，而是会走一个炮五平一。这步棋大家值得好好体会一下。原来啊，红方这个进攻呢，他也未必一定要靠空心炮。这个炮拉边之后呢，下一步有炮六平五交将的棋，直接把黑方这个左翼啊打得空空的啊，黑方这个时候就很难办。好，那么现在假设一下啊，红方一甩之后呢，你不是要进攻我的薄弱的左侧吗？那我就把这个车调过来，怎么样啊？事实上呢是不行的，因为你平车之后呢，红方这个时候再走一个车六平四啊，那你肯定马踩兵咯，红方下第一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能垫了，垫的话我有个吃士，对吧？那你只能补士，然后红方走一个炮六平二。这是个叫杀，很厉害啊！黑方只能抛弃平八。那这个时候红方车九平四再一拉过来，这棋几乎就要绝杀了。你补士我一吃啊，这个可以说神仙难挡。好，所以马七进六啊，大家发现重要问题在于呢，把这个左侧啊腾空了，非常的危险。所以实战呢，黑方选择了炮七平一啊，这步棋我们先看一下。打车，红方当然只能平车，然后黑方卒三进一。那么黑方这两步呢，倒是展现了高手的风范。他看到啊，红方确实有攻势，而且呢，进攻思路也很多啊。你有什么点下二路啊，你有什么甩炮啊，等等等等。那么既然如此呢，黑方也想得很明白了啊，倒不如让你选择啊，你想怎么进攻就怎么进攻。我这边呢，还是要静观其变。同时呢，我避免你车六进二直接抓我炮的先手，我的炮现在有根了。好，那么充足之后呢，红方选择了炮九平二。当然这里我们提一下，你这个时候显然是不能吃卒的，吃卒它有个炮一平三啊。那你吃马的话呢，他这一打把车给抽了。那你如果不吃马，你躲车呢，这边直接打象啊，黑方说不定比红的还快啊，所以不可能吃。实战红方走了炮六平二，这步棋呢也是有多重考虑的啊。这个一方面呢是准备车六进二啊，将来说不定有车六平三做杀的棋，这边将来浮有底线闷攻的手段。另一个呢是可以让另一个呢可以走车七平四啊，把这个车呢路给让出来。那么黑方在这儿呢选择了马三进二强行反击。从这个思路我们看到啊，黑方的防守思路呢十分明确，就是对攻。他不是单纯的防守，他是打防守反击。那么反击呢，我们也要找对方向，对不对？那么黑方选定的方向呢就是红方七路线。好，马三进二一踩车，那么红方车六进二如我们刚才一直分析的点击下二路绝对是最有利的手段，没有问题。黑方炮一平三打车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黑方之前炮打车啊，还是做了深远的一个谋划啊。红方还是不能吃兵，于是走了一个车七平四啊。那么黑方当然是打象了，红方一补士啊。看上去呢，双方这个大战啊一触即发，红方的这个有个空心炮啊，下二路都是很凶的。
那么黑方呢准备往红方的底线去打。正当我们认为双方打起来的时候呢，黑方又在这里走了一个车3进1，这个才是黑方真正的意图。黑方呢想得很明白这个棋真的要对攻呢，其实也是攻不过的这个时候呢就走了一步攻守兼备借这个炮打象之后留出了一个车3进1换车的手段这个换车手段才是真正让红方郁闷的。红方呢很头疼第一个他现在肯定不能退，当他退完了以后这个下2路一旦被黑方守住，那红方想要再进攻那就费了牛劲了可能就杀不过黑棋了，所以不能退。但是呢换了呢也很尴尬，现在毕竟少子对吧，前面我们也讲过这个多子求简化，黑方多个子，红方就眼睁睁的看着这个最有威力的车要换掉，那也很难受但是没办法，只能交换。那么这个交换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攻势锐减几乎可以说攻势减少了 90% 以上。好，那么接下来呢基本上是黑方的一个表演时间，黑方呢马2进4往前一冲，然后红方当然这个闷攻呢还是有杀的，黑方挡住，红方走了一个炮5平2，这个也算是红方最后的一个手段吧，黑方置之不理走了一个炮3平1。那么红方这样这个单车滑炮呢似乎也没有太明显的手段，于是走了士5进4，黑方在这里凑了一点时间，然后走了一个车3进1，这就是准备在红方的左翼形成车马炮兵4子连攻了。那么我们在这儿呢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黑方呢始终保持了多子的优势，而且攻势上好像已经比红方要强了，红方现在只有单车滑炮了这个显然是后继乏力。那么最后呢双方是进入读秒战电光火石之下呢，黑方终究是技高一筹获得了胜利。那之后的棋呢咱们就暂且不做评价。好，那么本节课的主题呢是中路的弃子强攻。那么问题来了我们一开始说的红方呢是一马踏双象，骑士必英雄，那么本局好像是没有英雄起来那么到底这个马踩象在本局是不是成立的因为从一开始看呢，我们总觉得红方还是很凶的，对不对？那到底红方有没有错过良机呢？还真有。这个棋我们综合来看呢，其实红方的机会要远远大于黑方。那么红方最大的机会在哪儿呢？在这儿当红方点住下2路，然后有一个随时有闷攻的一个炮这里中炮留住，这个时候呢是红方最好的机会。这个时候红方应该果断开杀，车路平3实战的车7平4呢稍显软弱，车路平3是个杀那么黑方肯定是马7进8了这个不用说。那这里呢很关键，红方这个时候呢有一步直接开炮，这步棋无比精妙。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是你开炮，黑方难道不能打你车吗？但是不行的，打车之后红方中间只要轻轻的一将，这个天地炮攻势黑方呢就无险可守了。你现在补这个士，人家下底一将闷攻，那你如果说补这个士呢，人家这个将铁门栓所以这个就僵死了。因此黑方不能打车。那么黑方一旦不能打车呢，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跟刚才的这个实战相比大家可以回味一下。实战呢，黑方是把这个车换完了之后还有一个沉底炮的攻势，红方这边也是车双炮这么一个结构。但是现在呢，黑方既没有打到底象，红方还有一个车摆在这里，随时可以参战。相当于呢，红方现在有双车双炮联合主攻，那比实战这个效果显然不是高出一点半点。而且黑方这个3路车实战是换掉的，现在这个3路车暂时派不上什么用场，那就相当于平白让红方白多了一个车参加战斗。那大家想想，这个棋显然是天壤之别
好，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那现在红方准备炮二平五杀棋，那怎么办呢？黑方有可能走马二进四啊，不能让你将到。但这个时候呢，红方就可以率先启动了啊，率先开杀了。一将补士，一将落士，然后把这个兵一扫，这个欲取欲求，然后走一个车骑平四。哎，好，那么相当于是双车炮啊，这个联合主攻。黑方想防守呢，基本不可能，那就看看对攻有没有机会啊。打出来，红方补士啊，黑方炮三平一。那么红方这个时候呢，相信咱们棋友们呢已经心算到了杀法啊。我简单给大家摆一下。好，很快的啊，我们来锁定一下，这个也算是经典的一个双车错的一个杀法啊。那讲到这儿呢，我们基本上可以对本局做一个结论。本局呢，这个一马踏双象啊，果然是威猛啊，确实是算得上是英雄所为。所以红方的这个马踩双象的思路呢，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完全值得我们借鉴啊，尤其是后面红方具体的这个进攻手法呢，也是值得咱们学习的。当然最后我们也不能完全以结果来论英雄，咱们也得看过程，对吧？好，那么我们暂时就可以给出一个结论啊，一马踏双象呢，确实在很多时候啊都是非常有利的手段这个呢也是给大家推荐的一路中路进攻的杀法啊。好，那么这一节呢，我们暂时先讲到这儿下一节呢，我们还会推荐几种在中路进行弃子强攻的一些手法我们下一节再见。棋迷朋友们好我们接着来看中路的进攻那么这一讲我们讲什么呢？我们先从一盘棋开始这盘棋呢是1962年6月1号，黑龙江的王家良对辽宁的孟立国。这个之前课程也介绍过，两位都是攻杀见长的猛将，想必这盘棋呢也一定会非常的精彩我们先来客观的评估一下当前的局势。那么当前呢，黑方是在之前炮打了一个中兵，然后呢把象飞起来，红方呢是出了个帅。那么这个棋呢，可以想见的呢是双方一定是在中路以及内道会做一些文章尤其是红方可能作为进攻方会有这方面的考虑那么双方物质上呢大致是这样比较清楚，但是位置上呢，我们看到红方整体上呢还是处于攻势，尤其是红方两个马呢比黑方两个马还是要灵活一点那么黑方在右翼大家注意右翼呢看上去还是比较空虚的因为只有一个马，尤其他现在补的还是花式象。好，那么位置上呢，我们看到应该是红方比较通畅，而且空间优势呢是有一点的所以红方还是占据主动。但是这个棋呢，红方既然占据主动，他一定要考虑怎么样进攻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进攻呢，就得看哪里是突破口那我们来想一想哪里是突破口。那实战呢，红方是走了什么呢？红方走了一步非常强悍的手段，就是马踩边卒。这步棋有点冷有点冷招的意思。好，那么为什么好端端的他可以马踩边卒把这个马弃给人家呢那这个呢就说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抢中兵战术。这个前两课呢大家一定还是有些概念比如说上一课我们讲到了叫做一马踏双象，骑士必英雄这个弃子强攻。那么重点呢可能在盯着对方的这个象那么第一讲呢讲的是中路碾压完全是平推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么我们看到其核心呢就在于如何削弱对方在中路的防守，对吧？
那么在对方的防守过程当中呢，中卒也就是中兵啊，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一个保护作用啊。所以围绕着这个中兵呢，双方通常会大做文章啊。这里边当然是有很多精彩的战术啊会使用到啊。那么这一讲呢，我们就专门讲讲，怎么样进攻对方的这个中卒，以达到最终在中路突破的一个目的啊。那么这步棋呢就很清楚了，他就是盯着对方这个中卒。为什么呢？现在踩兵之后啊，黑方如果说吃掉，那么红方有一个炮5进4，这个中炮当然很厉害了，配合这个内斗啊，它是个铁门栓杀棋，那么黑方当然是只能出将。那这个时候呢，红方可以考虑先过个门啊，然后再打掉。这个过门有什么意思呢？下步一将，你一飞象，我一甩炮，又是个重炮杀，是吧？那这个车呢，他就不用离开了啊。那么这个棋呢，我们看啊，黑方这个右翼啊，实在是太过于空虚，风险是非常大的。那现在如果说为了避免他下底一叫将啊，这个有点挡不住，那么飞象一挡的话呢，红方又有一个炮6平5啊，你这个飞象挡完之后，你的中路不是薄弱了吗？那我继续攻进的中路，那这个棋黑方是苦不堪言啊，这个非常的麻烦。因此啊，红方这个踩边卒之后呢，黑方似乎还不敢应战啊，不敢吃，那怎么办呢？黑方这个时候走了一个卒7进1啊，先打一下啊。那这里边呢，如果刚才大家在评估的时候，应该可以看到啊，黑方这步冲卒呢，绝对是一个先手啊。那么红方当然是先躲开了。然后呢，黑方想了想，还是不敢吃马啊，还是像刚才这样啊，你多冲了一步7卒呢，还是解不了燃眉之急。那怎么办呢？于是黑方选择了炮打士啊，这步棋呢，应该说是体现了黑方的一个功力啊。如果是直接踩掉的话，被红方一打2打呢，这个棋基本上回天乏术啊，下起来非常的艰难。于是呢，黑方准备浑水摸鱼啊。这个时候他也想得很明白，光靠死守呢是不行的。那么打士之后，红方呢就面临选择了啊。第一种呢，当然很直观的，我先吃个马再说呀，对不对？那我怕你什么呢？那黑方可能的手段呢是炮5平7，这是个杀棋啊。这一将你起来，炮再一将，你再起来，车8平6一杀，所以这是个杀棋啊。那么红方基本上会进帅啊，然后呢，黑方这个棋卒过来啊，红方呢这里倒是有一个好棋，炮6平8啊。那么我们客观的去讲啊，这个棋呢，红方还是厉害的啊，毕竟第一个多个子啊，第二个呢，我这边炮6平8之后啊，下面还有叫将啊，对黑方的攻势呢也没有衰减，所以客观来看呢，红方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呢，红方在实战过程当中啊，并没有选择他觉得这样下呢，虽然说还不错啊，但是似乎没有必要给你这样的机会啊。他很简单啊，直接给吃掉了，也不得子啊，补士呢比较稳健。好，那么吃掉之后，黑方当然是赶紧吃掉啊，这样的话你就没有炮打中卒了。然后红方很稳当啊，直接吃掉了。那么黑方炮8退3，红方车4平5啊。下到这儿呢，我们就需要对这个局势呢进行一个客观的评估了啊，因为下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地方。那么可想而知，当时啊，红方在做选择的时候啊，也就是说到底是吃马还是吃炮的时候呢，他一定是算到了这个局面，对吧？你不然的话，你怎么做出选择呢？由此可知，红方对这个局面呢，应该还是比较满意的啊。但是红方的这个判断是否准确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确的。为什么呢？第一个，红方无论如何，他还是吃到了梦寐以求的这个中卒啊，无论是车吃还是炮打，那至少中路呢，他的攻势会加强，黑方的防守已经薄弱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呢，黑方的2个马其实问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当红方这个3卒过去之后这个马呢基本上你就跳不出来了发挥不了作用。那这个马呢
有可能能往前跳啊，但是反而也容易受到威胁，因为下铺如果被红方车5平七一吃，这个马就丢了，是不是？所以两个马有问题啊。红方呢在此无论如何，他积累了2个兵的优势啊，那么对于之后的这个战斗啊，无论是进入到残局也好，还是接下来的这个选择也好呢，都能够有主动权啊。所以总体来看呢，红方虽然说在这个地方缺了个士啊，但是只要没有威胁，那缺士呢也问题不大。所以红方的整体判断呢还是准确的，这个棋显然红方优势是比较大的啊，没有问题。那么黑方呢选择了车8平3啊，这个时候呢，从中可以看到啊，黑方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味。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正常来讲啊，这个棋黑方总归要先把它将回去啊，将回去你再吃，那总归强点，至少不会让他马上车5平4继续对你做杀啊。但是这样呢，红方也还不错啊，红方可以考虑冲兵啊，那么逼你马1进3之后呢，我再车5平7一吃，那你肯定是只能马3进5了啊。你如果硬的话，这个很危险。那么红方呢就欣然接受换子。那这个棋呢，红方多2个大兵啊，大体上呢也是胜势，当然战线呢可能会比实战长很多。好，黑方肯定是应该先将一下啊，但是黑方这个时候呢非常草率，直接就杀兵了。那这个时候红方一叫杀，黑方就有点麻烦了啊，这个叫杀怎么办？应不出来了。黑方出将啊，红方这个时候马上马3进4啊，直接就追杀进去了。这个黑方受不了啊，这边吃象那都是无谓的抵抗了。黑方一将啊进来，然后黑方赶紧再进去啊，不然一将抽车了。那么红方这个时候顺势在一个杀兵啊，这边要吃象，你又不能出来马4进6就杀掉了。于是马1退2啊，红方车7进3，然后黑的马2退4，这一块真的是兵败如山倒啊。红方马4进6继续催杀，黑方车6平4，红方马6进5拆象啊。这一段呢应该说红方是一气呵成啊。好，那么回顾本局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双方的胜负点在哪儿呢？双方的胜负点就是一开始红方这个马8进9是一个非常精准的切入口，直接把黑方的防线呢全部摧毁掉了啊。后来呢，黑方是浑水摸鱼啊，当然红方下的是非常老练不是这里啊，是这里。黑方呢是这里浑水摸鱼，当然红方呢下的非常老练，非常稳健啊，不给黑方丝毫的机会。然后很顺利的呢就把握了局势，然后最终走向胜利啊。那么这一局棋呢就给大家清晰的展示了中路的攻势呢确实非常的强大然后对于中卒进攻方是要格外注意往往是一个突破口。那么对于防守方当然也是一个着重要保护的点了好，那么这局棋呢，大家稍微建立一点进攻中卒的一个概念就抢中卒战术的一个概念会对接下来的这个中路突破呢有一些更好的帮助好，我们接着来看第2盘棋。好，第2盘棋呢是1992年盈利杯上面黑方的赵国荣对江苏的徐天红，两位都是全国冠军那么为什么讲这盘棋呢？因为前面几讲包括上一局棋，大家看到双方杀的都非常的激烈。那么这个呢，容易给大家一个错觉，好像中路的进攻那就是盘头马，就是要强行冲杀或者弃子如何如何。那么我呢，不希望给大家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个中路进攻呢，可以是非常强悍的，也可以是非常温柔的，是吧？也可以是细水长流的总而言之吧，这个风格呢肯定是多变的那我们来看看这局棋这局棋呢相对来讲大家看起来呢就比较舒服了比较温和一点。那么这局棋跟抢中兵有什么关联呢我们就接着往下看我们先来评估一下这个局势总的来讲呢，双方的阵型呢还是比较公稳尤其黑方，大家知道黑方的阵型呢还是不错虽然整体呢有点被压抑但是毕竟没什么大问题嘛，对不对？那红方呢当然也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整体上呢还是处于压制的状态，所以
尤其这边七路啊，七路还是占了点小便宜。总的来讲，肯定是红方要优势一点。那黑方呢就得想办法啊，要么就是显化局势，下盘和棋。这个呢是黑方比较理性的选择。好，黑方走棋，黑方会走什么呢？黑方呢选择了一个车4进2，这步棋呢准备是简化，看上去呢当然也是不错啊。你这个炮如果跑开，我们这个象5进3把你这个兵一飞，那这个物质上就差不多了。那这盘棋基本上双方极有可能握手言和了。但是细看之下呢，这步棋其实是有点问题的啊。什么问题呢？因为红方有一个兵7平8啊，这步棋呢，相信很多棋友啊都能够看出来。这是个双抓，这边呢炮打炮，这边呢马7退6有个采车啊。那么类似局面下呢，这种棋还是比较常见的。看上去呢，黑方还是有点尴尬啊。那黑方这个车当然是要先跑掉了，黑方走了一个退1，然后红方吃个子，黑方呢杀个兵啊。下到这儿呢，相信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吧？这个执黑棋的是咱们大名鼎鼎的徐特大，这怎么可能就会犯下这种低级的失误呢？这个走了2步就少个子啊，这个有点匪夷所思啊。大家要知道啊，黑方本可以不弃这个子，为什么呢？假如黑方在此时面对红方双抓的时候，他其实可以考虑车4退2，对吧？那你打炮我吃马，其实也不丢子，这个很简单。但是为什么徐特大还是要选择弃掉这个子呢？主要原因呢是徐特大设计了一个先弃后取的战术。这个时候抓炮，那么你这个炮呢，第一改，当然是躲开了，对不对？那么躲开之后呢，黑方可以车4进2一抓马。那么红方车9平7保的时候呢，黑方顺势再来一个车2退1啊，这一下双龙戏珠就把这个马呢给吃回去了。那吃回去之后，这个棋一简化，基本上呢就是和棋。而且啊，红方这个炮呢好像还有点小危险啊，在这个位置啊，大问题没有，小问题好像有一点。好，那么红方炮8平9不能走，那他有可能会考虑什么呢？炮8平5，对吧？就算我弃回去了，但是我好歹捞个象啊，好像还不错啊。但是黑方一飞啊，红的你车9平7一保，他车2退1啊。下步棋呢准备车4进2。那红方如果车4退2呢，黑方有一步妙手啊，妙手象5进3啊，那你吃象，然后车4进2一勒。红方车4平7这样强行保住之后呢，黑方有一个马3退4啊，下步棋呢炮6平3打双车，那你这个马呢无论跳哪都会被吃掉，所以这样一来的话，红方反而要丢子啊，黑方这个时候计谋呢就得逞了。所以啊，这个黑方的算计呢是很深的啊，你无论是炮走躲开还是打象，你这个马呢将来都会面临一定的危险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到啊，徐特大果然还是老谋深算。但是呢，这个象棋啊就是这么玄妙啊。我们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黑方算的再深啊，红方呢算的更深。这个时候啊，红方想得很明白啊，这个炮呢是不能要了。如何获取最大的利益啊？红方呢看到了一步非常精巧的棋啊，其实也很简单，车4平5直接杀卒。这红方啊，看到了啊，黑方呢这个马虽然是保着这个中卒，但是这个马呢变相的是别住了红方的7路马啊。这样红方7路马暂时吃不到车，但是我如果吃卒之后，你如果吃我的话，那我就能吃你的车了啊。那这样的话，黑方有可能这个子都得不回去啊。所以这种形势下呢，大家注意啊，是一个局部的棋形啊，红方是可以强行杀中卒的啊。这个又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抢中卒战术。这个战术呢也比较的常见啊，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就是在黑方这个车啊，在这种位置啊，或者在2路也有可能吧。总而言之，这个马呢是有可能踩到的位置，那么这个时候是容易吃到中卒的。可想而知，黑方的整个谋划呢，或许是忽略了红方吃卒的手段
那么吃了卒之后呢，黑方当然不能吃啊。那么黑方当然先把这个炮吃掉，然后红方顺势再把这个兵一扫，哎，一下子呢就把2个卒给扫了。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更加重要的是卒陵线扫通之后啊，这个马就安全了啊。将来这个车9平7再一保，这个2个车保着，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基本上呢，走到这儿啊，红方已经确立了比较大的残局优势，多2个兵啊，位置呢也不错。那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几步啊。黑方呢赶紧车4进3抬起来啊，红方车1平3，哎，这步棋呢也很老练，怕他一抓呀，怕他威胁你的马。然后黑方车2进2，红方车9平7，黑方一换啊，红方很老练，马3进2啊，通过这样换呢，这个等于是抢了2步先手。然后黑方马3进5跳出来，红方马3退5给他缠住啊。这个时候呢，红方多2个兵啊，所以他也乐于简化。黑的炮6平7啊，先把这个炮躲开，红的马5退3。黑方呢车2平3啊，又继续交换。好，下到这儿啊。那么下到这儿呢，我们就不往下讲了。双方呢经过剧烈的交换吧。黑方呢是想和啊，下到这儿黑方马炮卒，红方呢是双马3个兵，这边一个对头兵呢大概率将来是要交换掉的啊。看双方的进展吧啊。总而言之呢，这个棋下到这儿，红方是处于了绝对主动的阶段啊，赢棋的概率呢还是比较大啊，所以最终呢红方是取得了胜利。那么回顾本局啊，红方取胜的关键一招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这步车4平5了，对吧？当然就是这步车4平5啊。这个讲了，双方其实是在比较谋划的深度啊。那显然红方在这块呢比黑方计算的更加精确啊。那么这2步一杀呢，直接将局势导入了非常主动的境地啊。那显然黑方的整个谋划呢就是有问题的了。所以本局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中路进攻，对吧？抢中兵战术呢，它是一种进攻手段啊，但是大家千万别觉得这个抢中兵战术就是强行进攻，哎，咱们不能忽略啊，抢中兵战术本身啊，它是一个谋兵的一个战术，对吧？它吃兵，它积累物质力量。这个呢，其实抢中兵战术它的一个本质性的东西啊，它未必完全就是削弱黑方的防守，然后去进攻。它有时候它就是吃掉你的中兵，然后积累物质力量啊。这个目的呢也是非常明确而且非常重要的啊。所以通过这一局棋呢，希望大家理解这一点啊，千万不要把中路进攻这件事儿呢给它太局限了啊，好像就非要强行进攻不可啊。它有时候呢，它就是一个积累物质力量的一个手段而已，好吧？那么咱们这一节呢讲到这儿，然后下一节呢，我们的抢中兵战术啊，会给大家讲非常有趣的一盘棋啊，我们从中要破解重重的谜题，去体会临场双方的心态。哎，我们下一节再见。什么时候才能弃空头？赵欣欣特级大师告诉你答案。棋迷朋友们好，这一讲呢，我们要讲一个我认为是象棋理论当中呢最有名的一个棋型，那就是空头炮。那空头炮呢也叫空心炮，那这里呢我先提及一下，因为在接下来的讲述当中呢，我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会用到这2个不同的名称。那为什么我认为空头炮是最有名的呢？因为我相信许多棋友在一开始学棋的时候，最先接触到的有可能就是空头炮。哎，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大部分棋友肯定是以当头炮学起来的，对吧？那当头炮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其实它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当黑方如果不加以理会的时候，比如说他挺个兵那这个时候红方是可以炮5进4打过去，那这个时候呢就形成了空头炮，对吧？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学棋的时候，大概率就会接触到空头炮的概念。那么以至于呢，我们在后手应对的时候，别人总是要告诉我们这个时候不能让人家打过来形成空头炮因为空头炮很厉害，所以你要跳马，那有可能形成屏风马，或者呢反攻马。
甚至于顺炮啊，都是有可能的。总而言之，不能让对方轻易的形成空头炮啊。那我相信很多棋友这个概念呢，应该是非常之深的。可是呢，象棋啊，有时候就是这么有意思。我们在很多顶尖高手的实战当中，居然又可以看到很多高手啊，主动的弃给人家空头啊。那这里呢，我们很多棋友可能就会犯难了，为什么又会出现这种情况吗？不是说不能给对手走成空头炮吗？那么我们就接下来看一下啊。好，我们先来看第一局啊。这局棋呢是1960年的个人赛上面，来自浙江的刘义慈啊，先手对阵上海的胡荣华。好，这盘棋呢应该说交战的也是非常之早。那么我们先来审视一下这个盘面。这个棋呢，红方是采取了一个先弃后取的策略啊。那这里我们看到，红方一摆中炮之后呢，黑方这个中马呢肯定是会被吃回来的啊。那么按照我们刚才的理论来说啊，下一步他如果打过来，他不就形成空头炮了吗？那么作为黑方来讲，很自然的应对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补后中路，对吧？我们先把象飞起来。那么你打完之后呢，我补个士啊，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避免你形成空头炮了，对吧？这个呢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应对方案，而且啊，下到这儿我们看上去呢，好像还是不错的。虽然呢红方有个中炮，但是我士象补起来阵型也比较工整。然后呢，你多个中兵，我也有个三路卒，这个三路卒丝毫不比你中兵差多少，因为我接下来马上可以过河，对吧？然后我两个车虽然没动，你两个车呢也不怎么样，对吧？你只是出了一个车啊，所以这里呢看上去啊双方还是差不多啊。但是这里呢黑方啊明察秋毫，黑方发现呢虽然看上去差不多，但实际上红方接下来啊有一步非常厉害的手段，就是炮二进七。这个呢是强制形成了一个天地炮的攻势，这步棋非常的严厉。那么它严厉在哪儿呢？假设黑方此时置之不理啊，我先出个车，对吧？下一步我准备车二进三抓炮啊，想的呢是很好，但这里面就会有问题。红方啊马上就会有一个车二进八，这个是天地炮经典的一个公式。天地炮等于是把你士象权全部拉住了，那这个时候我在进攻你的中路啊，黑方应对起来呢就比较困难，那这里没办法。黑方只能车二进一保住，然后呢，红方是得理不饶人，车九进二啊，顺势呢把车一抬。这步棋准备干什么？准备车九平四，内道催杀啊，这个也是非常的厉害了。我们讲啊，这个出车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先手出车，对吧？我一上来之后，我马上有一个先手做杀的棋，那这个是很舒服的。对吧？那么黑方呢没有办法，苦不堪言，他又不能让你走到车九平四，于是有可能他又要炮二进二挡住啊，那完全是落于后手。然后红方呢又继续得理不饶人，他可能还有一个马三退五，这一记回马金枪啊，我们之前学过这个窝心马如何，但是我们要掌握啊，窝心马它马上它能够发挥作用的，它只是一个调形的手段啊，所以它没有什么问题。他准备干什么呢？下一步马五进六踩炮，你这个炮赶开之后，我车不就能过来了吗？啊，那么这样一来的话，红方双车马双炮全部投入战斗啊，那么黑方应付起来呢是比较麻烦。好，我们简单看了一下啊，黑方飞象之后呢，好像容易收工，于是呢，黑方在这里就选择了车一平二啊，直接把空头炮弃给你了。那这里呢，我们就生出了一个疑问，刚才这个形势啊，你再怎么样，只是说红方有点攻势，但是呢，你车一平二直接把这个空头炮给人家算怎么回事？我们一开始就知道啊，这个不能给对手空头炮，对吧？那你这个时候仅仅是怕遭受一点进攻啊，你就把空头弃给人家了，是不是不理智的行为呢？好。相信呢大家都有这个疑问，但是呢我们转念一想啊，1960年啊正是我们胡荣华老师横空出世，想必他对于这些道理呢不可能不知道，对吧？
所以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步弃空头有可能是他刻意为之啊。那我们就要来看了，如果说红方炮打马形成空头，黑方有什么手段呢？啊，黑方很简单，车2进3抓炮。这个一抓啊，红方稍微有点尴尬。这个第一杆呢是炮5退2啊，这个我们知道，空头炮呢最理想的状态肯定是退到这个位置啊，因为这个位置呢有兵保着，对吧？而且呢能够充分扯开空间啊，利于其他子弟来配合。但是啊，这个时候如果退这儿的话就有问题，黑方有一个卒3进1，过河。那这个一过呢，配合这个2路炮呢，它就是一个交换，对吧？那么红方呢是换也不是，不换也不是。由此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黑方之所以敢弃空头，其理论依据呢，就是因为在红方的巡河一线呢，能够组织起这样的一个堡垒啊，这个炮在这个位置能够促使你交换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啊。好，那么红方在这里看到啊，如果说退2你会过兵，那我退1行不行呢？退1也不行。退1呢，黑方恰好又有一个马1进3，这个也很头疼。这个马1进3一踩，你若再退1呢，它还是冲兵，也就是说黑方这个炮卒的联合顶住了你的巡河一线，然后他的边马呢又制止了你炮在这个位置啊，然后车再把你这个位置一抢货，红方炮啊这3个位置都待不住啊，那也就是说红方的空头炮呢它没有办法立住啊，你如果进1啊，我马3进5再一提，你这个炮基本上就被换掉了，那肯定就吃亏了。好，那么当黑方一抓的时候，你红方这个退哪儿呢？基本都立不住，那怎么办呢？我们还是有点办法。什么办法？在空头炮的这个战术当中呢，作为进攻方通常还有一个杀手锏是什么呢？就是利用这个炮啊，对这个炮呢起到保护。于是红方有一个马3退5，这招棋呢也是非常的犀利。这个回马之后呢，如果说黑方吃炮，那么红方呢正好有个炮2平5拉住，那么你这个车呢就被拉死了。那通常情况下呢，你这个车可能要往后退，你总不能被我白吃，对不对？然后红方赶紧吃掉，黑方一吃，红方一抓炮，黑方呢卒3进1啊，把这个炮先保住，然后红方车2进6啊，这步棋呢是为了防止你炮4平2打车，你打的话我可以车2平8。那么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一车换2的一个结构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之前提到一车换2的一些类似的棋形。那么这个棋形呢，我们可以看到黑方的子力出动啊比较缓慢啊，而且它的2路炮呢会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啊，这里显然就会比较吃亏。好，那么我们看到红方退马之后呢，黑方好像还不能吃炮，那么是否就意味着这个炮就立住了呢？再接着看，黑方呢恰好又有一步车9平8，牵住你的车炮啊，我下步准备吃你。但是红方呢又恰好有一个闪击手段啊，这里双方下的都是非常的精妙啊。闪击，黑方一交换，红方打掉。好，那么交换完之后呢，乍看之下啊，红方的中炮呢好像立住了啊。那立住了之后，是否就意味着黑方的这个整个战术构想失败了呢？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啊。虽然啊红方这个中炮立住了，但是呢我们看到黑方呢也有一些利用的手段可以抢一些先手，比如说这步马1退3啊，那你这个炮呢没有地方去，你如果竖着走呢，黑方马上就退车抓炮，那还是跟刚才一样，你这个炮呢就容易受到攻击，你不能退2，你只能退1，退1人家马跳上来，将来还要踩你，对吧？这个又很头疼。所以啊他不会竖着走啊，他可能只能炮8平7，然后呢黑方马3进4，这个马3进4啊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啊，就是想办法利用你这个窝心马的弱点走出一点棋来。那么就相当于呢黑方有一个空头炮啊，这是黑方的弱势，但是红方呢有一个窝心马啊，这同样也是红方的问题所在。那也就是说双方
是一个互相伤害的格局啊，很有意思。那么黑方跳马之后，红方会如何处置啊？红方这个时候首先要考虑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样让我这个车发挥作用，对不对？那么车要发挥作用，它无非2个方向。第一个呢，车9平8啊，车9平8抓你的炮，这个很直接啊，没有问题。然后呢，黑方有一个巧手，就是马4进3，利用你窝心马的问题啊，催杀。那你这个窝心马，你跑到哪儿都不能防止他马3进4视角啊，对吧？那你只能打掉，然后他吃过来。那这个时候呢，红方可以飞个象啊，飞个象呢吃你这个卒。那黑方呢，当然可以退车抓你的炮，对吧？那你如果飞了交换了，黑方肯定还要占优一点，因为你毕竟是个窝心马。那你如果退的话呢，黑方可以考虑炮4进4。别住你这个象眼。那这步棋的目的是什么呢？暂时啊，把你这个车封在里面，你无论你走哪儿，我都可以保住你出不来。而且黑方这个车过来之后呢，还有个好处，他下步车3进1抓炮，那你这个中炮就立不住了，因为你不能退役，你只能进役，将来他随时可以车3平5把你这个炮赶开。也就是说，下到这儿呢，红方的空心炮啊，由于没有后续子力的配合啊，你的车马被封住，所以发挥不了作用，而且有可能被赶掉啊。那么这样一来呢，黑方就比较满意了。好，刚才讲了，红方呢有2种出车方式，那么车9平8呢有可能会被封死，那怎么办呢？另一个就是车9进2，车9进2之后啊，下步棋准备车9平4，然后呢车4进5抓你的炮，然后呢利用空心炮呢进行一些抽子啊，这个是非常直观的一个利用空头炮的一个攻法啊，这个大家也可以细细体会一下，也是需要了解的。好，那么红方上车之后呢，黑方当然就不能再跳马了，因为你跳过来之后也不是先手。但是啊，黑方当然也有一些好棋啊，车8退4，这步棋呢也是利用你窝心马的问题啊，进行一些攻击。红方呢车9平4啊，黑方炮2平3，这步棋呢也是非常的精妙。看上去呢是一个简单的交换啊，想要换掉之后呢，你这个空心炮不就没有了吗？但实际上哈，黑方呢准备有一个车8平4叫杀的棋，因为刚才如果车8平4你有个马5进7啊，但是现在你如果马5进7，我就有炮打象的棋了啊，所以炮2平3呢它是有深意的。红方呢车4进5啊，如果交换掉呢，当然就太简单了啊，就没有什么棋。那么车4进5之后啊，黑方炮3退2打炮，那么下到这儿呢，我想给大家留一个思考题啊。我们知道啊，这个空头炮的重要功能呢，除了类似重炮杀之外还有一个抽子的功能。那么现在呢，红方就有一个抽子的功能啊，车4平5，然后呢你士6进5啊，红方车5平2，这不就能把这个车抽掉了吗？啊，那么思考题呢就是，请问大家觉得这个抽车这个战术啊是否成立啊？大家可以往下去考虑一下啊，想一想。好，那么讲到这儿呢，我们又要回到一开头了。好，那么刚才呢，我们比较详细的分析了一下红方炮5进4之后的变化，那么黑方呢是可以抵御的。于是红方在这里呢选择了炮2进4也就是暂时限制你车2进3。那么这里呢当然还是给了黑方你飞象的机会，可是啊黑方在这里依旧没有选择飞象，而是选择了卒3进1过河。那么红方此时当仁不让这个得吃到空头。然后呢黑方选择了车2进4。黑方啊虽然不能车2进3抓跑，但是呢我可以车2进4，然后车2平5去抓你啊。那这个呢我们结合刚才我们提到的，红方这个中炮呢似乎也很难再立住啊。那没办法啊，红方只能炮5退2啊，然后促成一个交换，不然的话被你一抓，你这个炮只能是跑开那么极有可能被黑方快速反击啊。与其如此呢，我还不如简单交换掉，缓和一下局面。
然后黑方换掉，红方吃掉啊。那这里呢，我们再注意一下啊，虽然说黑方呢是换掉了中炮，但是啊，红方接下来还有可能炮2平5，重新立起空头炮啊。于是呢，黑方炮4平5啊，红方一飞象，然后黑方再走一个车9进1。好，那么下到这儿呢，我们看到黑方弃空头的这个策略呢，大致是比较成功的。因为虽然短暂的给你立了一阵空头啊，但是我很快的就给你解决掉了，交换掉了。那么这个呢是黑方敢于弃空头啊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你必须得确保在短时间之内呢可以把他这个空头炮给驱赶掉啊，不然的话会对你的阵型呢造成极大的影响那么这局棋呢，我们可以看到黑方果然还是老谋深算哈，这个确实想得非常的周全，没有任何问题。好，那么这局棋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和大家一块欣赏一下啊，毕竟这局棋呢也是算得上是我们胡老师的成名之作。黑方出车，红方补士，黑方站肋啊，红方炮2进3准备炮2平1拉开，黑方呢车2退3啊，准备防守，红方又退回来，黑方车4进5，红方过兵，黑方车2进2不让他兵下来，红方呢炮人底线啊，继续叫杀，但是黑方这个时候呢很凶了啊，不管了，我准备车6进5，对你形成致命威胁。红方兵5平4，黑方居然没有吃啊！当然这里呢我也并不是特别理解，可能吃掉会更好啊，哪怕给你车2进6站住卒陵线啊，但毕竟这个兵还是很大。好，红方炮2平1叫杀，黑方炮5进3啊，那这步棋呢很大啊，将来有机会就要形成铁门栓了。红方车2进7，黑方补士平7，黑方出来一吃一起一将一支士啊。那么这边铁门栓的红方没有办法，只能马3进5，黑方吃掉，红方杀兵，黑方这个时候呢正好有一个先手啊，一出一进啊，一闪做杀，黑方车1平3一杀一将再闪开，黑方一飞象。好，那么下到这儿呢，基本上红方已经没有什么办法，这个车被牵死了，形成不了攻势啊，挡住啊，然后马1退3，平炮一杀再一换。好，那么之后这一段呢，由于不是本讲最主要的内容哈，所以我们就简单的过了一下，也是让大家欣赏一下胡老师这盘经典的弃空头战术啊，最终他是如何走向胜利的。好，那么我们要小结一下啊，黑方呢利用弃空头的手段呢，确实取得了胜利。可以讲啊，这个弃空头呢是黑方反击的一个源头所在。那么本局呢告诉我们的是弃空头的前提是你可以有把握在短时间之内呢把它这个空头炮给驱赶掉那么这个是本局告诉我们的。棋迷朋友们好，欢迎回到中局棋理48讲。在上一套课程的最后几讲当中呢，我们都在讨论中路的攻防问题。很显然哈，中路呢，因为直接面对老将，自然是最关键的了。同时，我们也大致有一种感觉，中路的进攻呢，通常是以炮作为发动机这个呢也比较容易理解。就像古代打仗攻城拔寨的时候呢，一般都离不开炮的远程掩护因此呢才有了很多用炮的打法。比如说上一讲我们提到的空心炮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看到了空心炮的威力呢确实非常的大。那么这一讲呢，我们要再讲一次空心炮。当然了，跟上一次的空心炮呢有点不同，位置不同。这次的空心炮呢是在底线所以呢也叫沉底炮。这个性质呢跟空心炮还是比较类似的，有很多呢实际的杀法。比如说重炮杀这同样也是适用的闷杀，还有呢三子归边等等当然了，我们还得提一句在实战当中呢，想要用沉底炮直接绝杀对手的例子呢还是比较少。不是说它不实用
而是说啊，在双方势均力敌的交战当中呢，我们总不能指望说对手看不到，被你偷杀了啊，这个呢，咱们不做这样的假设。所以啊，很多杀法其实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威胁啊，比如说我威胁你，我要重炮杀你，以此呢谋取更多的利益啊，这个才是实战当中的常态。因此呢，我们这套课程啊，其实更多的是要站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对吧？去分析日常实战当中最容易形成的盘面来进行分析，而不太去考虑呢很多个别的例子啊，比如说偷杀啊或者等等啊，这种我们基本不做讨论，只讨论最常见的情况。比如说我们想到这个沉底炮啊，最常见的是什么呢？最常见的应该是抽子。我们通过沉底炮呢去抽子然后获取实力，这个是非常常见的，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探讨的。比如呢，我们就探讨一下这个局面。沉底炮的抽子战术啊，大部分情况呢都是和车相配合的。为什么呢？其实道理呢也不难理解啊，因为两个炮如果配合，它不就成为重炮了吗？那么马炮能不能配合呢？当然也是可以的啊，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呢，大家想一想哈，一匹马如果要跳到对方的底线，形成抽子，那得花多少部署，对吧？它不像车啊，你车1平2开出来之后，马上就能参与战斗了啊。这个呢，当然我们说是马的一个局限性啊。所以在残局阶段啊，才会大量的出现马炮配合抽子的情况。还有一个问题呢，这个马呢，它这个行动范围有限，它不像车，有了这个炮的配合之后呢，它可以大范围的进行抽子。马呢，相对来讲它可抽的范围也比较小啊，所以我们一般讨论沉底炮抽子呢，一般是车炮配合，这个比较常见。当然了，另一方面呢，我们说到车炮配合抽子啊，其实在很多时候呢，也是可以直接成杀的啊。所以本讲的主题呢，我还是设置成了沉底炮的抽杀，既包含了抽子手段，也包含了杀棋手段，以此来证明沉底炮的威力所在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基础盘面，这个如果现在轮到红方行棋呢，那很简单了，红方肯定是车2退3把这个车抽掉，对吧？当然了，除了抽车还有退4抽卒啊，退6也可以把这个边卒抽掉啊。那么红方的意图呢非常明显，黑方应该怎么样应对啊？这个是我们要充分了解的，应对这种车炮在沉底抽杀的一个手段啊，一般会怎么样应对？那么第一种呢，当然是车6平9啊，直接把它拖住啊，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种防守方式啊，因为最直接。那你这个车你就不能躲了，躲了你这个炮就被我白吃了，对不对？当然了，你防守方有防守方的策略，进攻方呢也有进攻方的手段啊。那么一般你这样拖住之后呢，很多时候进攻方是可以直接炮打士的，这个呢也是非常常见啊。那么打完士之后呢，这边又形成了一个抽子。这边可以炮打士继续抽得一子啊，所以一般可能老将会上来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样的一个交换呢，应该说红方是得利了啊，至少他吃了一个士啊。作为黑方来讲呢，少了个士，他守河的难度就非常大了。好，车6平9这招棋呢，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容易造成损失啊。那么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呢？还有一种叫落象。为什么落象也是一种手段呢？因为它的假设呢是说，当你吃完之后啊，我把老将起来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开始啊，大家知道这个时候是起不来的，因为你起来之后呢，红方一将，那你不能再往上走，你只能垫车，对吧？那这个时候呢，红方再来一个炮1退1啊，直接把这个车就吃死了。所以黑方如果说为了跑将，那就必须得先把这个象起掉啊。那么红方一吃，黑方起来，红方再一将呢，它就可以上到3层。这个暂时呢缓解了红方沉底炮的威胁
啊。当然了，这种形式其代价也是一目了然的，对吧？不仅你丢了个象，而且老将爬到3楼了啊，这个老将在3楼怎么可能会舒服呢？对不对？那这个印法呢是成立的啊，但是在当前局势下呢，似乎损失也是有点惨重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讨论黑方可行的印法啊。可行的印法是什么呢？第一个车6平7这个呢是黑方比较可行的印法。为什么守在这儿比较可行呢？因为红方如果说抽车，那么黑方顺势可以把这个车拉回去然后吃你的炮，对吧？那这里黑方就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啊。那么第二个呢，红方如果说是炮1平4打士呢，黑方又恰好有一个车7退3换车，那这个车如果换掉的话，那么红方一个炮他怎么可能赢呢？对吧？那马上就成和了。所以这个车6平7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也是在实战当中呢会被经常用到当然车6平7它的这个弊端是什么呢？它其实没有完全防住红方的抽子当然这个时候呢，红方并没有什么大子可以抽那么假设如果说现在黑方在盘面上还有另外一个车，那么红方有可能就会把车抽掉，那么你车7退3只是换了一个炮那这里呢可能就会有所损失但当前局面下车6平7是 OK 的，没有任何问题。好，那么黑方呢其实还有一种防守的手段这个呢相对就会比较隐蔽一点就是车6退1。那这个呢是比较高阶的一个防守了为什么呢？这个车6退1它有几个前提第一个呢我刚才也提到，黑方呢暂时是把这个车守住了。怎么讲呢？红方如果抽车，黑方顺势就补一个士，这个车呢就有根了。但是红方其实是可以抽其他子比如说他抽卒这个是可以的。但是黑方有一个前提呢，是认为你无论抽我其他任何子只要不把我这个车抽了，我认为都没有什么关系比如说这个我车士象权呢是可以守住你车炮的所以不怕你抽其他的子也因此呢车6退1才得以成立而且车6退1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始终护住内道那这个士呢你基本上你就吃不到了。那这个呢是车6退1视角车的一个防守呢最大的一个作用了。好，我们简单的分析了一下黑方在当前局面下这4种可能的一个印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进入到实战的局例当中，来看一看沉底炮在实战过程当中应用呢究竟是怎么样的。好，那么这一局棋呢是2009年韩信杯上面执红的呢是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汪洋，黑棋呢是代表中国出战的洪志两位全国冠军的巅峰对决。那么我们既然讲沉底炮那么第一个局例呢当然还是要表扬一下沉底炮所以这一局呢是沉底炮爆杀入局的一个经典案例我们先来直观的感受一下这个沉底炮的威力究竟有多大。好，我们看一下当前的形势红方这个马策马奔腾对黑方的右翼呢形成了巨大的威胁。那么黑方呢上一招走了卒5进1目的也是十分的明确，他准备车7进2掩护一下右翼缓解一下右翼的压力。那么这个棋呢优劣还是不太好判断还是属于双方在谋取实力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这里呢红方有一个手段呢是炮7进3这边是可以白得一个象但是这样交换是否合适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如果说红方贪图一个象然后这样交换呢当然这个象确实是实实在在吃到了但是呢也有一定的问题黑方马8进6，下一步呢他有一个马6进4借助这个炮呢攻击你这个马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红方这个马有可能就犯了一个孤军深入的毛病。这个孤马在前线呢没有其他子力良好的配合容易被对方利用所以这里虽然是吃了一个象
但是不是特别理想啊。所以红方呢不会这么简简单单的吃象啊。那这个时候呢，红方就谋划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打击手段啊。首先第一步啊，炮2平5啊，进攻黑方的中路啊。那这个前面几讲讲完，大家一定会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概念了啊，这个还是很厉害的。黑方呢这个中卒肯定是不会去保了啊，然后置之不理，打完之后黑方补士啊，红方这个时候呢直接就炮轰底象，直接就开杀了啊。这个呢也揭开了我们本讲的一个主题了。这个沉底炮啊，我们看哈，不仅呢有8路车啊可能会形成配合，还有这个马炮啊也会形成配合，所以它不是一个孤军深入的状态。火力呢是比较猛的啊，但是这里我们必须得回答一个问题啊，你这个打完象之后，黑方难道不能吃你的马吗？这个吃马呢应该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吃马之后啊，红方有一个车8进8，哎，这个非常严厉。这里呢我们就得讲第一个重要概念了，就是这个沉底炮啊，它未必一定是炮在外面啊，它车在外面其实也可以。这个车往下一沉之后呢，就会形成一个比较著名的杀法，叫做炮撵单杀。哎，这个杀法呢为什么厉害啊？我们来看一下，有2点。第一点呢，这个红方往下一进车之后，哎，配合红方的这个中炮啊，它是一个杀旗。哎，它只要炮无论任何地方一挪，你这个士象落不回去啊，它就是一个铁门栓的杀旗啊，这个就很关键了。但是这个杀旗呢也容易解，比如说你出将啊也容易解，但是问题在于呢，有第二个问题，就是红方会炮打士啊，这当然叫将你只能起来，那这个时候呢正好有一个炮打车，哎，这个黑方这个车啊正好还没有出动啊，所以会被红方抽掉啊。那这2点呢黑方无法同时解决掉啊，所以这个呢是黑方不能接受的一个盘面。你如果回去，他可能抛弃退一啊，这也杀掉了。好，那么黑方呢看来是不能吃马啊，于是实战走了一个车7平4。车7平4呢，当然也是把这个马吃死了，但这个肯定在红方的计算之内。红方炮7平9，准备弃子强攻，黑方呢先吃掉啊，吃了再说。红方兵5进1啊，这步棋呢还是比较含蓄的，他暂时不发动进攻啊，因为叫将呢是红方的权利啊，不着急。黑方卒7平6，红方车1进1啊，这里呢又得说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黑方啊应该怎么样防御？防御沉底炮，对吧？我们讲有攻就有防嘛。黑方呢一般面对沉底炮的攻势呢，出将这个解法呢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解法。毕竟让对方这个车往下面一将形成直接的抽子呢，还是比较麻烦的，对吧？但是呢，这个时候出将问题很大，为什么呢？因为红方会一将啊，再一将，好，这个一叫将呢，黑方就会比较尴尬。正常情况下，你当然下去啊，但这个时候呢，红方这个车就发挥作用了，他走一个车1平8，哎，这个双车错呢，在侧翼啊，大家知道威力是非常巨大的啊。所以双车炮在侧翼，你这个老将一站外面呢，这个就非常麻烦了啊。比如说你现在如果置之不理的话吃掉，那么我车8平7一勒啊，那这个就很麻烦了啊。你可能只能白送马，那么我一吃你再炮1平2，那红方相当于就白白得回一子。那这个时候红方当然进攻方式很多了，随便举个例子，他炮打士可能都可以，对吧？我就直接给你扒光了啊，这个黑方肯定是守不住。所以啊，这个黑方呢，因为红方2个车的存在呢，他确实不敢出将啊，那怎么办呢？只能是置之不理了啊，先解决中炮的问题。那么红方要发动进攻了，一将啊回马啊，这里呢又得讲一个重要概念啊，在应对类似进攻的时候呢，其实防守方其实还有退车的解法啊，因为退完车之后呢，你如果炮打车的话，我可以踩你的车，哎，
那你如果用车吃的话呢，我吃出来，那这个呢防守方也不吃亏，毕竟交换了嘛，你的攻势就小了啊。但是这个时候退车呢是不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红方有另外2个车炮啊，这边有一个中炮很重要，同时这个车呢马上车1平6杀过来啊，这配合中炮呢就形成绝杀了啊。因为你如果说踩车的话呢，我直接车杀下去啊，这就是一个铁门栓了啊。所以车4退4呢在当前形势下不成立啊，只能马3退4啊。那这个时候呢，红方有一步非常关键的手段啊，就是车8平7。这步棋啊非常的精巧，也充分体现了沉底炮抽子战术的威力。现在呢是暗暗的保住了这个中炮，因为你如果吃掉的话，我一拉，把这个车就抽掉了，对吧？那黑方在这儿呢就没有办法了啊，想了半天啊，还是考虑把这个车啊先开出来再说啊，因为红方双车双炮形成立体攻势。这个黑方参与防守的呢，又就这个车马啊，这个很被动啊，所以必须得调动其他子力过来参战。好，车9进1之后呢，红方车1平8啊，那这个时候也注意一下，你如果这个时候吃回来呢，就不一定好了。他马4进3，正好把这个车呢挡住，然后把这个车呢也保住了啊，所以这样的话，红方的攻势就可能会消减掉啊。好，汪特大呢当然不可能这样随意了，车1平8一拉过来啊，这个很厉害。好，双车炮在侧翼呢就形成了巨大的威胁了，黑方当然是只能拦住啊，不然下一招他可能就杀兵了，对吧？好，这里红方走了一个兵7进1啊，这个作用呢接下来我们会看到。黑方车9平7，赶紧把这个车拉过来啊，不然这边这个子力都不够了，是吧？红方车7退1一将，黑方马4进2啊，马4进3的话，这个炮就吃掉了。红方车7平8再一吃啊，这个属于顺手牵羊吃个马啊，这个所以沉底炮舒服就舒服在这儿了啊，我吃完你的马，我还要来杀你啊，那个黑方没办法，只能出来了啊，只能出来，已经没有办法垫了。然后红方借助刚才兵7进1，然后走了一个炮5平7啊，下步棋呢准备重炮啊，然后黑方如果飞掉呢，我吃炮，这个弹子炮被拆掉了啊，所以黑方下到这儿呢，就爽快的认负了啊。我们再往下直观的看一下，黑方吃掉啊，红方一吃啊，黑方如果一将呢，红方就补个士啊，这边黑方肯定是下不出棋来啊。好，我们回顾一下本局，红方的取胜要点是什么呢？就是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利用中炮啊，然后打开了黑方底线的屏障。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这里，这个底线形成了沉底炮。然后更重要的呢是红方这步车1进1参战啊，使得双车双炮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立体的，尤其是在中局的前半阶段啊，我们一开始也提到了，这个马呢因为行动缓慢，它未必能及时参战，所以双车双炮能够投入战斗呢是非常厉害的啊，因为它速度非常快。那么反观黑棋呢，左侧的这个车马炮啊几乎都发挥不了作用，所以在局部呢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兵力优势啊，这也是红方能够取胜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这一局呢就直观的给大家感受了一下啊，这个沉底炮究竟有多大的威力行，那么这一局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棋迷朋友们好，我们接着来看沉底炮另外一种更加常见的棋形啊，就是发挥它牵制助攻的作用。比如这个盘面，红方呢一路炮沉到了底线，那将会对黑方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最直观的啊，就是让黑方的这个底线的士象啊失去作用了。那么红方现在有什么手段呢？最直观的，第一个车3平5啊，捉中象啊，因为黑方这个底象动不了了嘛，所以他这个象呢，他就失去保护了啊，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攻法。当然了，这个时候同样捉象呢，可能车3进3捉可能会更好。因为车3进3呢，除了吃中象之外，它还可以吃这个边炮啊。同样道理，因为它这个底象呢失去作用了，对吧？好，那么象呢是这样，士当然也是这样啊。所以对于红方来说呢，
还有一种更加厉害的手段，就是车三平四。那这个棋呢非常的厉害，应该说相对于刚才捉象来讲啊，这一招更加的致命。攻击类道呢同样也是沉底炮最重要的杀招之一，这个我们必须要掌握。那么当前的这个局面呢就更加如此了啊！红方这样一抓，黑方如果说简单吃掉的话，那么红方一吃再一将啊，这个就绝杀了，下不去，配合了这个四路的老帅，所以黑方当然不可能轻易的去这样被杀掉，对吧？黑方肯定是要先补一个士，那这个时候呢正好有一个巧妙的一个杀法啊，叫做大刀剜心啊，就是直接兵吃士啊，这个很厉害。因为黑方这个底士呢，他也支不起来，对吧？这个沉底炮牵住了，所以现在黑方只能是用将吃啊，当然用其他子吃就输得更快了。将吃呢，红方可以一将，然后黑方下去，红方再一吃，黑方再起来，那这个时候呢再退一将啊，这个士吃掉之后，黑方这个老将呢就下不去了，对吧？所以这个呢也是沉底炮啊非常经典的杀法，叫大刀剜心。好，那么除了这些呢，此时还有一种比较常见也比较犀利的攻法啊，就是平中炮一将。那这个呢是什么呢？这个叫做天地炮。这个中炮呢是天啊，这个沉底炮呢是地啊，叫俗称天地炮。那这个当然是非常厉害了，对吧？这个沉底炮牵住了底线，我这个天地炮然后牵住了你的中路，那意味着你的士象权全部瘫痪了啊，几乎就是完全失去作用。那这个时候呢，红方几乎可以欲取欲求啊，可以吃底象啊，直接就杀掉了，对吧？那这个呢是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沉底炮的一个威力啊，当然了，这个局例呢还是入门级的一个了解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复杂的实战对局当中，去体会真实的沉底炮对攻场面了啊。好，我们接着来看，我们第一个选局呢是2002年 BGM 世界象棋挑战赛上面。执红的是吕钦啊，执黑的是王斌。好，那么这盘棋呢下到这儿啊，我们来评估一下局势。首先呢，双方似乎杀得非常激烈啊，黑方这个卒呢已经不知不觉冲到了这个位置啊，已经是接近9宫了。那么一般来讲呢，这个位置的卒对于红方的威胁是比较大了，他只要再往下一步，他就攻你的象啊，然后将来可以摇进9宫当中啊，这个是千万要值得注意的啊。那么第二个呢，黑方这个车炮啊，看上去呢有受牵的威胁啊，但是暂时呢还不怕啊，因为黑方始终有炮挖平七一个闪击闷攻的手段啊，暂时不怕，但这是个隐患啊。那么双方的焦点呢现在很清楚了啊，就是这个中马暂时被攻击啊，这个非常头疼。为什么呢？这个马啊它不太好跑啊，眼下呢它只有几条路啊，第一个呢是回去但是这个回去呢就比较委屈了啊，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它未必会这样拖啊，刚才讲了拖的话，它炮挖平七闪击拖不住，那么它可能就会非常简单的走一个车挖平三，把你这个卒啊消灭掉。刚才讲了，黑方这个卒不是很厉害吗？消灭掉就没事儿，对吧？那你这个卒呢确实也不太好跑啊，你如果平这儿我再一拖，那你炮挖平七闪击的起没了，你再回来我再一飞象啊，那这个黑方呢就很尴尬了，你再往下冲，红方马9进8再冲出来啊，这个基本上黑方整个双车马炮完全被压制，那这样肯定不行，对吧？所以马5退3呢好像比较吃亏，那么不走马5退3走什么呢？还有一种呢，马5进4啊，这个是有可能的。马5进4呢，你打我的车，我踩你的车呢，这个交换问题不大。但是这个马5进4呢也有问题。红方会走车8平2，由于现在红方打着车所以这个时候你闪击的话就没有用了啊，我吃你的炮，那这个车你总是要跑的，对吧？所以黑方会丢子。那么平炮不行，只能躲车。那躲完车之后呢，红方就简简单单把象一补
啊，这边不让你闪击就完了。下一步呢，现在打兵呢，你这个卒肯定是要往下冲，然后红方车2退1再抓这个马啊，那这个马呢依旧非常尴尬，对吧？这个没有什么好位置啊，你跳哪儿都不太理想啊。那这个棋呢，显然黑方也是不能接受的。好，那么这个马回去也不行，跳进来也不行，那跳这儿呢应该也不行，人家一冲就冲死了，对吧？那怎么办？难道要把这个马弃掉吗？还就是要弃马啊。这个时候黑方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说主动弃子？这个我们就接下来往下看了啊。黑方这个时候呢，就进入了我们今天的主题，直接一个沉底炮啊，绝不退让。这个时候呢，黑方也是想得很明白啊，退让呢肯定是完了啊。那么下炮之后，看红方敢不敢吃啊。实战呢，红方居然不敢吃啊，居然不敢吃。那这里我们就要好好的体会一下，这个沉底炮为什么让红方都不敢吃马啊，这个很重要。好，我们先来看看，如果红方吃掉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啊？如果吃掉呢，黑方现在很简单，直接把这个兵往下一冲啊。这个冲下来之后啊，下步准备干什么？准备卒棋平6嘛，对吧？那红方肯定车5平4先守住，守住呢，黑方照样来啊。这个沉底炮牵制战术刚才也提到了，对吧？对于红方的这个士象啊是有极强的牵制作用啊，所以现在下2线一旦被控制住，下步的卒棋平6一靠，那马上就要卒6平5杀棋了，你这个士已经没有作用了嘛，对吧？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啊。红方呢必须全力防守，把这个卒呢给限制住。那么守住之后呢，黑方可以简单的先走一个车4进5啊，暂时呢先控制一下，把这个棋和线控制住，不让你这个马跳出来啊。那这里呢我们稍微提一下啊，如果说去吃象的话呢，可能价值就没有那么大了啊。吃完象之后你拱士他吃掉啊，你最多一个兵换2个士啊，但这个时候呢似乎不是准确的攻法啊，车4进5比较好。那么车4进5之后呢，红方2个车当然是不能动了，对吧？这个炮呢也不太好动，唯一能动的就是这个马，所以他可能会走马9退7。将来呢可以考虑马7退5，把你这个兵实在不行呢就交换掉，对吧？缓解一下压力。那么这个时候呢，黑方再走一个炮8平9啊，这个才是黑方真正厉害的手段。这步棋为什么厉害呢？下步啊，他准备车8进1了啊，这个闷攻。那么闷攻之后，如果说被黑方走到，假设现在红方随便一退，那么一杀一飞象，他马上一个卒棋平6一靠，那这个车炮在底线呢就会形成巨大的威胁啊，这个也是红方无法抵挡的。所以呢综合来看哈，当黑方沉底炮之后，红方如果说吃马啊，那么黑方这个车炮卒啊，在红方的这个底线以及下2线会形成极强的攻势。那这个黑方评估了一下呢，感觉有点顶不住啊，所以实战选择了车8平3，这个暂时先缓解一下黑方的攻势。那么车8平3这步棋对不对呢？啊，这步棋还是非常理智的啊。捉卒。那么黑方呢下了一步好棋啊，卒棋平6，这步棋很重要啊。虽然说也是送给你吃，但是不能让你吃的太舒服啊。一靠之后呢，红方选择了车3退2，然后黑方车8进5一上啊，这里同样红方肯定不能吃马，对吧？这个冲下来很厉害。那么红方呢选择了吃卒，黑方马5进3。下到这儿呢，我们又要暂时告一段落啊，再进行一次重新的评估了。这个红方呢吃掉了黑方非常厉害的这个卒啊，当然也算是一个收获啊，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相对来讲呢，黑方的收获更大啊。怎么讲呢？一方面黑方呢下到了这个沉底炮，对红方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同时呢，这个8路车呢站到了棋河啊，这个位置也很重要啊。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黑方这个中马的威胁呢被解除掉了啊，所以
暂时回顾一下，刚才黑方其实是采取了一个围魏救赵的策略，通过这个沉底炮的威胁呢，让你不敢去吃这个马。那现在看呢，黑方这个策略是完全成功的。好，那么这一步马5进3呢，也是非常的犀利，因为光靠这个车炮啊，当然不可能击溃红方的防线，所以还要其他子力的配合，尤其这个马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好，最后总结一下这一阶段，应该说黑方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那么红方呢，当时在这个地方觉得形势还是不错的因为至少现在没觉得有太大的威胁，于是呢这个直接就发动进攻了。那么黑方呢以暴制暴不予理睬，把这个边兵吃掉，红方杀象黑方马1进2。这一下子呢从刚才看似可能缓和的局面呢，一下子又杀起来了可见双方这个进攻欲望都非常的强烈。黑方马1进2呢，这步棋当然作用非常明显，下步就是要踩你的象了以后有机会强行爆破你的士这一下又变成什么？这个叫缺士怕双车，对吧？所以红方肯定是要表态的，但这个时候态怎么表呢？红方选择了比较激进的下法，你这边对我是有威胁，但我这双车炮也不是吃素的，对吧？于是果断采取了进攻。那么这个攻法到底怎么样呢？可以这么讲这个攻法呢稍微有点问题。我们暂时来看，这个黑方呢很简单的先守了一步，这一下子呢让红方感觉有些尴尬。为什么呢？这个红方进攻靠这个双车炮这个马肯定是发挥不了作用，但是黑方呢现在双车双炮都处于有利位置，尤其这个马其实非常的厉害。那么在进攻方面红方投入的兵力呢少了一点以至于这个棋现在有点进攻无门。但是既然局势至此呢，红方也只能硬着头皮了。现在你如果防守试图来退守的话，那么黑方马上一踩象将来直接把你的士刨掉这个缺士怕双车直接就杀起来了。确实这个红方呢也比较麻烦所以索性直接就拼了。那么黑方呢走了一个车8进3红方一吃象，然后车4进6一点那这里呢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了，就是沉底炮的威胁当中下2线的进攻呢通常是非常致命的。一旦被黑方形成这样的攻势一旦这个势形成呢，几乎没有生路。所以这一点红方基本上就败局已定了。红方只能士5进6，然后黑方吃掉红方炮打马，这个时候黑方几乎也不会去吃炮了直接出将做杀，红方一退，黑方车4进1这直接就形成绝杀。大家一定会感慨这个进程还真是很快从黑方沉底炮开始，这一下就被杀掉了。那么回顾一下本局应该可以算作沉底炮牵制战术当中非常极致的一个表现确实黑方的反击非常的迅速让红方呢没有办法防守。那么这里呢我们必须又要回答一个问题沉底炮牵制助攻的作用呢这么明显威力这么强，那难道说红方就没有办法防守了吗？这个呢也算是我们本套课程的一个特色我们不会去神化一个战术，对吧？所以我们必须要为这个战术呢找到一些解决的办法。棋迷朋友们好，我们继续来看沉底炮。这局棋呢是2007年个人赛上面执红的是汪洋，执黑的是浙江的邱东。那么红方呢刚才打了一个底象，形成了沉底炮，但是这个沉底炮跟前面讲到的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主要是黑方在9路它有一个车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红方是无法走到炮3平1的之前呢我们反复的在讲，这个炮一定要拉扯开，对吧？才能形成抽子，但是这个炮无法拉到边上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更大的问题呢是红方打完象之后
黑方将来始终有车9退2抓你炮的棋，而且这个炮呢一眼看上去还有点危险啊。一抓之后这个炮好像还不太好跑啊，所以这个棋黑方敢于弃象呢是有一定原因的。那这里呢我们就得替红方考虑一下啊，这个炮怎么办？实战呢红方下的非常的犀利啊，走了一个炮5平2。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等黑方一抓的时候啊，我可以从容的炮3平2出来。这个呢是红方刚才平炮的一个主要目的。那么下到这儿呢，就形成了我们这一讲啊主要要讲的主题，叫做沉底炮锁车啊。那么这个阵型啊，我们为什么要讲呢？因为在实战当中啊，确实也会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那么很多棋友呢也问过我啊，那么这种情况究竟是谁占便宜啊？这一点呢我们还需要探讨一下。而本局呢，我们最需要了解的就是沉底炮既然无法像我们前2讲提到的啊，无论是抽杀也好，还是牵制助攻也好，似乎都发挥不出这样的价值。那么这个沉底炮又有什么作用呢？这是我们本局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先来看实战。红方平炮之后呢，黑方选择了卒5进1啊。那这个时候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呢，也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这个黑方在右翼啊集结了车马双炮4个子，那是必须要发挥作用的，对吧？那么尤其是要策应左翼，相对来讲呢左翼比较空虚啊。那如果说按照以往的惯例，这个走卒3进1马3进4呢，难免显得有些缓慢啊，所以卒5进1呢还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下法。那么红方呢选择了车1进1，黑方马3进5，红方车1平3出来，站住这条线呢还是非常关键的啊。毕竟你这个沉底炮放在这里了，对吧？所以这一条线如果能够打通，那还是非常有利的，就容易形成抽子了。即使打不通呢，我暂时也牵制住你的2个马。黑方炮2平5，红方象3进5。那么这里呢是有一个疑问的啊，什么疑问呢？既然红方的主要目的呢是把车平到3路，然后牵制黑方的7路马，那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横车的形式去呢？我们来假设一下啊，在黑方卒5进1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考虑先飞象啊？那么黑方马3进5，我马2进4，你如果还摆中炮的话，我再走一个车1平3。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相对于实战走法，我这个车呢也同样平到了3路，象也飞过了，我还多走了一步马2进4啊，那这个是不是更好呢？那是显然是更好。那是不是意味着红方起横车的思路不对呢？这个就不一样了啊。当红方马2进4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这个时候黑方就不一定摆中炮了，黑方这个时候有什么呢？黑方有马7进6。这里呢我们就要提及一下，红方的沉底炮呢虽然是封住了黑方的9路车，但是相应的这种情况呢也是被黑方所牵制，也就是说你红方这个车呢就不能随便动的，对吧？至少你如果横着平的话呢，将来这个炮是在人家口里。但是呢黑方现在他不会直接吃交换他也未必满意，他可以考虑马5退7先把这个马连上。那你这个炮一退之后呢，黑方有一个炮2平柳打车那这个马呢你就会出现问题所以红方不太敢轻易这个车让开，让这个炮脱根，对吧？那他有可能会退1这里注意一下，你走其他地方呢都有点尴尬。进4不行，进3的话呢，人家马5退7又是先手，但是你如果退1呢，黑方又有一个炮3进5那这里呢就是红方的一个劣势这个车炮呢其实也被他牵住，相互牵制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样红方是不太容易接受的，很被动所以呢红方才会在这个地方选择了车1进1
好，那么下到这里呢，黑方走了左五进一啊，强行要反击了，红方一吃，黑方抓拱一退，红方马二进四。好，那么下到这儿呢，我们又要来进行一次分析。红方的沉底炮啊，其实是通过一种比较奇怪的方式啊，也就是靠后面两个车炮呢来进行掩护啊。那么这种掩护方式呢，从感觉上啊是比较被动的。而由于黑方9路车的存在呢，这个沉底炮发挥的进攻作用呢又有点有限啊。唯一有可能呢是这个3路线如果能打通呢，当然也可以形成抽子，对吧？但是现在黑方这两个马呢守住了这条线，来挡住了红方的3路车，那意味着红方是很难形成有效的攻势。那是不是说这个沉底炮它就没有用了呢？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啊。假设现在这个沉底炮是在上面的位置，我们看到黑方是可以走车9平6的，对吧？那现在至少呢可以挡住它这个车，它这个车呢暂时出不来。这个是我们本讲啊称之为沉底炮锁车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局部分析到这儿，我们先来看全盘啊，这个全盘到底怎么样呢？如果我们还是客观的去分析呢，先从物质上考虑，会发现红方呢现在多一个象啊，这个是之前形成沉底炮的时候吃到的一个象啊，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一个象啊。象棋象是非常重要的，尤其之前还讲过缺象怕炮等等啊，这个缺个象它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也正是因为这个象啊价值非常大，所以对于红方来说，它只要能够巩固阵型啊，从长远来看呢还是比较有利的。那么红方优势啊，这个基本上可以判定，但是黑方呢肯定也要想办法啊，寻求一些反击。黑方在这儿呢选择了炮5进3打兵啊，先吃回一个中兵，红方补士，黑方车2平7换车。那这个时候呢，黑方肯定还是希望通过简化啊来缓和一下局势。那么红方如果吃掉的话呢，黑方还是比较舒服的啊。这个棋这个马能够跳到这个位置，象尖马是一个好位置。那你这个车炮似乎也不可能永远封住我这个车啊，对不对？那你一旦躲开我车9平6开出来，那味道也不错。更何况将来黑方还有炮3进4打兵的一个先手啊，这个呢是之前黑方一系列手段呢想要达成的一个结果，但是万万没想到啊，黑方换车，本以为红方是必换，但是呢红方有一步好棋啊，他还不是躲开，而是车3进2，这步棋非常的朴实啊，但是呢又非常的令人回味啊，甚至可以这样讲啊，这步车一抬啊，黑方的整个形势呢就变得非常的危机。因为这步车抬完之后呢，它不是说僵持的问题，而是红方将来始终有炮2平3的手段啊，逼迫你来换，以使得呢你这个中马始终无法跳到象尖这个位置，而你这个炮打在前面呢会成为巨大的隐患啊。那我们接着来看啊，黑方这个时候呢似乎也没有办法，先走了一个炮3进1，他在想将来实在不行呢，我炮3平5把这个炮保住。那么红方炮2退3，主动收回了这个沉底炮。那这里体现一个什么呢？体现了红方沉底炮锁住你的车啊，虽然是相互牵制，但是红方是有灵活性的，有主动性。他想收回的时候呢，他随时可以收回。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种沉底炮锁车的一个局面呢，似乎沉底炮一方还是有一定的主动性。好，那么退回来之后，黑方终于是可以把这个车开出来了，但是红方顺势一打啊，你如果吃我一踩，那很舒服。黑方呢寻求交换啊，换这个车，那么红方一吃，黑方炮3平5啊，红方车5平3，一吃一跳啊。那么这个炮换完之后呢，红方多项的优势是继续保持住了，黑方依旧还是比较难办。黑方继续简化，红方一吃，黑方吃掉，跳马打
再换9进2。好，那么再次剧烈的交换啊，这一段交换呢我就不细讲了。总之交换完的结果呢是红方留下了车炮，黑方留下了车马啊，但是缺象怕炮啊，所以黑方这个缺象啊问题就非常大了，所以这个棋黑方是非常危险的，最终呢也未能顶住啊。那么这局棋整个过程啊，红方似乎是顺风顺水，其中一个关键点呢就是沉底炮啊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啊，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们在反复提到的啊，沉底炮把黑方这个车啊锁住啊，但是仅仅锁住好像还不足以制胜啊。那么红方取胜的关键要素到底是什么呢？啊，其实沉底炮最大的作用呢，对于红方本局来说，就是吃到了对方一个象啊，然后呢，把这个多象的优势始终保持到了最后啊，仅此而已。而封锁住对方这个车啊，似乎只是顺便啊，它并没有产生巨大的价值。棋迷朋友们好，我们用了好多讲的时间，讲解了象棋当中最重要的中路和底线。那为什么这两条线最重要呢？是因为啊，我们的终极大 boss 老将就在这两条线里面，对吧？既在中路也在底线。所以呢，这两条线最重要。当然这两条线呢它有区别，因为中路啊往往是进攻方最容易把握的。怎么讲呢？你第一步炮2平5，你就可以往中路去打了，对吧？这个完全可以自己去把握。但是对方的底线，那毕竟是人家的底盘，那不是你想去就能去的，对吧？那必须得对方呢露出破绽，你才有机会啊。所以一个是主动，一个相对来讲呢是比较被动的，这两种进攻方式呢是有这个不同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讲啊，我认为最重要的第3条线就是内斗，也就是4、6路线。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棋，本局啊红方的2个车呢都站在了4路线。那一般来讲这条线的车呢我们称之为内车。那么6路线呢有马后炮，这个马后炮呢真的是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出现啊，不仅是杀法。那么这样一个马后炮的局形啊其实是非常好的形状啊，一方面呢它的后方会比较稳固，另一方面呢牢牢控制了6路线啊，也就是说红方双车马炮呢把4、6路线啊全给占领了。再加上红方有一个中炮，这个中炮呢是我们之前啊反复讲到的中路进攻，那么这3条线呢都被红方占领。换句话讲，黑方的老将啊是待在9宫里面的，对吧？那么9宫里面这3条重要的线路呢全部被红方火力控制之后啊，这个就不是开玩笑的啊。所以红方的这个兵力部署呢对于黑方威胁是巨大的。尽管我们说红方的双车马炮呢都还没有过河，但是威慑力已经是大大的存在了。不过黑方呢也不示弱，黑方有一个沉底炮啊，前2讲我们一直在讲的沉底炮威力也是非常的巨大。再加上黑方的4路呢有一个内车啊，卡住了红方的象眼，大家知道这个位置的车呢也是很厉害的。所以接下来啊黑方只需要炮2平1，然后车2进9一卡，就会对红方形成致命的伤害。所以这盘棋呢乍看上去啊是一个相互伤害的一个格局。好，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啊，究竟是黑方的底线进攻厉害，还是红方的内道进攻厉害。现在轮到红方行棋，红方应该如何进攻？本局呢红方先出了一个帅，这个出帅呢是个坐杀啊，因为下一步呢车4进5，这是一个铁门栓杀棋。那么红方出帅呢其实也不仅仅是为了坐杀，更重要的呢是红方看到啊，黑方你始终是要炮2平1，然后车2进9的，那么你只要走到这个呢，我的老帅是一定要出来的。那与其如此呢，我不如我先出来，对吧？这样相当于是抢了一步棋。
那么你出帅之后呢，黑方当然是炮3退1啊，加强这个底士的防守。然后红方续走了一个马6进4。这步棋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在进攻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啊，就是如何削弱对方的防守，对吧？我们之前讲中路进攻的时候，其实反复强调的也是这个概念。为什么我们要一马踏双象，对吧？其实就要破掉黑方中路的象，这样一个强悍的防守子力。为什么要抢中兵啊？同样也是为了削弱对方中路的一个防守。那么本局呢也是一样，这个马跳过去换马，它就是为了削弱黑方的防御。好，那么这个马跳过去之后呢，黑方是肯定要表态的。那么黑方如果直接吃掉呢，那应该是不行啊。吃掉之后红方一吃，这边叫杀，那么黑方是不能出将的，因为出将之后红方一个炮5平6一将。虽然说呢它不是重炮杀棋，你可以进去，但这边打着车了，所以黑方肯定是不行。那么黑方如果不能出将，那只能马3进5，然后红方车4进1，就把这个马呢给抓死了。当然我们不能假设说黑方这个时候炮2退6去保住，对吧？那保住呢是暂时能保住，但是你这样一退之后，对于红方就一点威胁都没有了，而且这个形状呢也是非常的糟糕啊，那基本上也是难以维持。所以黑方此时呢也不能退让啊，这是要拼了。红方一吃，黑方车2进9叫杀，红方车4进7点下腰。之前讲过中路的进攻啊，再加上这个象腰一点啊，作为防守方呢是极难抵御的。那么黑方这边一将呢，对红方的威胁不大啊。这个局面呢我们一般称之为叫做打背面啊，也就是说黑方的双车炮呢打在了红方的背面，这样的进攻效能是比较低的啊，对红方形成不了致命的伤害，所以这个棋黑方杀不过。好，那么黑方杀不过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就不能吃马。那如果回马行不行呢？回马肯定不行啊，回马红方直接一个马4进5，这一下就杀掉了，对吧？这边有卧槽马杀，那你如果吃了，我一吃，这就铁门栓了。所以啊，黑方不能马7退9，最后一招马7进5啊，这个呢是比较顽强的。当黑方马7进入之后，红方继续一个一马踏双象，骑士必英雄。这一打之后呢，黑方士5进6一顶，红方顺势把这个士一宰，这一下呢就有了破防之势了。那黑方眼看呢防守不利啊，于是只能对攻，硬着头皮上了。红方呢先把这个帅路给让出来啊，然后黑方当然是继续催杀。红方呢有个炮5平6啊，这里呢大家只要欣赏一下就可以了。红方的攻势是非常强的啊，它还不仅仅说是缺士怕双车那么简单。我们来看一下，很有意思。黑方打一下，刚才讲了这边打背了，所以一时半会儿呢对红方形成不了致命的威胁。这边打着车，黑方马5进4，红方呢将了一下，黑方补士。好，关键的一步啊，红方走了一手炮6进2。这个炮6进2呢非常的精巧啊，这由于这个炮保住呢，你这个黑将出不来。那么顶在这里想干什么呢？就是为了阻挡这个3路炮发挥作用啊。那下步棋呢，红方就要车4进3，这个铁门栓杀棋了。黑方呢没有办法解，那这个棋呢红方就赢了。好，那么这一局呢简单给大家直观的感受了一下啊，这个内道强攻呢确实很厉害，对吧？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用一局实例啊来更直观的去感受一下内道强攻啊在实战当中的运用场景。这局棋呢是2011年象甲联赛上面，执红的是湖北宏志啊，执黑的是湖南谢业健大师。那么这盘棋下到这儿呢，我们来分析一下。下到这儿啊，红方的优势呢应该说非常明显。红方好在哪儿呢？首先我们看物质上好像不占优势啊，双方物质上呢是差不多的，但是位置上呢就差了很多。一个一个讲啊，
黑方第一个呢，这个车出的太慢，对吧？我们讲3步不出车，这个就有问题。那么这个车呢，暂时被封的还比较严格啊，出不来。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黑方有一个高象，这个高象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隐患，它至少将来要花一手棋回去。那么第三个问题呢，是黑方的这个中马。这个中马呢很有意思啊，一般这种位置的马呢有好有坏。那它好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好的时候呢，它如果有子力来配合它还是非常厉害的，因为它马上可以往前扑，然后直接扑卧槽啊，这个进攻能力呢还是非常强的，而且它的辐射范围呢也还可以啊，你的3路线、你的7路线等等。但是呢，这个位置如果没有子力来配合它的，那就比较要命了啊。这个要命在哪儿呢？我们一会儿实战会看到。但是啊，这几个问题呢，虽然是比较大的问题，但还不是致命的问题。那致命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还是要先看实战。红方这个时候啊，选择了一个车8平4，平车站立，这个大局观极强啊，没错啊。红方瞄准的呢是黑方的左翼，大家感受一下，黑方的左翼空不空啊？那有的棋友会说不空啊，黑方左翼有车炮啊，对不对？但是呢尽管它有车炮啊，但是它这个士呢是补在这边的啊，所以这边的子力呢还是有点空虚的啊。虽然你有车炮，但是架不住红方的子力，如果万一有一天全部打到这边，那你还是扛不住。红方这个车一平过来，表面工作呢是准备车4进5，吃中卒，然后威胁黑方的中马啊。当然这个目的呢也是比较明确的。那么看到这个呢，黑方啊先踩了一下炮，红方把这个炮一撤回来，然后黑方走了一个车8进1。黑方呢想了想啊，确实不能让红方走到车4进5啊，不然这个中卒一吃，这个马就丢了，对吧？所以先把这个卒令线呢给站住。站住之后，红方走了一个车5平6，那这步棋呢就是准备攻击黑方这个中马了啊。下一步呢，他可以考虑车6进1，先别住，别住之后呢，再中兵一挺，那你这个马只能退到这边，然后这个车再上去。这个一系列动作呢，让黑方还是比较难受。那刚才讲了，黑方这个中马呢，它有好有坏，那现在呢绝对是处于不利的境地，因为它往前一步都走不了，它只能往回撤，对吧？所以这个马一旦往回撤呢，那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不利的。那现在也没办法，你不往回撤可能更麻烦啊，于是回去了。回去之后呢，红方先抢了一步棋和，抓象，那象肯定要跑，对吧？跑完之后，红方一个炮8平7打马，那么黑方继续表态，这个呢很痛苦啊，于是又马3退1往回撤了。撤完之后，红方走个马9进8，那以上这一段啊，黑方可谓是节节败退，那红方的优势呢进一步扩大。当然了，这个扩大之后呢，我们又要考虑了，这个欲望无止境嘛，对吧？红方要考虑怎么样继续进攻。下一步呢，红方是有可能车杀兵的啊，顺手牵羊。那黑方呢有点不能忍，所以走了一步比较委屈的棋。通过这样去把这个边卒保住啊，这个想法呢是可以理解啊，但是这种保法呢确实过于委屈了。好，我们还是看看红方如何进取。红方这个时候下了一招非常重要的棋啊，车4进7，急点下2路。作为进攻黑方左翼的一个前奏，这步棋非常重要。由此呢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启示啊，需要大家注意的。这个类车呢很厉害，再加上这个类车站住对方的这个下2路呢，它这个就更强大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位置啊离老将实在是太近了，是吧？所以我们有一句成语讲，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对吧？那这个车离老将这么近，肯定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在实战的时候呢，也要把握这个点位的一个敏感度。那么一点之后呢，黑方走了一个炮9平7，然后红方车6平2。好，自从这个类车啊过去之后呢，我们的第2员大将啊也开到了黑方的左翼了啊，这个2个车过来，这个一下子在局部上兵力已经占优了啊。
黑方马3进4啊，准备来策应一下，红方继续催杀，黑方车9平7，然后红方顺势一个炮7平3。好，那么下到这儿呢，红方的第3员大将啊，这个巡河炮呢也开过来了，这个就很厉害了啊，这个过来之后马上打炮了呀，那炮肯定要跑，然后红方炮8退2，这个呢又是一个十分灵活的调动，有点类似于之前咱们的拦截课程当中讲到的战略转移。可惜呢现在黑方已经没有办法去拦截了啊。好，那么这个炮呢即将开过来，黑方呢走了一个马4进3啊，试图以攻代守，围魏救赵，但是红方置之不理，直接炮8平4杀过来，黑方呢叫了一下将，红方起来啊，没事儿。黑方虽然很顽强啊，但是于事无补。当红方的第4员大将啊，也就是这个炮啊加入战斗之后呢，局势就戛然而止了。红方双车炮在内道啊，即将形成经典的内道轰炸战术啊，这个内道轰炸呢是我给起的名字啊，还比较贴切吧。那么这种轰炸呢是防守方完全无法抵挡的，一般来讲如果被走成这样的攻势呢，那不出意外是无力为天了啊，所以黑方下到这儿呢就果断认负了啊，这个没有办法再下去。所以这局棋啊，如果一开始去回味的话啊，第一个要感慨的呢是，当红方车8平4之后，瞄准了黑方这个左翼的一个空虚问题的时候啊，其实红方可能已经在暗暗谋划了后续的一系列手段啊，所以从战略上呢它是非常清晰的。虽然从战术上呢好像是准备车4进5啊，但这个显然不是红方最终的目的。那么要感慨的呢是，当红方第一个大子运过来之后，一直到最后啊，红方双车双炮啊全部运过来，这个灵活度呢确实是叹为观止啊。由此呢我们也看到红方的这个双车双炮啊，这种长兵器它的灵活性啊确实是令人防不胜防。好，这局棋呢我们学习了双车双炮它的灵活转移，同时呢也学习了这个内道轰炸战术啊，非常的厉害。棋迷朋友们好，这一讲呢我们来讲排名第4的最重要的线，就是下2路线，也叫生命线。那么这一局棋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是2019年联赛上面，执红的是郑惟桐，执黑的是申鹏，双方呢以仙人指路对足底炮布局而成。下到这儿呢，红方选择了炮8进6，那么这个炮8进6啊，点在了黑方的下2路线上面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那么在这个布局体系当中呢，红方这个炮啊塞在这个位置呢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我们首先要来看一下啊，炮点在这里它有什么作用。第一个作用呢是不让黑方补士，因为这个炮点在这啊，瞄着这个拐角马，所以黑方只要补士，那么红方就能打马，对吧？所以这个呢是红方的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是别住了这个象眼。别住象眼有什么用呢？将来啊黑方这个1路马呢就有可能成为受攻的对象，因为红方将来随时有可能车8进7啊，对吧？这个虽然现在不行，但是将来有机会也是可以的啊。那么第3个目的呢是准备炮8平9。学过之前几节课了啊，我们知道这个炮8平9准备干什么呢？准备沉底炮，对吧？那这个沉底炮呢也是非常有威力的。然后最显而易见的一个目的呢，当然是把这个8路车亮出来了，对不对？好，那么炮8进6呢作用很多啊，以至于它是这个布局体系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步棋。那么红方炮8进6之后，黑方要走什么呢？黑方实战走了一个卒1进1。那么这个卒1进1想干什么呢？这当然也是这个布局体系当中啊非常常见的手段。因为这个卒1进1冲起来之后，假如说你吃掉，那么我车4平1一吃，这样一来的话，第一个我解决了1路马脱根的问题，对吧？第二个呢，因为车在边路了，所以你将来不可能炮8平9了，
对吧？你将来炮8平9，我这个马跳出来，你这个炮呢还是要跑。那么这样一来呢，黑方暂时能够把右翼的一个毛病给补掉啊。好，那么正常来讲呢，当黑方卒一进一之后，红方也确实是要吃掉啊，大部分情况是这样。但是本局呢，我们要交代一下，本局啊是广东队对杭州队。那么在这一盘棋之前呢，广东队已经落后了，所以作为广东队的主力啊，郑惟桐不可能轻易下出稳健的下法，肯定是要拼的。所以在此呢，选择了车2进4。虽然说红方是非胜不可，但是呢，这步棋啊，显然也是颇具大局观的下法，并不是缺乏理智的一个应对啊。为什么说这步棋是非常具有大局观的下法呢？就是红方综合评定之下，认为黑方的主要毛病呢是在中路以及内道，那么这个边线呢似乎不在红方的考虑范围之内，所以这个选择呢体现了红方必胜的决心啊，以及对于局势的一个判断。应该这么说啊，车2进4呢和兵9进1，一个是进攻型，一个是稳健型，难以分出对错啊，只是选择不同。好，那么红方车2进4之后呢，黑方当然是吃下来了，然后红方马9进7踩了一脚抢个先手，黑方卒1进1。那这里很明显啊，黑方肯定是要保这个兵，对吧？那如果说这个时候他不跑的话，那刚才就没有必要吃过来了，对吧？好，卒1进1跑开之后呢，红方走了一个炮8平9。那这个之前提到了，这个炮点在这个下2路线呢，将来是为了伺机炮8平9闪开啊，将来成底炮。好，黑方呢车4进2捉马，红方这个时候啊选择了车2平4。那么这里呢我们要注意一下啊，红方为什么要走车2平4？第一感呢是马7进9，对不对？人家来捉我，我把这个马呢跑开。尤其这个马跳在这个位置，将来随时有可能马9进8啊，将来有机会呢往这个卧槽位去瞄一瞄，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应对。但是为什么红方不乐意呢？因为红方怕黑方走一个卒1平2。卒1平2想干什么啊？卒1平2呢，就是把这个车啊暂时封住。那么这个车暂时封住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因为红方现在有一个即将要沉底的炮以及这个边马，但是呢，如果说没有这个8路车的配合啊，那问题就会比较大。大家知道，光凭这个马炮，你想组织起像样的攻势来呢，还是比较难的。这个车一旦暂时被封在里面呢，对于进攻不利。所以红方呢并没有选择马7进9，而是选择了车2平4。那么车2平4之后，红方究竟想干什么呢？先假设一下啊，黑方如果直接吃马，那么红方一吃下去，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黑方的阵线呢面临极大的困难。当然这个困难在哪儿呢？我们按下不表啊，暂且按下不表。大家看完实战一定会心领神会。好，黑方呢并没有吃马，而是走了马6进4。大家知道这个拐角马啊，一旦跳开之后，最大的隐患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这个中路，对吧？因为拐角马保不住中路了，所以看过之前的课程的棋友呢，可能第一感先抢一个中炮再说啊，这个抢中兵，好，很厉害。打完之后呢，黑方补士。好，那么红方呢下到这儿啊，这个面临一个重要的选择，就是这个马啊怎么处理的问题。第一感呢，这个马肯定是要往这边跳的。当红方马7进9之后呢，黑方有2个下法，这里主要推荐车9平6换车这个下法。黑方换车的时候呢，红方呢有点尴尬。红方如果再躲开呢，意味着丢了一先啊，那么黑方有可能直接马4进5就冲出来了。那如果换掉的话，黑方一吃，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认真的审视一下这个棋啊，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红方的子力啊非常的散。怎么讲呢？我们讲啊，这个布局阶段炮不易轻发，但是呢，红方有一个中炮啊，也算是过河了。然后有个9路边炮呢，即将要沉到对方的底线，那明显是采取了一个进攻的态势。但是呢，
红方除了双炮在前线之外，其他子力居然都还在家里啊。比如说这个八路车呢在底线啊，虽然也算是明车吧，但是暂时没有发挥作用。而这个边马呢又显得有些尴尬，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边马啊往前进只有一条路，就是马9进8，但是马9进8之后呢，它并没有继续往前的可能了，对吧？它跳不了卧槽马，因为黑方有个边马，而且你往里跳的话，人家随时炮3平2一打，你这个马还得回来，这都很尴尬。而且这个边马呢，我们后续的课程当中啊还会讲到，对于这个边马的定义呢，有句俗话叫马逢边必亡，这个也说明这个边马位置是不太好的。那更不要说这个3路马了啊，这个3路马当然如果没有的话，现在直接一杀进来，这棋就输了。但这个3路马呢，显然也是处于受攻的一个状态啊，将来只要对方有子力靠过来啊，这个3路马其实也是比较弱的。好，那么这样综合一评定呢，好像红方的子力不仅分散，而且位置都不太好。反观黑棋呢，阵型非常的工整啊，子力呢配合的也比较紧密。接下来呢，黑方还有马4进5啊这样冲出来的棋啊，更何况呢，黑方还有一个过河边卒。那这样一分析的话，黑方下到这儿，甚至可以说已经具备大优的一个情势了啊，黑方可能离胜利啊都不是特别远了。那问题来了，红方下到这儿的时候，这个马暂时被捉，难道这个马还能不跑吗？但是问题是，如果跑了之后，依据刚才的分析呢，又吃亏很多，似乎红方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提到本讲的一个主题了。我们要看看啊，本讲的主题下2路强攻啊是怎么样力挽狂澜的。红方在此呢下出了非常有力的一招车4进4。这个呢就是我们典型的下2路强攻战术了。我们先来说一下下2路强攻啊。一般来讲呢，类似的攻势啊，主力呢是双车，但是仅凭双车呢肯定是不够的。一般来讲呢是要配合一个中炮，或者呢是一个沉底炮，对吧？这个我们在沉底炮的讲解当中呢，其实很多时候啊也涉及到了下2路的一个攻势。但是本局呢，我们看到了啊，红方不仅有中炮，还有一个即将要沉底的炮啊，这个攻势呢就更加厉害了。那么有棋友可能会问了，这个双车双炮配合好像很常见，但难道在下2路的攻势当中啊，其他子力就发挥不了作用吗？比如这个马啊，或者这个兵是不是也有可能呢？这个当然也是有可能的啊，只要有子力配合都是好的。但是呢，这里我们必须要客观的去分析一个状况，就是这盘棋呢是布局未几的阶段啊，可以讲是布局刚下完没多久啊，处于前半盘阶段。那么前半盘阶段呢有一个特点，就是马和兵啊，由于它行动比较缓慢，所以大概率呢是不太可能参战。大家想一想啊，这个马你从原位跳到卧槽，你得花多少步，对吧？马8进7，马7进6，马6进4啊，再马4进2，一共5步。但是这个5步意味着什么呢？大家要知道，这盘棋下到现在啊，总共才下了14步，是吧？那么14步里面，如果有1/3的回合数用在这个马上面，那么其他子力的出动呢，肯定就会比较缓慢了。更何况你在布局阶段啊，大家子力都在焦灼，你这个马怎么可能轻易的奔到卧槽呢？对吧？肯定没有那么简单。那这个兵呢，当然就更不可能了。所以啊，在中局阶段，尤其是中局靠前一点的阶段呢，一般是由双车双炮发动下2路强攻呢，是比较常见的。那么马在什么时候能发挥作用呢？马在中后盘的时候，子力相对少一点的时候，可能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啊。这个呢，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残局马胜炮的一个原因。好，那么这里简单介绍了一下下2路强攻的一个战术背景啊。我们接着来看，我们看看啊，这个车点进去，那到底想干什么呢？是不是？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啊。黑方第一个，如果吃马，红方怎么办？那红方很简单，红方肯定是炮塞下去，对吧？做一不杀。那这个做杀呢，黑方基本上就很难办了。这个士丢了，一杀进去，将来再配合这个车
黑方基本是无险可守啊。那这里呢我们就不做延伸了。黑方不能吃马，那么第二个下法呢是车9平6。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交换啊，刚才讲到，如果红方交换掉呢，那这盘棋基本上就下不动了。那你如果躲开了呢，那么黑方至少是抢了一步棋。但是很可惜啊，这个时候黑方换车呢也是不成立的。因为黑方换车的时候，红方有一步妙手，就是车4平5，强行杀士。那这个士一杀，黑方一吃，红方下底一将。大家看到这里没办法，黑方只能马1退2，然后红方再一吃。由于黑方刚才走了车9平6，把这个将5平6的这个选择呢给顶住了那现在没办法，黑方只能将5平4但这个时候不行了，这个时候呢红方轻轻的走一个车8退1，把这个象眼一塞这个就憋死了。好，那么黑方车9平6呢看来也是不行，那怎么办呢？黑方这个时候呢走了一个炮8进1，炮8进1呢算是壮士断腕，这个承认你中炮厉害尤其呢是看到了红方整体的下2路攻势呢，其罪魁祸首就是这个中炮，这个中炮呢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把这个炮呢献给你吃。看上去确实也是非常顽强的下法，也是抓住了本局的一个要害。但是呢大家可曾想到这盘棋下到现在呢仅仅是下了14个回合，然后5个回合之后黑方居然就投子认负，可见红方的攻势确实是非常的强悍。好，那么这个时候呢红方当然没有选择吃炮这个时候如果吃个炮呢显得就比较俗气了。红方坚持下2路强攻的策略炮5退2，对于你这个炮呢置之不理，攻势依然存在。黑方后续的防守呢是马4进5，应该说这步马4进5还是体现了高超的防守水平，对吧？把红方的中路呢填住，基本是暂时阻断了红方的攻势是正招。红方呢这个时候不依不饶继续走了一个车8进8，强点下2路，这步棋非常的霸道。这个呢是属于非常典型的一个下2路强攻典型在哪儿呢？就典型在红方呢在下2路线布置了双车炮这样的一个子力配置。这个子力配置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下步棋红方可以炮9平5打士，这个呢是非常有利的手段。大家也可以经常在实战当中看到这种霸气的一个攻法。可以说这一路攻势呢是双车炮可以组织起来最强硬的一个攻势所在了。好，那么红方车8进8之后这个很明显下步要炮打士了，所以呢黑方选择了车9平6换车。那你现在不就不能打士了吗？我换你车，那你这个车呢如果躲开的话，我至少抢个先手但是这步棋呢被认为是最终的败招。黑方最顽强的下法呢是炮3退1必须得承认红方的攻势太强大这个时候也只能是断臂求生了。那么炮3退1之后呢打车，那么红方肯定是要打掉了打掉之后呢黑方马1退3，红方吃掉，黑方吃回来。好，那这个时候呢虽然看上去呢子力大致均等，但是红方有妙手，红方呢有一个车4平2捉炮，这步棋呢非常的巧妙，正好这个炮呢处在这个位置非常的尴尬，跑不了了。黑方呢似乎还有一个保炮的手段，就是马5退6但这个时候呢显然是不行的。红方有一个车2平5大刀剜心，这个是基本杀法啦。黑方吃掉，红方车7进1吃掉这是个杀棋。所以红方车4平2一捉炮呢就把炮给捉死了。好，那大家要问了，这个变化好像还是不行这个要丢子对吧？但是我们讲这个丢子总比老将直接被杀掉好黑方这个时候呢选择了车9平6我们可以暂停一下看一看告诉大家的呢是红方走出这步棋，黑方当即投子认负。实战呢红方下出了炮5进3，强行轰象的手段。这步棋一出呢，黑方如梦初醒爽快认负。为什么红方一打之后黑方就认输了呢？
现在黑方两个选择啊，第一个补士肯定不行，补士直接一个平顶冠杀棋。那么飞掉行不行呢？飞掉之后啊，红方炮9进一将，那么你这里无论是回马电炮还是落象啊，结果呢都是一样的，红方一个车杀中士，这个就绝杀了。这盘棋看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受啊？有什么感受呢？在评论区啊，其实也可以评价一下。那么我的想法呢是这样啊，这盘棋啊，应该是下2路强杀当中啊，把这一路杀法发挥到了极致的经典案例啊，非常的精彩。仅仅是16个回合啊，红方居然就拿下了比赛。这也就是下2路线啊被称为生命线的原因，算得上呢是防守的命名啊。对于防守方来讲啊，这条线确实犹如生命一般。作为进攻一方呢，盯着人家下2路看啊，确实也是一种典型的进攻思维，也是可行的下法。那顺便提一句啊，我们课程的整个逻辑呢，是将象棋理论啊分拆成各个不同的小知识点，以便于呢大家能够相对完整的、系统的去理解每一个知识点，把每一个知识点呢理解得更加透彻，而不会像以前的学法啊，就是每次遇到了，然后浅浅的去理解一下而已。而通过本局呢，我们又看到了，其实每一个知识点啊，都绝非独立存在的。本局我们知道啊，很明显的运用了我们之前这么多课程里面啊讲到的好几个知识点。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比如说中路攻势，对吧？这个中炮很厉害，这个沉底炮呢也用上了，加上红方这个车呢是什么？是类车，对吧？类车它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占的这个位置很重要。那更不要说我们一开始就讲到的缺士怕双车啊，缺象怕炮等等，几乎这盘棋啊把我们之前讲的大部分知识点呢都涉及了一遍。所以啊，我想讲什么呢？就是这个逻辑呢，就是我们这套课程的一个使命，让大家通过这种分解知识点的方式呢，去理解每一个知识点，能够更加的深刻。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每一个知识点啊，最终是要融合在一起，然后融会贯通啊，才有可能成为我们真正掌握的知识。因为象棋是整体战，每一个子啊都必须协同作战，而每一个知识点呢都必须融合在一块儿，才能够在当下的局势做出最准确、最客观的判断。这个呢是我们的课程的设计原则。好，那么这一局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棋迷朋友们好，这一讲呢我们先来看一局棋。这局棋呢是2019年联赛上面啊，执红的是王天一，执黑的是黄海林。好，那么双方下到这儿呢，应该讲啊是正常的一个布局阶段啊。红方呢在此选择了炮8进5啊，这个呢就是我们本讲的主题，叫做攻顶线的牵制。那我们得先讲一下攻顶线啊，攻顶线呢我们俗称就是这一条线。因为是9宫的顶端啊，所以叫攻顶线。那么这一条线呢，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啊，布局之后啊，尤其是在中局前半阶段呢，双方的这个马炮啊，基本上都会在集结这条线上啊，尤其是炮啊，因为它一开始呢就是在这条线上，对吧？而这个炮8进5一上去呢，势必对这些子力啊会形成牵制。故而称攻顶线牵制。但是这种手法呢，跟之前几讲啊有很大的不同。它的不同在哪儿呢？之前我们讲中路也好，内道也好啊，包括底线、生命线，都是离老将啊非常近。但是这个攻顶线呢，坦率讲，离老将呢就有点远了，所以很难直接成杀。换句话讲啊，随着接下来讲解的线路离老将啊越来越远，杀伤力呢也会越来越弱，所以更倾向于对局面的控制。这有点像什么啊？就像我们学棋的历程啊，从一开始很直观的啊，我们要学会吃子，学会杀王，然后呢慢慢对棋形有所理解，开始强调控制。怎么去理解这个现象啊？因为随着水平的提升，双方出现明显失误的概率呢
就会越来越小。想要在一开始啊就抓住机会一举拿下对手啊，这种情况是非常少的。比如我们之前讲的所有的对局啊，其实都不是对手免费送出来的，对吧？都是优势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啊，对手不得已给出的机会。那么到达一定水平啊，比如说天天象棋里面啊夜4夜5以上啊，这我们就知道基本呢就很少会出现送子送杀的情况啊，取而代之的呢是大多数情况啊还是逐渐积累优势，积小胜为大胜，这种情况啊才是高手对决比较普遍的情况。好，所以呢接下来啊大家要做好准备啊，接下来的课程呢可能会更加抽象啊，理解的难度呢也会加大。好，那么我们先回过头来看棋。红方炮8进5，这是要打马呀，所以黑方肯定是飞象。红方呢走了一个马3进4啊，这就跟上了。这个第一个知识点呢，就是宫顶线的牵制呢，它绝对不是一个炮放在这儿就完事儿了，对吧？它肯定是要多子配合啊，尤其是马的配合。黑方车1平6，红方马4进3踩卒啊，这边踩炮，那么黑方呢炮9平8。那这里呢有棋友会提疑问了啊，为什么不打出来呢？这个炮9平8有啥用？如果打出来的话呢，红方这里就有好棋了啊，直接一个炮8平5砸中象。这个砸中象呢为什么厉害啊？因为砸中象之后呢，黑方如果吃掉的话，红方不是吃象啊，而是车8进7，捉双。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红方就能够顺利吃回一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白吃了对手一个中象。大家知道在高手对决当中啊，如果白白少了一个象，那通常就是致命的了。所以啊，黑方这个时候呢不能打出来啊，走炮9平8。那么炮9平8呢暂时能把中象保住。红方很简单的先补了一手士，这个基本战术确定了之后呢，红方也考虑了一下后方，补士非常老练啊，包括接下来一段时间红方都展示了强大的控盘能力啊。我们接着欣赏。黑方车6进5捉中兵啊，红方呢保住啊，黑方补士，红方飞象，黑方吃兵。红方这个时候呢走了一个马9退8，这里呢我们需要好好理解一下了。红方啊继续调整一下局势啊，应该说是非常老练的行为。红方呢发现黑方啊这个双马双炮在宫顶线一旦被我这个炮牵制之后呢，一时半会儿啊都开动不了。那只有这个车能动，但这个车呢我们知道啊走来走去也未必能创造太大的价值啊，因此啊红方在这个间隙呢就考虑啊怎么样把自己的棋形呢尽量调到完美状态。所以这个边马呢它的出路有限，但是如果说等接下来马8进7跳到就不一样了，将来就能马7进6啊，这个上去作用就很大了，对不对？所以当红方回马之后，黑方很着急啊，他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你去拱边兵什么，这个效率显然很低，被红方这个马冲上来，压力很大。于是实战呢，黑方忍无可忍啊，开始主动调形了。马7退8。我们接着看啊，红方马8进7，黑方炮8平7。那接下来呢，就准备马8进6，想要驱赶你的3路马。那这个时候呢，红方就发动了雷霆一击啊。直接马踩中象杀上去了啊！那么这步棋啊非常的厉害，我们先来看一下效果。这个马踩象之后，黑方当然是要飞掉了，对吧？那么红方帮一将，一将之后呢，黑方出将啊，红方很简明的就把这个马给交换掉了。然后呢，黑方打炮啊，红方一抓，这一下子呢就吃回了一子啊，这非常简明的一个先弃后取啊。黑方没有办法啊，先躲了这个炮，红方一吃，黑方车9平7啊。这步棋呢准备吃底象，红方应了一手，黑方车7平6啊，然后红方顺势再把这个卒杀回来。好，下到这儿呢，我们清点一下子力啊。红方啊不知不觉啊，这一下子呢就多了2个象啊，然后2个兵啊也是通头的，加上呢位置上啊也是堂堂正正。反观黑棋，这棋一塌糊涂，不仅2个象没了，这个有个底马基本没有动，这个炮呢位置也不太，老将还在外面啊，所以基本上下到这儿呢，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往下讲了啊。红方是胜局已定。那么这局棋呢，我们进程还是比较快，我们只是简单的去体会一下宫顶线牵制的威力呢，其实是非常大的啊。
可以帮助进攻方呢很快的获取优势。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局棋，进行深入的体会。好，这一局棋呢跟上一局就不太一样了，会复杂很多。那这局棋呢是2020年财神杯上面执红的是汪洋，执黑的是蒋川。好，那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局面双方的子力呢大致均等只换了一个车。那么黑方呢还多了一个7路过河卒这个卒肯定威力还是比较大的，是吧？那么红方呢在位置上面比如说这个车其实还不如黑方这个车。黑方这个车呢虎踞兵临线这个扫兵扫起来呢是得心应手，对不对？那么红方呢还有一个问题呢是两个马虽然是冲在前线但是大家知道这个前线的马呢能发挥作用当然是厉害的但是如果发挥不了作用呢，反而会成为孤军深入的反面教材所以极有可能会被围歼掉的那么综合这些因素去考虑呢，我们似乎得出一个结论好像黑方还是全面上风不仅物质上有优势位置上呢也厉害。那这个结论是否合理呢？这个暂且按下不表我们先替红方想想办法这个时候呢轮到红方下，红方必须把握唯一的机会怎么样把这个双马孤军深入的弱点转变成优点不然的话呢形势就堪忧了。好，红方呢选择了炮8进6，这个还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主题这个炮8进6一点呢，局面顿时就生动了很多我们先一个一个看。这个炮8进6呢有几个主要作用第一个呢别住了黑方的边马，那使得红方将来呢就有马6进7踩兵的手段了，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有效的牵制了黑方这个马双炮象4个子基本都属于被牵制的状态。尤其是这个8路炮呢，它接下来就不能轻易动了，它是轻易动的话，红方就随时有可能马踩中象，对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刚才提到了红方随时有可能爆破中象即使你这个炮在的时候，红方将来还是有机会，比如说马6进7双马引拳双龙戏珠直接踩你的中象。好，可以这么讲红方这一招棋呢就解决了双马所有的问题这个呢是攻顶线牵制的价值所在。好，那么红方点进去之后呢，黑方不理不睬下自己的棋，先把你的中兵干掉。红方呢马踩卒这里必须提一下，红方在马踩卒的时候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手段，就是马6进4踩车。这个踩车呢，红方这个车肯定是要跑了，跑完之后红方其实是有踩马的棋的这个又要说到攻顶线牵制呢，另外一个作用这个就很明显了，是可以吃掉黑方的这个马的因为你打过来，红方就能吃过来看上去呢是一个得子但是这个得子呢会有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当红方踩进去的时候黑方可以考虑先抓一下马那抓这个马呢，红方这个马只能是往边线去跳了，然后黑方一打红方一打，黑方呢退车一抓，红方只能进1然后黑的炮8退1那这个炮8退1之后呢，红方这个马就有点尴尬了大概率呢会被吃回去所以红方虽然将来有可能是有补偿的，说不定能换个象什么的但这个形式呢未必是红方愿意接受的好，这里呢大致就提及一下红方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手段的是攻顶线牵制一个重要手段，但是红方思考了一下呢，觉得不满意于是还是选择马踩这个卒。马踩这个卒呢，将来就有机会踩象了呀，对吧？好，那么黑方呢还是选择了车5平6，红方呢走了马7进6这里我刚才讲了很多棋友可能会奇怪，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踩象呢？是不是？踩象呢可行但是风险也比较大因为你踩象之后黑方飞掉，红方再踩进去虽然是很凶但是黑方呢有可能会士5进6把你顶住他只要不让你卧槽将军就行。那么顶住之后呢，红方就得看后续有没有
能跟得上的手段啊，不然的话黑方有可能马七进六冲上来，对吧？那红方这个马呢反而就有些尴尬啊，所以红方似乎未必有这个必要急于去踩啊。所以实战呢，红方选择了马七进六啊，这步棋呢我们又需要细细的体会一下啊，是本局的一个重点。因为马七进六之后呢，眼见的黑方是准备车6退3顶马了啊，这个马呢你是不太可能再往里跳的啊，这个再往里跳呢就很危险了，对吧？好在这个时候红方早有所料啊，走了一个象5进3飞卒。那这个飞卒是什么意思呢？飞卒如果黑方车吃马，那么红方借助这个马塞象眼的一个契机可以走到炮4平7打底象这个打底象就很厉害了，对吧？那你如果送炮，那白吃回来，那黑方肯定不行，黑方肯定只能出来那出来的话呢，红方当然他打象也是可行但这个时候打象呢回时尚早可以考虑呢走车8进3。这个车8进3下步车8平4一将这其实是个杀棋所以黑方肯定是要先把内道守住，然后呢红方先走一个车8平2，这个叫死子不及吃这个底象随时是可以打的嘛，所以不用那么着急这边先抓一抓，看黑方表态。黑方呢这个马是不能跑的，对吧？马7进6的话呢，我炮7平4再回来就把这个车给吃死了。那么黑方如果说把这个炮甩边行不行呢？这个也是不行的因为你如果甩边，红方直接一个炮轰底下，黑方一起将侧翼再进行击杀，黑方只能是老将跑3层然后红方再炮7退2一拉下步棋呢炮8平6，这就形成绝杀了所以这个黑方是绝对不能忍受的所以黑方想了这几个变化呢，临场就没有敢吃马了这个吃马确实比较凶险，是吧？黑方呢下的就比较委屈先炮4平3，先把这条线守住但是这一退让呢就步步退让了黑方防守了一下，红方呢当然也是礼尚往来了，也稳稳的先把这个马保住，很舒服黑方呢卒5进1，红方兵7进1。好，那么如果分析刚才的局面我不知道大家作何感想，或许呢觉得双方好像还是僵持这个物质差不多，位置上面呢黑方也算是堂堂正正了可能是一个势均力敌的盘面但是当红方这个小兵一渡河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黑方就坏菜了为什么呢？黑方此时发现车双马双炮居然一个子都动不了这个相当的尴尬这个双马双炮就不必说了尤其这个炮刚才还是平到这边来的这个总不能再平回去了，对吧？这个炮呢也是肩负着保中象的一个重任那尤其是这个车呢也是这个车无论你去哪儿，红方都有可能直接马踩中象了呀那么车双马双炮居然无子可动，其罪魁祸首呢当然就是这个8路炮了宫顶线牵制的威力呢尽显无疑可以这么讲下到这儿虽然黑方大子还算齐全但是由于被牵制的太厉害在高手眼中呢这个棋已经接近败势了这一点大家可以细细体会一下。好，那么黑方此时呢也是没有办法忍无可忍了，受不了了直接炮8退1打马，但这招棋呢显然是自毁长城。红方当仁不让，先把这个象轰掉，黑方出来，红方呢走了一个车8进7捉炮那么黑方炮打马，红方车吃炮那这里呢黑方如果进1，红方直接一个底象吃掉就完了没有办法，黑方走了炮4进2红方呢一打，红方再打这个呢可能黑方出现了盲点但是也没有办法了，这盘棋呢末后一段已经是聊尽人事了。那么看完本局我不知道各位棋友有没有一种感受，就是宫顶线牵制虽然说离老将比较远它不像中炮沉底炮这样可以直接杀王但是呢一旦让进攻方把握住机会
这可以摧枯拉朽啊，一下子呢就打得防守方啊这个阵型破碎啊，所以以至于防守方呢都没有信心再走下去了啊。比如说本局已经少子了，虽然没有直接杀王，但是也是没有下的意义了。可见啊，宫顶线牵制这一战术呢威力是巨大的。好，那么这里呢留一个思考题啊，我们讲了2局，那么这2局呢，当这个炮啊在这里形成宫顶线牵制的时候，还有另外哪个子力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啊？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棋迷朋友们好，这一讲呢我们讲卒陵线。大家知道象棋当中的卒陵线啊是非常重要的。从布局阶段我们常见的过河车，双炮过河等等，随处可见双方对卒陵线的争夺。那么为什么卒陵线这么重要啊？首先呢，我们要明白啊，卒陵线顾名思义呢，就是5个卒排列的这么一条线啊。那这条线呢，对黑方来讲是卒陵线，对红方来讲呢叫兵临线啊。但是为了我们统一说法吧，还是以卒陵线的说法啊，大家理解一下。那么这个卒陵线一旦被对方占领呢，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啊？以本局为例，现在这个情况呢是红方这个车啊已经抢占了黑方的卒陵线。那一般这个车呢我们叫过河车，刚过这个河啊。那么尤其是布局阶段吧，这个车占据对方的卒陵线是极其常见的啊。那么这个车站在这有什么用呢？很简单啊，就是扫兵。我们先来演示一下，红方呢这个一杀兵，一杀之后呢直接对黑马形成威胁。那么这里呢就说到了卒陵线的第2个作用啊，就是压制对方的马，对吧？那这个3路马一旦受攻呢，它就只能往回撤了。好，那他现在呢一般来讲马3退1或者退2或者退5啊，此时比如说退5，那么红方继续吃中兵，然后呢红方接下来可以把7卒扫掉啊，再把2个边卒扫掉。总而言之吧，当黑方没有实力去保护他的卒的时候呢，红方可以一步一吃啊，瞬间呢就可以把这个卒扫光。那这个就是卒陵线扫兵的最大价值了。那刚才讲了，第一个呢扫兵，第2个是压马，这个我们都看到了。那么还有第3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掩护啊这个马前进的方向。因为红方这个车一旦占据了对方的卒陵，意味着对方的卒陵线一带呢就没有什么防御力量了。那么红方这个马啊，随时就可以马7进8或者马7进6，直接奔卧槽，如入无人之境。但是大家假设一个场景，现在这个车如果是黑的话，那么红方这个马就永远也跳不过去了，对吧？这个呢证明卒陵线这一条线它的特殊性在于呢，就是防止对方的马扑向卧槽。因为正常来讲，对方的马想扑卧槽呢，必须要先站到卒陵线这个位置，对吧？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啊，占据卒陵线呢至少有3个主要目的。第一个呢是吃兵啊，扫兵，第2个呢是压马，第3个呢是掩护己方的马前进。好，卒陵线呢当然价值还有非常多了，这个呢只是简单的提一下它几个主要功能。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讲一局棋啊。好，那么这一局棋呢只是一个简单的局例。这个呢是2018年双人赛上面由我跟一位来自芬兰的搭档叫邓明高联手下的。那么双人赛呢大家知道是一人走一步所以比较考验双方的默契。好，那么局势发展到这儿呢，我们这一方执红旗。那这步棋呢对于红方来讲是极其关键的。大家呢也可以在此想一想，此时红方最重要的一步棋是什么呢？相信大多数的棋友一定是心领神会。没错这步棋显然要走车6进2，对吧？那么这个车6进2这步棋呢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占据己方的一个卒陵线。那这个作用呢非常的明显，就是防止黑方这个卒继续往下冲。换句话讲，红方一旦占据了这条线呢，基本上
完全阻止了黑方进一步进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实战出现了什么状况呢？实战啊，红方居然走了兵5进1啊！那这步棋是我的搭档啊邓明高下的。那这里呢就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了，很多人呢不知道怎么样判断自己的水平。那么我们之前的课程啊，其实也提到过，水平的提升呢是从具象然后转向抽象，对吧？具象是什么呢？会吃子，对吧？会得子，会有一些战术。那么抽象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具体的棋形呢，能够有比较敏锐的感觉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之前的很多课程啊，其实一直在讲这个问题，我们分析了许许多多的这种棋形，其实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那么今天讲的足灵线呢，尤其重要。对于这个局面来说，红方的这条足灵线啊，堪称是生命线，绝对是寸步不能让。那么如果不能建立强烈的争夺足灵线的这个意识呢，基本上可以说啊，很难成为一个高手。换句话讲，这步车6进2呢，是最基础的一个棋形敏感度的测验。如果不能第一时间跳出这步棋的话，说明对棋形的理解还需要极大的加强。好，那么当红方意外的走了一个兵5进1的时候，对方就很老练的马上应以车6进3。那么这条线一旦被黑方控制住的话呢，这盘棋就非常的难下了。最后呢，我们也很快的输掉了比赛。那么通过这个局例啊，相信大家可以很清楚的意识到足灵线的一个重要性了。就本局而言，红方如果能够占据，这盘棋就输不了；黑方一旦占据，红方就很危险。因为这个车一旦占据之后，红方的马永远都跳不出去了，然后兵呢也保不住了，然后防守能力呢极大的减弱。好，那么通过这一个简单的局例呢，相信让大家体会到了足灵线啊至关重要，甚至堪称生命线啊，已经达到这样的高度。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要通过一局实例来系统的讲解一下。这局棋呢是2013年财神杯上面啊，执红的是广东许云川，执黑的是湖北宏志。那么这局棋呢是中炮对屏风马左马盘合形成的。这个我们看到了啊，红方呢有一个过河车啊，占据了对方的足灵线。那么这种棋形呢，我们通常称之为有空间优势啊，大家体会一下啊，这个车在这个位置呢，其实压制了黑方大部分的子力啊。黑方比如说这个局部啊，黑方这个车马炮呢，基本上发挥的作用就极其有限了啊，这个子力都不易于开展，所以第一时间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过河车的一个控制作用。好，本局呢红方啊便充分发挥了过河车的威力，双方呢先是对完了一个车，对完了一个车之后呢，红方这个车站在这儿就明显和黑方的这个暗车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这个主要的优势点呢就出来了。但是棋局发展到这儿呢，红方在物质上呢并没有优势啊，确实有空间优势。那么怎么样将空间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效果，这个呢是红方要思考的问题。红方在此呢发挥了我们刚才讲到的第二个作用，就是掩护这个马前进。所以呢红方此时啊走了马6进4。这个马6进4很简单啊，下一步就准备马4进6了。一旦被红方马4进6提到的话，那黑方基本上就崩溃了，对吧？马4进6之后，不仅有马6进7卧槽的棋，还有马6进8踩炮的棋啊，更有呢塞入了黑方象眼之后啊，红方可以从容兵7进1渡河，这步棋威力极大，所以黑方万万不能让红方走到马4进6。那么当黑方卒5进1的时候呢，红方认为马4进6这步棋基本上是制胜关键，所以在此毫不犹豫的挺起了中兵啊，逼迫你吃。那么黑方知道啊，黑方这个时候一旦吃被红方一踢，那直接就交枪了啊，所以也是不能吃。于是呢走了一个卒7进1啊，试图把这边的子力呢往外开展一下。黑方卒7进1之后呢，红方下的很稳当啊，先是飞掉了。那么飞完之后呢，黑方走了一个马3进2，红方呢走了一个兵7进1，先喂掉。那么为什么喂掉呢？红方考虑如果吃这个呢，黑方有可能会扑进来啊，那将来呢把你这个马换掉。虽然红方优势已经极大啊，但是还是希望保留这个马，以利于呢更快速的获胜，所以兵7进1呢先弃掉。那么
黑方飞掉，红方再吃。棋局进展到这儿呢，红方不仅有空间优势，另外呢积累了这个中兵啊。大家知道在中局阶段多一个中兵过河那是极其致命的，所以严格来讲呢，下到这儿啊，黑方已经无险可守。当然我们为了进一步体现过河车的一个价值啊，我们接着来看红方是如何进行突破的。黑方呢落了个象，红方走了兵5平6啊，黑方呢炮2平4，红方炮6平5架中间，这个又一下子又立了一个中炮啊，攻势又进一步加强。黑方呢马2进4准备把马换掉，那这个时候呢红方不再勉强啊，还是选择了交换。换完之后呢，红方调整了一下棋形，炮4平8。这一下呢，基本上从卧槽马的攻势啊，转为我们之前反复强调的啊，这个中路进攻以及底线进攻，准备来一个天地炮。那么黑方当然啊，死也要顶住了。那么红方呢，下得很稳当，先飞了一个，黑方退回去，红方走了一个兵9进1。下到这儿呢，我们暂且啊停一停啊，分析一下红方的行棋啊，极其稳健啊，继续保持了对黑方的一个压制。大家看到前面一段啊，由于红方这个过河车的压制呢，黑方这3个子几乎一动都不能动，能动的仅仅是这边。但是这边大家要知道，黑方的弱侧其实就是在这边，因为这边基本上只有一个炮啊，刚才还有一个马，但是属于子力比较少的。那么红方的压制呢，使得黑方不得不频繁的动用自己弱侧的一个子力。那么这个马交换完之后呢，这边就更弱了。那最后证明呢，这边确实出了大问题啊。那么红方这部兵9进1呢，值得大家细细的体会了。这里呢，跟大家多聊一聊。一般来说啊，进攻分2种，第一种呢是急攻，即电光火石啊，只求快人一步，堪比闪电战。那另外一种呢叫做缓攻，这个在确立了优势以后呢，暂时要控制一下局面，不着急进攻，而是逐步动员后方的子力呢，慢慢往前推进，逐步积累物质优势，虚图进取。那么这2种进攻方式呢，没有优劣之分，而是要根据实战情况不同来判断啊。那么本局呢，红方认为啊，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局面，不仅在空间上压制了对方，同时呢，物质力量慢慢也足够啊。尤其这个车将来随时啊把你这个兵扫完，我多2、3个兵那是很随便的事情。所以呢，红方在此显然没有必要采取着急的攻法啊，慢慢来就可以了。那这个呢是红方风险最低的战法。那么红方可以慢慢来，黑方是等不及了啊。于是黑方呢走了一个马8进7啊，这个马呢想办法扑进去。虽然没有实际作用吧，但接下来至少黑方可以考虑车8进2啊，把这个车呢发挥作用。当然这步棋下完之后呢，也为将来啊留下了一个隐患。到底什么隐患呢？我们接下来会体会到。那么跳下来之后呢，红方大致就可以发动进攻了。车3平7捉底象，这是个杀棋，黑方只能飞象。红方呢顺手牵羊又捞了个边兵，那这一下就多2个兵了，这边还吃着象啊，这个节奏非常的好。那么黑方这个象显然是不能给你吃啊，红方继续一抓，黑方再一飞，好，红方呢先走了一个兵6平5，抢个先手，黑方落象。红方又走了一个兵5平4啊，相当于把这个位置呢调整了一下，这个是有深意的。然后红方冲边兵，黑方车8进2，红方继续冲边兵。由于红方这个车呢站住了竹林线啊，所以这一条线站住之后，完全可以掩护后方子力啊肆无忌惮的进取，这个是非常有效的策略啊。那么这个策略呢，我们在后续的棋局当中也会看到。那么兵9进1之后呢，只取黑方的这个边象啊，这个边象确实也跑不了，黑方没有办法先躲炮，那这个象先吃掉，黑方出将啊，那这个时候如果吃兵呢，这边就怕将啊，然后这一炮一杵可能就输了。那么红方呢一将，黑方再进去，红方又抓他的中象，黑方吃兵，红方吃象，黑方炮7平6，红方呢平兵啊，黑方车6平3守住，不想让他靠近来。好，最后一步红方炮6进1啊，红方呢逐步蚕食了双象，基本上进攻已经进入尾声了。这步进炮呢基本上把黑方的马就打死了啊。比赛呢虽然后面还有啊，但是往下摆呢也没有意义了。
那么这一局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红方呢已经将过河车的威力呢发挥到了极致啊！从一开始掩护卧槽马，到后面红方呢肆意的扫兵，同时呢掩护其他子力啊往前挺进，尤其是掩护这个红方的边兵，挺进之后呢，一举破掉了黑方的双象，最终呢是在自己的兵临线啊打死了对方的马。所以这盘棋我们完全可以说，红方的首席功臣啊就是这个过河车。好，那么这一集呢，我们大致讲解了这个竹林线的重要性啊，以及一方通过过河车的形式呢占据竹林线之后啊所体现出来的巨大威力。关于竹林线的一个争夺呢，当然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战术啊，我们下一集再见。棋迷朋友们好，我们先来看这局棋。这盘棋呢是1981年个人赛上面，执红的是黑龙江的赵国龙，执黑的呢是湖北的柳大华。双方啊对弈至此，基本形成了对峙的状态。双方的子力呢都没有过河。那么此时黑方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弱点，我们之前讲过，没错啊，就是这个窝心马。那红方有没有弱点呢？红方在阵型上呢也有一个小缺陷。当黑方刚才车3平4之后呢，其实引伏了一个手段啊，就是车4进3牵制红方的车马，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是不会让对方如愿的。因此啊，红方在此呢一般有2种下法，第一种呢动马，第二种呢动车。那我们先来看看动马吧。如果红方选择动马的话呢，基本上会选择马7进5啊，因为这个时候你如果马7进8的话呢，黑方又把你牵住了啊，这个红方又没什么意思了，是吧？所以红方会马7进5。那么马7进5这步棋呢还是比较厉害的，因为它不仅是踩车啊，它将来有机会呢，它还可以马5进4啊，直奔卧槽。那么这个位置的马呢还是比较凶的，所以黑方可能会交换掉。交换完了之后呢，红方当然是挺起来啊，这个直接中路准备突破了。黑方车4平3，那么红方呢炮7平9。黑方当然要赶紧把这个窝心马跳出来啊，对吧？我们之前那一讲讲到了，窝心马首要原则啊，尽快把它跳出来，是不是？跳出来之后呢，中路暂时空虚，那么红方趁虚而入，把这个中兵挺过去，黑方补个士。那么下到这儿呢，虽然红方的攻势还是有一些啊，但是后续的跟进呢没有那么快。比如说这个时候红方不敢马3进5啊，因为马3进5之后黑方可以打出来的，把红方这个车马一牵呢，红方就尴尬了，是吧？红方如果没有后续子力在中路配合呢，这个攻势也还是不够的，所以黑方还算是比较满意。更何况呢，黑方此时还有车3进6吃象的棋，红方也是有所顾虑的。好，红方马7进5的变化呢，似乎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么就剩下另外的动车了。说到动车呢，相信很多棋友啊，第一感是什么？一定是车8进5，对不对？我们前面2讲刚刚提到了下2路强攻，这个下2路强攻呢，其实依靠的是红方在7路线的一个牵制啊，因为下部车8平6有个闷攻杀，而且吃着车啊，这个战术呢是非常犀利的，在实战中呢也非常的常见。但是本局呢似乎差点意思啊，因为当红方一点之后啊，黑方直接一个车4进3捉马，这个红方呢还是有点尴尬，对吧？红方只能马7进9啊，你如果进8的话，人家还是会牵你的。那么进9呢，黑方就挺你一下，红方一踢啊，黑方车4退2，红方呢马7退8，这个马啊被迫又撤回来呢，效果肯定是欠佳一点。所以车8进5这步棋呢，似乎也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实战红方选择了什么呢？实战呢，红方选择了车8进2。红方综合考虑啊，还是选择了一个棋和车的战术。先解释一下，棋和车也就是对方的巡河一线啊，叫做棋和。这个就是我们本讲的主题，
棋和线控制。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棋和车摆在这儿有什么用，至少呢有3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车8平3可以吃卒，这个呢是最直观的一个作用，对吧？那么第二个呢，既然占住了对方的巡河一线啊，肯定是能够起到封锁的作用。第二个目的，黑方马7进6就不成立了，因为在这个车口，对吧？除了这2个作用呢，其实还有一个隐含的作用，那就是当黑方车4进3捉马的时候，红方可以在8路车的掩护之下走到马7进6，这步棋呢也非常的重要啊。好，有了这3个目的呢，证明红方的棋和车啊价值还是非常大的。我们讲线路的课程啊，从中路开始再到底线，一直到棋和一线。由于棋和一线离对方的老将呢还比较遥远，因此它的主要功能还是在控制。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啊，红方这个棋和车究竟能够发挥多大的控制作用。红方一战之后呢，黑方就想了一个办法啊，他就不抓马了，因为抓马等于帮忙啊。于是他选择了抓炮，这个抓炮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啊。那么红方这个炮肯定是要跑棋平9平到边上来，黑方在此呢选择了一个炮5平3，这个算是局部的好棋。黑方想得很明白，你棋和呢是你的事儿，我呢下我的棋。黑方首先考虑的还是要把窝心马跳出来，对吧？那此时黑方自然也不可能这样生硬的跳了，生硬的跳，红方顺势一杀，这边又是先手，所以黑方肯定不会这样跳出来。于是呢，黑方想了一个办法啊，炮5平3打象。那你应完之后呢，黑方将来可以马5进4跳出来，这个也是窝心马解围的一个常见的方向啊，值得大家注意一下。由于黑方要打象，那么红方呢肯定是要跑，黑方顺势马5进4进行一个交换。红方很老练啊，先把这个卒给干掉啊，干掉之后呢，黑方还是考虑先把这个马吃掉啊。当然了，这里呢不得不提及一下，红方杀兵呢自然是情理之中，但是也忽略了黑方比较有利的一个反击手段啊，这里其实可以先踩掉。红方吃过来之后，黑方到底有什么好的手段呢？其实黑方可以考虑马4进3，这步棋还是非常的厉害。马4进3还是针锋相对的下法，因为跳马之后呢，红方有2种下法。红方第一个呢是吃马啊，吃马之后呢，黑方可以打象，我补士，黑方顺势把这个炮吃掉。那么红方当然要对攻了，马5进4，黑方车1进2。好，这里呢我们就看看，究竟是红方的卧槽马以及中炮厉害，还是黑方的沉底炮厉害？很有意思啊，还是我们之前讲的内容。但是这一局呢，很明显红方杀不过黑棋，因为红方虽然可以打出一个空心炮，但这步棋呢是不成立的，因为黑方有个杀棋啊，一将红方退士，黑方一将红方起来之后呢，直接退1杀掉了啊。所以红方这个炮如果不能打出去，那效果还是差很多啊。黑方随时有杀，这个棋呢是杀不过的。所以黑方马4进3之后啊，红方还是要稳一稳啊，车3平7顶一下。那顶一下，黑方呢正好有一个车4平3，将来呢随时有抽啊。那么红方如果车7平6，黑方呢走一个炮3进1啊，这步棋是为了防止红方马5进4冲进来啊，毕竟红方这个卧槽马也不是开玩笑的。好，那么现在守住之后呢，红方在7路线啊还是有很大的隐患啊，这个问题也不是很好补啊。这样一来呢，黑方似乎更有进攻的主动权。实战呢，黑方并没有这么选择啊，而是选择了一个比较稳健的下法。当然这步棋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比较稳当。红方打出来，黑方飞象啊，红方当然这个象要飞了，黑方呢补个士，这是个先手，这边要飞车了。于是红方走了车3平8。这里呢值得讲一下，跟我们本讲的主题还是息息相关。一般来讲呢，这个时候当对方威胁你的
棋和车的时候呢，棋和车大致有2种选择。第一种呢是往前压，把这个马呢直接就压死。当然这个棋我觉得也还是可行的啊。但是红方为什么在此还是选择了车3平8呢？这里就体现了红方的一个心态啊。车3进1呢相对比较强硬，那这步棋会有什么隐患呢？它的隐患就是黑方会有炮9退2的棋，炮9退2呢下步要打你啊。那这个车呢在对方的卒陵线，由于黑方这个马呢守住这2个兵啊，所以红方不可能实现我们上一讲提到的这个扫兵啊，这个不容易。所以车3进1呢，既不能扫兵啊，又不能把这个马压死，那这样的话呢就比较的无趣了。因此红方选择了车3平8，还是一个控制型的下法。红方车4平8之后，黑方走了车4退1。那下到这儿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双方交换完以后红方是顺利的多了一个3兵。大家也不要小看这个3兵这个3兵还是很大的，尤其是红方这个棋和车在这个位置将来随时可以掩护这个3兵过去所以很有价值。不过红方在此并没有选择兵3进1，为什么呢？因为红方怕黑棋有一个炮3进5打马的棋，因为现在红方还是想赢嘛，毕竟多一个兵，所以不太希望造成剧烈的交换。尤其这个炮升下来打马之后，黑方在红方的兵临线呢就能够实现随心所欲的扫兵了，这个是红方不能接受的。所以红方要先补一个士补士的作用呢就是如果你胆敢来打我，那么我士5进6顶住，对吧？黑方的计划呢就落空了。所以红方补士这步棋还是很有深意的。补士之后呢，黑方简简单单把这个兵先扫掉这个也无可厚非。你现在多个3兵，我现在吃你一个兵，在物质上呢扳平了。当黑方吃掉之后呢，红方也还没有兵3进1而是选择了炮5平7。这个棋呢也值得细细体会一下因为红方发现这个中炮在这个位置呢其实不算是太好的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炮5平7呢避免你炮3进5随时骚扰，又可以呢瞄着你的底象，将来有一些利用的机会。好，炮5平7之后呢，黑方选择了车1平3，这一捉炮，这一捉炮呢，红方又有点尴尬了。这个底象由于是个闷攻那这个炮呢是没有跟的实战红方被迫又选择了士5退4。那么这2步呢，相信很多棋友会有一种感觉红方这个士不是刚刚上去嘛，现在呢又落回来这个等于白走，相当于终局阶段呢白让2先。那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呢？那当然是有问题了，白走了就是白走了这2步效率呢确实是浪费了。不过呢，象棋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儿了虽然红方浪费了2手棋，但是我接下来会告诉大家，这有可能会成为红方制胜的要点所在。这个呢我们就接着往下看吧。黑方选择了炮9平8，红方这个时候开始兵3进1挺起来了。黑方呢炮8进2，这个是为了避免红方继续往前冲局势下到这儿呢，红方这个8路车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走了一个车8进2。黑方一平，红方顺势车8平7这步棋呢是抽车，因为有炮7进5打象黑方车只能躲开，于是这个3兵顺利渡河显然对红方来讲呢，这一段走的确实太舒服了，幸福来得太突然了。这个兵过去原本过去呢他还得往下，现在过去呢顺便还吃了个炮，又是先手这个很舒服。黑方炮8进3，红方再一个兵3进1，黑方马7退6全线退守。红方继续不依不饶走一个炮9平7，这个敲底象又是个杀棋，黑方一飞象呢，红方顺势又把象给宰了。黑方车2进1红方炮7进1黑方打象，这是要拼了红方吃卒，黑方平开跳马黑方车2退1，红方马4进6。那么下到这儿呢，红方车马双炮兵5个子，5子连攻。
黑方呢子力零散，现在还缺个象啊。虽然红方也缺个象吧，但是黑方缺个象呢，肯定问题更大，因为红方的进攻子力很多啊，黑方防起来非常的困难。可以这么讲啊，下到这儿呢，黑方基本败局已定了。黑方子午进一，红方抓了一下炮，躲开。红方这个时候强行马踩中象啊，因为这个时候有卧槽，所以你不能吃炮啊，因为卧槽杀死了。然后呢，你又不能吃这个，因为有一个闷弓，所以马五进六呢，这个象就白踩了，黑方只能士五进六，红方呢又把马退回来，黑方马六进五，红方一顶，黑方补士，平。这里呢，如果吃掉的话呢，黑方可以退炮打马啊，这个子呢会吃回去，炮七平二，把这个炮挡住，黑方车二进二，红方补了个士，捉马。炮二进一，车二进三，炮二进二，这个马呢就捉死了。一顶一吃啊，那最后一段呢，红方完全是碾压啊，黑方毫无机会。看完本局，不知道大家认为本局的制胜点在哪儿呢？我认为呢，本局的制胜点啊，应该是红方这个三兵顺利渡河，形成了巨大的优势，对吧？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啊，红方这个三兵是从哪儿来的？红方这个三兵其实是从我们一开始红方走出车八进二齐合之后，待黑方跳马时候呢，车八平三把这个兵才吃到的，对吧？所以归根结底呢，是因为红方选择了一个齐合车控制的战术啊，吃到了黑方的这个卒，以至于给红方的三兵呢留出了一个通道，最终这个三兵顺利渡河，才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对吧？这才是本局我要讲的啊，这个齐合车控制战术呢，确实在本局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问题来了，我刚才呢留了一个小扣子，什么小扣子呢？就是当红方在这儿啊炮五平七的时候，黑方车一平三逼迫红方士五退四啊，红方在此呢很明显是亏了两先，这个毋庸置疑，而且终局亏两先一般来讲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我又说，红方的这个亏了两先恰恰是本局制胜的关键，这又是为什么啊？明明亏了，为什么又成了制胜的关键呢？其实啊，黑方此时车一平三不是好棋，为什么呢？因为黑方车一平三之后啊，红方落了个士，虽然是亏了啊，但这个时候呢，红方这个士啊对局势的帮助并不大，也就是士无论是支起来还是落下来啊，毕竟红方的阵型呢还是非常的工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黑方的车一平三之后啊，黑方这个车呢位置就有点低了，以至于红方在齐合一线呢站得非常稳，最终掩护了红方三兵渡河，才取得了胜利。那么讲到这儿，相信大家心里会有一个想法，那车一平三不走，看来要解决红方齐合车的问题啊。有了这个思路，答案就呼之欲出了。没错啊，就是车一退二，赶紧把这个车换掉。那红方这个车肯定也不能跑啊，你如果跑的话呢，位置就比较低了，黑方顺势马七进六跳出来，红方还是不太满意，所以红方会交换，交换完之后呢，你冲兵，黑方还是跳马，那这个棋黑方显然还是比较满意的，兵也不少，对吧？马位呢也不错，黑方是比较舒服的。而本局制胜的关键啊，就是红方炮五平七给黑方制造了一个陷阱，当黑方认为车一平三可以抢到一先的时候呢，恰恰忽略了红方齐合车的威力所在。此时此刻，红方在齐合线发挥的控制作用呢，比红方这两步士的价值还要大，好吧？那么本局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棋迷朋友们好，随着上一讲啊，我们把齐合线讲完之后，那么所有横着的线呢，我们就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讲竖着的了。竖着的之前已经讲了中路和内道哈，那我们就得往外延伸一下。今天呢，我们讲三七线。这个三七线啊很有意思。一般来讲呢，在布局阶段，对于三七线
更为重视。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啊，有很多布局它本身就是以3期线来命名的，比如说中炮7兵过河车，对吧？或者呢5期炮进3兵，这里边有很深的含义啊。我们呢因为是中局棋理，所以既然讲3期路线，我们还是更多的站在中局的角度去思考。不过中局的3期线呢和布局的3期线啊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大体还是会围绕马来进行。本局就是一个直观的例子，双方呢下到这儿啊已经下了16个回合，显然是到了中局了。但是双方的这个正马呢依旧没有从容的跳出去，暂时呢都被对方压住了。双方可想而知啊，一定会围绕这个点呢展开争斗，所以本局是一个典型的3期线争夺的一个案例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盘棋，这盘棋呢是2015年南雁荡山杯决战名山全国象棋冠军挑战赛上面，执红的是北京蒋川，执黑的是广东许银川。双方下到这儿呢，红方炮3退1打黑方的车，那么黑方第一感呢肯定是车4退3，对吧？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车4退3呢就会出现问题。这个怎么讲啊？实战黑方是选择了炮3进4打兵，这步棋呢是极有战略高度的一步棋。大家千万别觉得只是打了兵啊，借这个车在这个位置别住了这个窝心马抢一个先手，绝对呢没有这么简单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如果说直接退车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如果直接退车呢，红方首先还是会打过来这个兵呢肯定是要打的。一方面打过来之后可以炮9进3沉底炮，对吧？这个我们之前讲过了。第二个呢是为兵3进1留出一条路，直接威胁黑方的7路马，这是要率先发动攻势了。当然打过来之后呢，黑方是不能平车的这个我们先点一下。平车的话呢，红方顺势马5进3，黑方又得回来，这个就很尴尬了，所以不能平。不能平呢，黑方可能会率先把这个马退回来不然直接一将的话，底线就能有可能将来形成抽杀了。那回来之后呢，红方就会走兵7进1。由于黑方刚才没有趁势把这个7兵干掉以至于现在红方有了一个兵7进1，这个叫引离的手段。踩车那么黑方一吃之后，他是不是就离开了他的内道了离开之后，红方就有了车2平6。这步棋非常的厉害。由于黑方这个窝心马呢暂时跳不出来因为黑方这个3路炮呢顶在这里非常的难受那暂时跳不出来连成一气的话呢，这个思路现在就不好处理了。你可能只能往前跳，那么红方一将直接底势就杀掉了，对吧？所以如果这样下呢，黑方整盘棋呢就感觉气息不畅，黑方不行。所以黑方在这儿呢要先打兵打兵，红方呢肯定是要硬一手，然后再车4退3，这个就不一样了。红方再打呢，黑方就马7退5一退，下步棋马5进3，这个就很舒畅了，对不对？好，下到这儿呢，我们就要先分析一下了。此时红方有一步很明显的棋就是炮9进3将军，对吧？这步棋呢应该说是很明显，无论你黑方是马5退3电还是象5退3似乎红方都是得利的，对吧？象5退3的话呢，你这个阵型不就薄了吗？那马5退3的话，我们之前沉底炮讲过能够牵制住对方一个大子，肯定还是有利的，对吧？那问题来了，红方为什么不将呢？这步棋这么明显，为什么不将？那么这个呢，我们暂且按下不表我们留一个小悬念。那除了这个点呢，红方必须要注意一点，就是红方的窝心马比黑方的窝心马呢问题更大一点。因为黑方窝心马他想跳马上可以跳出来，但是红方的窝心马呢一时半会儿还真跳不出来。比如说你现在马5进3，那么黑方有车4进2捉的棋红方就很麻烦了。所以红方这个窝心马呢可能更需要去解决。因此这个棋是双方各有顾忌的一个盘面，很难说谁优谁劣。我们来看看红方是走了什么。红方此时走了一个炮3进2，炮3进2打炮，那么黑炮当然不能打这边踩着车的那打炮黑方当然只能炮9进4连起来这个肯定不能给你打嘛。红方车2平1一抓黑方炮9平8，
红方在这儿呢选择了车一进4，这里呢又回到我们刚才一个问题，红方呢刚才就没有将，现在还有机会，他为什么还是不将？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先为大家揭晓一下，如果说此时叫将，那么黑方会落象，红方这个时候如果吃兵呢，黑方有一个车4进2，这里大家注意一下啊，对于窝心马的一个打击，黑方的车点在这个位置是非常有利的，这个在实战当中呢非常常见，一压之后不仅牢牢的牵制了你的双马你这个窝心马呢一时半会就跳不动了，更重要的是黑方有炮8平5打中兵的先手，这个中兵一旦一打，这盘棋基本上就结束了，所以红方肯定是要打掉，那么黑方踩进来，红方这个时候呢吃一个中卒啊，不想让黑方这个窝心马跳出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里啊，黑方有一个很强悍的手段，就是炮8进3沉底炮啊。沉底炮呢，它下部有车4平6以及马3进5的手段，红方肯定是要驱赶，黑方不依不饶啊，直接马3进5冲杀了。那这里红方肯定不能跳马，跳马一将一吃啊，这就杀掉了。那么红方肯定是车2退5守住了，守住之后呢，黑方就有一个马5进6，这个马5进6啊很厉害啊，因为当前线处于焦灼的状态呢，后续再跟上一个生力军，这个马5进6跳出来之后啊，有一个马6进7啊，直接就穿进来了，红方非常不利啊。那这个呢，红方不能接受。好，这一路变化呢先讲完，我们再对比一下实战，大家就知道红方为什么不将了啊。就是这儿啊，黑方呢炮9平8，红方吃上去。那么这里黑方如果还是照旧走一个车4进2，那就不一样了。红方打掉，黑方踩掉，红方一吃，黑方炮8进3，红方车5平2，黑方马3进5。这里红方一退，我们就发现不同了。由于啊，黑方这个中象呢还在这儿啊，黑方马5进6跳不了了。更重要的呢是红方这个炮啊，在这个兵临线下部准备干什么？准备炮9平5，对不对？一旦被红方这个炮9平5一立，那黑方就尴尬了，这盘棋就不是说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要输了。所以黑方在这儿呢先抢一个先手啊，车4进1，这步棋还是有利的，下部马5进3嘛。红方呢有个巧手，马7退8，把这个车赶开啊，不赶开的话这个马跳不出来呀。黑方车4退5啊，那这里如果说车4平2的话呢，红方肯定是炮9平5一立啊，那黑方就危险了，一将的话呢，红方可以垫的啊。好，那么车4退5，红方呢顺势再一将先跑开，然后马5进7一跳，顺利的解决了窝心马的问题。那一旦红方的窝心马问题解决了呢，黑方反而就尴尬了，这个马在这个位置你进攻无门呀，是不是？那下到这儿呢，黑方的子力陷得太深，反而红方占优了啊。这个呢就是红方车1进4的一个谋划了啊，算路呢也是非常的深远。红方想得明白，黑方自然也是看得清楚啊，所以这里他就不会走车4进2了，于是走了一个马5进3。这步棋呢非常的简明，马5进3踩炮啊，红方呢先把这个炮交换掉，然后把这个炮一退啊。那这里呢一将黑方补士啊，由于这个炮孤身在这里呢，反而将来有点危险啊，一抓有可能被抓死，所以红方索性就把炮退回来了。另一方面呢，也是防止黑方过卒嘛，对不对？红方退炮之后呢，黑方很简明就把这个兵给飞了，红方赶紧车1退4啊，不然还是怕他车4进2。好，下到这儿呢，大家再看一看啊，应该会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双方交换之后啊，黑方是占尽了便宜。我们一个一个来捋啊。首先第一个呢，红方的3兵啊就这样被黑方白白吃掉了啊。第二个呢，黑方的窝心马啊解决的非常好，是吧？现在这个2个马连环在这里威力是非常的大。那这个车在这个棋合的位置呢，我们上一讲刚刚讲过，这个棋合位置控制力还是非常的强的，尤其是在内道上面，对不对？而反观红棋啊，这一段下来呢，几乎一无所得。前面这个边卒呢是早早就打掉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搭上了自己的一个3兵。这个窝心马呢，直到现在也没有能够解决的迹象啊，这个马还是不好往上跳。那红方这一段肯定是失败了。至于红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滑坡，我们在本局之后呢，给大家揭晓一下。我们接着来往下看吧。黑方既然已经确立了优势，
那就得考虑怎么样进一步的扩大战力。黑方呢很稳健啊，我们徐老师的风格呢，当然还是徐图进取的，先把这个象呢调整了一下。红方受不了了啊，红方这个窝心马一直跳不上去呢，也是很尴尬，于是走了马5退7。这步棋呢，将来有可能啊是准备把士补起来啊，将来有机会呢把车换一换，缓和一下局势。黑方就不依不饶了，车4进1啊，强行吃红方的中兵，这个抢中兵战术又用上了啊。这一吃中兵呢，红方自然不肯把中兵给他啊，把中兵给他，黑方通投了2个大卒啊，残局非常的不利。于是兵5进1跑开，那么黑方呢顺势走了一个炮3平2，这个黑方稍作调整啊，就开始要发动进攻了。如前所言，黑方的主要进攻方向啊，就是红方的这个7路线啊。我们本讲不也说了吗？3、7线的争夺，红方在黑方的这个7路线呢，看来是一无所获。那我们来看看黑方在红方的7路线又能打出什么效果来呢？这个炮一拆啊，马上有个卒3进1啊，连续拱进来，那红方这2个马就会非常的被动了。那初看之下呢，红方好像很麻烦啊。红方怎么办呢？红方走了一个车1平6换车啊，试图缓和。黑方当然不会换啊，压住。红方马7进9，黑方卒3进1渡河。当这个卒一渡过来之后啊，红方的车双马炮啊，位置都憋在了这个局部啊，显得非常的痛苦。所以下到这儿呢，基本上胜负已分。卒3进1过来之后，红方飞象，黑方卒3平2，红方一将，黑方象5退3，红方退象，黑方炮2进2压住，红方补了一手士。那这里呢，如果说退1抓的话呢，黑方有个炮2退1啊，下步棋呢还有车3平1啊，这边还吃着你的9路底炮啊，这个底炮还不好跑啊，所以红方就没有抓，走了一个士4进5。黑方呢卒2进1一冲，红方兵9进1啊，黑方再一冲，红方马7退8。刚才为什么兵9进1啊？就是怕他车3平1吃过来，对吧？黑方呢继续卒2平3，红方车6进2，黑方卒3进1再一冲，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看到啊，黑方的这个3路卒呢，在车炮的掩护之下啊，这个是如入无人之境啊。这个卒拱下来之后呢，在外围绕了一圈，最终拱到了这儿。当黑方这个卒拱到这儿的时候啊，再配合这个炮，大家就看到红方这个棋下的实在是太憋屈了啊。这2个马居然就这样活活的被憋死了。红方呢炮9退4啊，准备兵5进1，黑方马4进6啊。下到这儿呢，红方实在是有点受不了了，爽快的就认输了。我们看到啊，红方的7路线一旦被黑方控制住之后，这个3卒如入无人之境啊，将会对红方形成致命的打击。所以再回到我们本节课的主题啊，3、7路线的攻防呢，某种程度上就是活马的线路。尤其布局到中局过渡的阶段，3、7路线呢，基本上就是马的事儿啊。因为正常来讲呢，双方都会走正马比较多，那么正马呢，基本就是3、7路线的事儿。而攻击3、7路线最常见的啊，就是车炮了，对吧？车呢有过河车啊，车2进6，车2平3压马等等，这个很常见。巡河车当然也有了，巡河车然后把3、7路线打通，这也是3、7路线争夺的常见手法。当然炮也很常见啊，本局双方其实都是从炮开始发动的，对吧？红方呢这个一个炮啊，将来打到这边，黑方这个炮呢最终也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车炮啊对于马的这个压制作用呢，从本局体现的比较淋漓尽致。当然了，最终我们看到真正厉害的似乎还不是车炮啊，车炮似乎也只是起到了一个掩护的作用，最终压垮红方最后一根稻草的其实是这个卒子，对吧？因此呢，我们看到很多实战当中啊，就会出现一方这个3兵啊或者7兵过河之后啊，对对方的这个正马呢形成压制之后，那么这盘棋大概率呢最终都会取胜啊。所以这一块的利益呢还是非常大的，从本局也可见一斑。好，那么3、7路线的概述呢，给大家分析到这儿啊，相信大家也对这2条线的争夺呢有了一个直观的理解。现在呢，我们来揭晓一个谜题啊，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红方在这个地方啊选择了炮3进2，那么为什么不将呢？
这步一将啊，我们结合前几讲的理论啊，沉底炮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更何况呢，此时沉底炮你无论是落象啊，落象的话呢，你的阵型不是薄了吗？那你回马呢，这个大子不是被我牵住了吗？肯定是得力的，对不对？那么炮九进三明显有利可图，那为什么还是不走呢？说到这儿呢，我想起来啊，有一些棋迷啊，他会有一个习惯，就是看到这些大师特大啊下出一个比较低级的失误的时候呢，往往义愤填膺啊，这个大师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失误呢？其实呢，告诉大家啊，这些都是表象。高手之所以犯错啊，他犯错的理由跟一般的业余棋手呢是不一样的。怎么讲呢？比如这步炮九进三明显有利可图，那高手肯定不会不知道啊。但是为什么蒋特大在这里还是不将呢？是因为啊，他想得更远。他考虑的是炮九进三之后黑方会走什么，会给红方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们就得想一想了，到底是什么因素让红方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判断。如果红方炮九进三呢，黑方会选择象五退三。象五退三之后啊，虽然阵型薄了，那个毫无疑问，但是呢，给黑方留了一个手段，就是这个炮九平二啊，可以过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如果此时红方选择车二平四啊，这步棋呢也需要稍微解释一下。既然呢红方在三路线是有攻势的，那么这个车卡在内道，将来有机会呢车四进六点进去，肯定还是很凶的。更何况呢，这个车在这个位置啊，可以掩护红方马五进三跳出来啊，这个很大。所以车二平四这步棋呢是很关键的。但是红方顾虑的就是黑方此时炮九平二啊。炮九平二有什么用啊？它将来可以炮二进五打车啊，把你这个防线呢给破坏一下。另外呢，炮二进四也很厉害。一旦你这个车不在了，黑方车四进二一点，再配合炮二进四，那这盘棋基本上红方就不行了。所以红方为什么不将啊？其实是顾虑黑方这个炮由于落象之后呢，这个炮它能闪过来了，红方感觉压力很大。当然了，这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红方的顾虑呢肯定是有道理的。但是相比于实战呢，红方还是不如这一路变化更为理想。那我们就接着往下看啊，即使被黑方走到炮九平二，这步棋虽然很严厉，红方有没有办法呢？红方其实还是可以一战的啊。红方赶紧把这个窝心马先跳出来，那么黑方肯定是一打啊，这个打呢很厉害，红方要退马啊，你如果飞象的话，黑方一抓，那这盘棋基本上就不行了。红方一退，黑方炮二退一。这里呢还有一个手法就是炮二进一啊，但这步棋未必好。炮二进一虽然有炮三进三的先手，但是红方可以车四平七过来，暂时呢都能够顶住啊。那么黑方如果过卒呢，感觉啊这个双炮陷的有点深啊，后续有点乏力。那么炮二退一比较合理啊，炮二退一。炮二退一呢，红方当然就不会再过来黑方卒三进一，顺势一渡啊，这个味道就不太好了啊。所以红方还是马八进七。那这里呢，黑方有一个选择权，就是不变啊，一打你一回，黑方再一退，红方基本上也要跳。当然了，双方在这儿不变呢，可能也是双方一个理性的选择吧。因为黑方似乎也不敢强变啊，一旦让红方补到士啊，将来还有出将的先手，这个三兵呢也不是吃干饭的啊，黑方压力还是不小啊，所以下到这儿呢，极有可能就这样不变做和了。好，那么到这儿呢，我们就把本局的一个小谜题啊给大家解决了一下啊。红方之所以不将呢，是考虑的更深远啊，是怕黑方炮九平二，但是红方忽略的呢是这两路变化对比下来呢，还不如炮九进三了啊。好的，那么这一局呢我们就讲到这儿了。棋迷朋友们好，这盘棋呢是2001年 BJN 上面啊，执红的是广东寻川，执黑的呢是火车头的于右华，双方以5-7炮对屏风马形成。那么这盘棋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局部啊，就是在红方的二路线上面，这个情况呢是很多实战当中经常遇到的。什么情况呢？红方认为啊，我是牵制了黑方的车炮，但是黑方认为呢，他是封锁了红方的车。这个呢就是牵制和反牵制，封锁和反封锁的争夺。
上一讲啊，我们讲到3七路线都是跟马相关的，而这一讲提到的28路线呢，基本上就是车和炮的争斗。那么本讲的主题呢，我是起了一个名字啊，叫做车路的封锁和反封锁。因为大多数情况啊，一方只要出直车，大体都会在28路线上面。那么出了车之后呢，一般会面临对方的炮。为什么呢？因为啊，双方的这个炮啊，其原始位置就在这条线上所以这种情况才能够成为最常见的棋形。好的，简单的概念呢，先说一下，我们还是要通过具体的实例啊去理解。双方下到这儿呢，形成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局面啊。红方在此选择了车2进2，那么这步棋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当然很直接了，我准备炮5进4啊，抽黑方的车，对吧？那第二个目的呢，这个车抬上去之后啊，就有了炮3平2啊，吃炮的先手，是吧？其实呢，红方还有第三个目的，就是要调整棋形，这个我们一会儿会看到。好，那么红方要抽车了，黑方肯定是要应一手，是吧？补士非常的正常。红方呢选择了炮5平4，这里呢就有了一个疑问了啊。刚才讲到了红方第二个目的其实是炮3平2打炮，对不对？因为现在黑方的8路车呢是没有跟的，那么红方明明可以打，他为什么不打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如果红方选择炮3平2打炮的话呢，黑方可能会走一个车2平4。上一讲呢刚刚讲到了啊，3七路线的攻击还是不容忽视的。黑方这个3路炮呢瞄着红方的底象，由于红方有个窝心马，这里边还是有一些隐患。那么车2平4之后呢很厉害，不管你怎么样啊，黑方大概率都是要往前来了，因为这边是个闷攻，所以红方呢可能会闭着眼睛先打了再说。那么黑方一点，红方对于7路底象肯定要壮士断腕啊，要弃还一子。如果强行保子走马5进3，那就会出大问题啊。那么黑方一打，红方一补，黑方马1进3一扑，那只能走这个了。黑方再一吃啊，这个棋呢红方就很危险了。红方不可能走这个啊，大概率呢会走一个马9退7。那这样一来啊，被动的弃回一子对红方来讲显然也没什么意思，对吧？所以红方并没有炮3平2，而是走了第三个目的啊，就是调形。这步调形呢意味深远。我们上一讲也提到了，这个3七路线的问题呢始终是要解决的。那这个呢就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平炮之后下步象3进5一飞，那么这边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黑方呢确实也没有办法阻止红方飞象啊，于是走了一个车8进3。这步棋呢很有意思啊，我们在这里讨论一个小战术。什么战术呢？红方炮5平4啊，大家也千万不要小看啊，以为它就是一个简单的条形。或许在很多时候呢，它有一个隐藏的妙手。假设现在黑方随手啊走一个卒1进1啊，置之不理，且看红方有什么妙手呢？红方在此啊有一个炮4进7，这个呢是叫做妙打双车。这边呢打车啊，这边呢吃车。那么黑方如果吃掉的话，红方一打，这边一将，黑方一应，红方再打回来。那这样一来呢，一个车换了2个车，胜局已定哈。所以这个炮4进7呢绝对是妙手啊。不过好玩的地方呢在于红方很妙啊，黑方却有更妙的手段。那这里黑方更妙的手段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车8进5强行陷车，一下子呢就能够反夺主动啊，红方只能吃了，黑方再一吃，这个炮呢还得跑，反而显得非常的无趣啊。好，那么这里呢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小战术啊，这个小战术在实战当中呢也是比较实用的，当然在这儿可以巧妙的被黑方化解。好，红方平炮之后，黑方走了车8进3，这步棋呢是生根啊，利用这个9路马生了根，避免红方将来炮3平2打死炮的手段。
那么红方肯定就按部就班了，飞象一打，黑方一退啊，红方马五进三跳出来。红方这个调整棋形之后呢，又顺势把窝心马跳出来啊，应该说还是非常的舒服。不过这步跳马呢，可不是简单的跳马啊，暗含了在28路的这个攻防当中啊，极为重要的手段，就是反封锁手段。黑方的8路车炮呢，当然是非常常见的封锁策略了啊，而红方即将要实行的就是最为常见的反封锁策略。此时黑方如果略有懈怠啊，就会出现大的问题。果然啊，黑方这个时候呢有点随意了，走了一个马一进三。黑方跳马之后呢，准备马3退5踩中兵啊，他以为红方会采取措施，红方置之不理，走出了马3进2啊。这步棋呢非常的有力，在实战当中啊，想必大家也经常能够看到类似的手段。那么这招棋呢，我们似乎也可以用之前学过的拦截来解释啊。黑方的8路炮呢，这一拦就显得比较尴尬了。黑方这个时候呢，走了炮8平6，然后红方顺势再走一个车3平7，这步棋一走啊，就很有意思了。我们发现啊，红方这步棋一走之后呢，居然形成了一口气吃3个子的情况啊。这边有吃炮，这边呢由于车2进2走过了啊，那么有个马2退4，这是白踩的。还有呢，这个炮4平7啊，又打着黑方的这个3路马啊，这一下黑方就很尴尬了啊。黑方没有办法，这个必须得吃掉一子了，踩中兵啊。红方呢一吃，黑方一打，红方一退，黑棋炮6平8。这个红方刚才呢牵制了黑方的车炮啊，并且使用了反封锁的战术，顺利的吃到了一个炮。不过啊，黑方在此时呢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实行了8路的一个牵制，牵制住了红方的这个车马啊。这一下子看上去呢，黑方似乎也能够吃回一子啊，且看红方如何应对。红方这个时候呢，当然还是采取了一个4奔10家的办法啊，炮3平2啊，这样呆呆的保住。这个虽然看上去呢是很危险了，但是强行一保啊，样子虽然奇怪，效果还挺好。这个黑方一时半会儿呢，还真不能吃下来。这个时候如果直接回马一踩的话，红方车西退2一保啊，这个掩护的火力也是很强啊，黑方没有办法吃掉。所以呢，黑方在这里就选择了马9进7啊，准备马7进6上来吃。但是红方心明眼亮啊，走出了一个车7平9顺手牵羊，非常的老练啊，就是等你马7进6一跳呢，我再车9退2一守回来啊，那这个马呢你又吃不着了。那有的棋友可能要问了啊，我现在有2个马呀，我现在能不能先吃掉你啊？那你如果炮打上来的话呢，我再马5退6再踩，那这样是不是有可能吃回一子呢？如果走成这样呢，倒还有可能能吃回去啊。但是问题在于，刚才黑方这一踩的时候呢，红方不会选择炮打，而是选择车2进2一吃。这样一吃的话呢，黑方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啊。所以啊，这个车7平9之后呢，黑方眼见无法得回失子啊，这里呢方寸大乱，于是走出了一个车8平6，试图以这样的手段啊得回一子啊，但这个棋呢显然没有效果。车8平6之后，红方轻轻的选择了一个马2退4打车，那么黑方当然只能吃马，红方炮2进6一打，简简单单的就把问题呢给解决了。至此胜局已定啊，后面呢我们就不往下讲了。小结一下啊，本局红方使用了经典的反封锁战术啊，就是这个马3进2拦截车炮，最终呢巧妙的谋得一子，并最终获得了胜利。那么这里呢有一个疑问啊，黑方刚布完子的时候呢，好像还是可抗衡之势，那么黑方最大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最好的应对方案又是什么呢？我们回头来看一下，就是这里，当红方马5进3的时候，很明显啊，他是准备马3进2实行反封锁了。黑方显然也是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临场呢可能有点大意了啊。那事实上，如果黑方足够重视呢，这个时候
最简明的方式就是炮8退2。先把这个炮啊撤回去。你不是要拦截吗？你也别拦了啊，我先撤。那么在实战当中呢，可能很多棋友啊会有一个概念说，这个子力呢一定要往前冲啊，不能往后退，对吧？战场上的士兵怎么能往后退呢？是不是？但是下棋有时候就是这样啊，进攻呢是为了更好的防守，而防守呢有时候也是为了更好的进攻。任何时候啊，棋手都要很准确的去判断当前的局势啊，不能拘泥于某一个理念，是吧？好，那么黑方退炮之后呢，红方也面临一个选择啊。此时很明显啊，红方是不能走车3平9捉马的啊，这个大家注意一下。你如果捉马的话呢，黑方正好卒1进1啊，欺负一下。那么红方是不能吃的，吃完之后呢，黑方有个炮3平1打死车的啊，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手段。好，红方呢当然不会这样捉啊，但是红方呢也不能走马3进4啊，这个依旧要注意一下。大家别看啊，黑方炮8退2看似软弱啊，实际上呢也暗含了一些手段啊。就是当红方跳马的时候呢，黑方有一个炮轰底象，那你这个时候呢是不能吃的，吃完之后黑方直接一个中间一将啊，这个车呢就抽掉了，是吧？所以炮8退2啊，还真不能小看它。正确的评估之后呢，红方似乎可以考虑走车3平6，这个时候呢把内道守一下啊，静观其变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黑方呢也可以很稳当啊，走一个卒1进1，也来个静观其变，这样双方就会形成对峙的局面。总的来讲呢，黑方也完全是可以接受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由此可见啊，在2-8路线的争夺上面呢，作为封锁一方啊，还是要做到能屈能伸才行啊。有时候呢也不能太过于勉强，对吧？在对方有拦截准备的时候呢，准确的评估局势啊，该退的时候呢，还是要适当的退让一下，退一步海阔天空。棋迷朋友们好，我们这一套谋士篇下呢，主要讲解的是象棋当中各条线路的战术特点。到了这一讲啊，就剩下了一条线，就是边线。这个围棋有句话呢叫金角银边草肚皮，围棋的边呢是很重要的，比中间区域更加重要。但是啊，象棋不同，上面这句话如果放在象棋里面啊，我觉得可能是草角银边金肚皮了。为什么呢？因为两个棋种的目标不同。象棋的目标呢是很明确的，就是杀王，对不对？那既然如此，离目标越近的线路肯定越重要嘛。而到了边线呢，离目标就最远了，自然呢也就最不受重视。譬如本局啊，双方的子力呢大多集结于中间区域，不大会在边线投放什么子力。唯一的子力呢是黑方这个车啊，因为这个车暂时还没有开出来，黑方这个车呢肯定是要想办法开出来的。因此啊，在实战当中，边路的进攻呢常常是正面战场之外用于撕开对方防线的骑兵来用的。不过话说回来啊，兵法有云呢，以正合，以奇胜。有时候正面战场拿不下来，偶尔搞一下骑兵啊，也会获得奇效。我们先来看看这盘棋。这盘棋呢是1960年个人赛上面，执红的是上海胡荣华，执黑的呢是黑龙江的王家良。双方以左马盘河布局。这个布局呢，我们在之前的课程啊，其实也提到过几盘类似的，大家应该有一些印象。红方目前的阵型呢还是非常好的。实战啊，红方选择了炮8平7。这步炮8平7呢，作用很明显，就是为了不让黑方车1平2开出来，是吧？同时呢，瞄住了黑方的3路线，对黑方的右翼呢形成了整体的压制态势。从感觉上呢是一步好棋。那么局势进行到这儿，我们先来进行一下分析。
红方的阵型啊，应该说非常的稳阵啊。这个河头马以及四角炮啊，这边两个车呢都比较不错啊，一个占据了八路线啊，另一个呢占住了内道以及对方的这个竹林线都是好位置。而黑方呢，相对来说两个车的位置啊略微要差一些，但是黑方也有补偿啊，就是在红方的三路线呢形成了一定的优势。但是眼下呢，黑方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子力似乎不太容易开展。比如说这边啊，这边虽然是有优势，但是红方呢阵型非常的稳固，黑方一时半会儿啊，这个卒他也不能往下挺进，而这个车呢暂时也没有什么好位置。更重要的是这个一路车啊，暂时还不知道怎么样出动，三路马呢显然还是被压制。那综合评定之后呢，我们发现黑方的双车双马双炮呢似乎都没有特别好的起走啊，那这个呢就有很大的问题了。我们之前讲过，对峙状态呢可以无视挺边兵，难道黑方此时要通过边兵来解决现在不知道走什么的问题吗？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啊，既然我们本讲的主题是边路突袭，那么黑方是不是要考虑冲个边兵啊，将来这边突出来？并不是如此啊。如果这个时候挺边兵呢，就太缓了，因为黑方没棋走，红方可有好多棋可以下啊。比如说他现在可以马上车八进七捉马，黑方这个三路马马上就会出问题，那你这个马如果往回撤的话，那问题就大了。红方这个车啊，这个可以肆无忌惮的扫兵啊，扫完兵之后呢，配合后续子力进攻啊，黑方将无险可守，形势其实已经非常的危急。所以啊，黑方在此呢必须得想想办法，不能坐以待毙。正当黑方为难之际啊，忽然啊找到了黑暗当中的一丝光亮，黑方决定采取边路突袭策略。这步棋走什么呢？马七进五，踩中象。这步棋啊，到底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深思熟虑后的雷霆一击？总之，黑方是果断的发动了进攻啊。我们来看看红方如何应对。那么这个踩象呢，似乎有点无理。红方有两种吃法，第一种呢是马六退五吃回来啊。我们知道这个马如果这样吃回来呢，对于阵型来讲还是有一些损伤的。所以黑方可以趁势车一平四出来，红方肯定要补士啊，这边吃炮了。黑方呢车四进六一点，红方这个炮只要一退啊，那么黑方卒七进一顺势再一下，这一下子呢，红方的三路线啊就有可能被打穿。那这个棋呢，红方显然是不能接受，所以黑方踩完象之后啊，红方是不会选择马踩回来的，肯定是象三进五。那么这步棋呢就很重要了，黑方果断炮八平九，边路突袭，这就是黑方刚才敢于弃马踩象的主要原因。那么黑方这个炮平到边上去，它的作用呢是很明显的，就是要沉底炮，对吧？大家知道前面我们讲过好几期的沉底炮是非常厉害的手段，所以这个边炮一拉开啊，红方就得想办法了。因为目前红方已经没有办法阻止黑方下底了，那红方怎么办呢？目前呢有两种防守思路。第一种呢是将来啊就准备起将了。那么如果红方想起将的话呢，就得把这个车先拉回来，对吧？不然的话你这个起将将来被他一将什么的，可能就顶不住了。那红方如果把车拉回来呢，黑方可以考虑一将，红方起来，黑方炮七进三打马啊。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打马啊？因为把这个炮引离之后，黑方这个车要参战啊，不然的话仅凭这边的车炮又怎么能够形成气候呢？是吧？那这个一抓马呢，红方就要面临选择了。两种办法啊，第一种呢是马六进四，马六进四之后啊，黑方会选择车四进六啊，一连串的都是先手。红方炮七退一，加强一下后方的防守。但是这个时候黑方有一步好棋，就是车八进九。这步棋啊意图十分的清晰，下一步就准备炮九平六打士了。打士之后呢，有打车以及打马的先手啊。一旦把红方的两个士消灭掉，黑方
还是非常厉害的，毕竟缺士怕双车。那这个下来之后，红方似乎也不太容易能够保住这个士啊。比如说下将肯定就不行了，这边抽车了，是吧？那这个车呢也不敢轻易动，一旦上去之后呢，黑方随时有车吃底士，这个也是很厉害的。所以当黑方车8进9之后呢，红方还是面临极大的威胁。所以马6进4呢似乎不太理想。那另一个呢就是马6进7了。马6进7，黑方当然还是要抓一下。红方抛弃退役，黑方顺势下卒这一连串呢同样还是先手。红方退炮，这个准备将来有机会呢把老帅下来安稳一下。但是黑方可以顺势再一抓，红方再退炮，黑方车8进7，这两个车呢抢红方的中象啊，红方就有些尴尬了。这个棋红方也不太好意思把象飞开啊，飞开之后黑方说不定还有卒7平6等等。总而言之吧，这个棋红方依然会面临巨大的挑战。所以红方起将的这个思路呢，似乎不能完全抵御黑方的进攻啊。于是实战呢，红方并没有选择起将的思路，而是用了第二个思路啊，就是士4进5。那这个士4进5呢，我们也说过了啊，应对沉底炮呢，这个补完士出将也是比较常见的策略。那我们来看看黑方有什么后续手段。黑方呢下底，红方出帅，黑方呢将一下再将一下，红方下来。好，下到这儿呢，似乎啊黑方的攻势暂时被遏制了。因为此时黑方这个卒呢下不来，红方这个7路炮啊守着的。那这个卒下不来，我们能不能用刚才的思路啊，比如说打马，你打掉之后车1平4开出来呢？那这个开出来啊，形势就完全不同了。红方可以从容的踩兵，这个时候由于红帅在外边啊，他不是在上面，上面的话你这个车很快就能将到我，但由于他在外面呢，黑方这个车一时半会儿就参加不了战斗。你至少这个时候抓炮也是不成立的啊！抓炮的话呢，红方可以车4进2抢一个先手，这边闷攻，黑方如果飞象，红方直接就马踩中象，成杀了。黑方呢如果吃炮，红方可以考虑先一将，然后车8进6。车8进6之后这是要杀呀，黑方车3平4，红方顺势再把这个卒一飞，下一步呢炮3平6一将。黑方无险可守啊，这个时候只有一个车炮参加战斗，远远不够。所以啊，黑方在这儿不能考虑炮打马。那黑方怎么办呢？难道说刚才马踩中象边路突袭的策略不对吗？我们知道黑龙江王家良王老先生素以攻杀见长，既然他已经采用了边路突袭的策略，那一定留有后手。这个时候黑方走出了一步惊天妙手，就是车1平4。这部炮口陷车啊，简直神来之笔啊！刚才红方起帅呢，黑方至少还得炮换马才能出车，而此时由于红方出帅了，黑方可以强行出车，红方居然不敢打。红方如果打的话，黑方炮7进3直接形成车双炮绝杀。这步一出，红方顿时败局已定。这个时候红方已经没有办法了，这个马呢肯定要跑，但此时如果踩上去，黑方可能直接就砍炮了啊，这直接砍下来马上就输了。没有办法，红方在此选择马6退4啊，当你砍的时候呢，我吃你的炮。那么黑方很简明，直接就换了马，红方一吃，黑方顺势下卒啊，红方一下子兵败如山倒。红方呢还是保住了这个炮啊，不然让黑卒这样直接就冲下来了。黑方下的比较简明，先走了一个车8退5。这个黑方如果简单的吃炮呢，又流于俗套了，这个不是高手风范，是吧？王老先生还是希望采用更加强硬的攻法。车8退5呢，这是打车啊，逼红方这个车离开，红方只能离开。离开之后呢，黑方再一将，再来一将。有一个炮9平4打士啊，打士以后，红方的防线彻底崩溃，红方只能采取以攻对攻的策略，马4进3，试图制造一些骚扰。
黑方呢又下了一步妙手啊，炮四平6，海底捞月啊，这个棋呢非常的巧妙。红方是不能吃的，吃的话黑方退车一将，接着就杀死了，你只能起来一拱杀掉了。所以红方不能吃，只能够把这个车挪开啊。那这样一挪开呢，红方仅有的一丝反击啊就烟消云散了。黑方简简单单的吃了一个炮啊，红方打过来，黑方这个时候一将，车杀中士啊，又是缺士怕双车，红方已经无力阻拦。红方呢走了一个炮3退2，然后黑方继续催杀，红方车3平4，黑方车5平7，还是催杀。红方进来，黑方一将再出来，顺手牵羊把这个马一吃啊，这就绝杀无解了。黑方最后一段呢入局可谓精彩无双。那么实践证明啊，黑方一开始这个马踩中象，拉扯边炮啊，进行边路突袭的战术，看来还是非常奏效的。由于下棋过程当中啊，双方更容易将子力呢投入在中间区域，所以适当的进行边路突袭呢，有时候容易打到对方的空门，这也是边路突袭时常能够取得奇效的原因。好，那么作为防守方呢，应该时刻注意被对手从边路切进来。那么我们来回头看一下啊，红方在一开始的时候显然形势还是不错的，那到底是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以至于被黑方瞬间秒杀了呢？我们回头来看一下。那这个问题呢，似乎要从一开头说起了。这个棋啊，当红方走出炮8平7的时候，可能没有意识到黑方的边路突袭居然如此厉害。那么红方如果意识到这个问题啊，此时最理想的一招棋就是炮8平6，这步棋就很有意思了。黑方的边路突袭虽然厉害，但是我们回顾本局会发现，它最主要的一个动因啊，其实是想要把这个车开出来。最终黑方能够秒杀对手呢，主要还是依赖这个车的开动。所以红方在此呢，必须要限制黑方这个车出动。那黑方有没有可能还是踩象呢？那我们就得来看一下了。如果还是踩，那么红方飞掉，黑方炮8平9，红方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考虑车4退5了。黑方一将，红方起来，那这样一来的话呢，黑方这个车一时半会儿是开不出来了，那黑方就未必有什么棋了。黑方如果想要强行把这个车开出来，可能要付出更惨重的代价，就是卒棋进1，红方打掉之后，黑方再一打，红方再一打，那么黑方车1平4。但这个时候出车，我们看到形势就完全不同了。第一个，黑方这个卒已经阵亡了。第二个呢，红方在这里集结了2个炮啊，这2个炮对于黑方威胁还是很大的。比如说，红方现在就要马6进4了，马6进4之后，随时有马4进3的手段。那这个棋呢，黑方显然就没有什么威胁了，红方是非常满意的。所以啊，本局这个边路突袭虽然厉害，但也不得不说，黑方付出的代价呢也是惨重的。黑方在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呢，其实最重要的砝码就是能够让这个一路车参战啊。好，这一局呢，进攻方是绕到了红方边兵的后面啊，实施了一个突袭。那么这种战术呢，其实在实战当中啊还是比较常见的，棋迷朋友们呢一定要多加警惕。不过这一招看上去呢，好像没有那么光明正大。棋迷朋友们好，中局棋理48讲啊，讲到这儿呢，算是讲完了一半了。其中谋士篇啊，咱们就要收尾了。在整个谋士篇当中，我们学习了车马炮的几个运用场景，比如缺士怕双车，缺象怕炮。尤其是马啊，我们讲了最厉害的是卧槽马啊，和最糟糕的呢是窝心马。还讲了几个常见的局面，比如说对峙局面、对攻局面。当然了，最核心的部分啊，我们还是重点的分析了象棋当中每条线的价值和作用，比如中线啊、底线，甚至内道啊、边线都有涉及啊。基本上把象棋上面每条线呢都给大家做了陈述。
相信到现在为止啊，大家看待象棋可能已经有了很多新的理解，只是不知道理解的深度如何啊。而这一讲啊，由于是咱们谋士篇的最后一讲了，我也是非常的重视，以至于在制作这一讲内容的时候呢，我是慎之又慎啊，反复的琢磨。在前面23讲完成后的1个月时间，我甚至都一直在思考，怎么样才能对前面23讲的内容做一个概括性的总结，最好啊是能够为大家提炼出一句话来。因为大道至简，通过一句话来解释之前23讲的内容，让大家明白啊为什么我要去讲每条线的价值，明白了这些线的价值到底又有什么用。那么提炼这样一句话呢，其实是非常难的啊，但是我还是尝试了一下。那么这一讲里面我为大家提炼的这句话呢，是把正确的子力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啊。这句话呢，其实是借鉴了管理的一个思维啊。我们象棋的老梁曾经说过啊，学围棋的人呢适合做工程师，那么学象棋的人呢适合做管理者。因为下象棋本质上就是把手头16个子的作用呢充分发挥出来，以达到最终杀王的一个目的。管理者我觉得也是一样的，怎么样让团队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发挥他最大的价值，这是每个管理者都必须要掌握的。想象一下啊，咱们这个象棋的历史呢是楚汉相争，那么红色呢代表刘邦，黑色呢代表项羽。刘邦就很擅长用人，而项羽呢擅长打仗啊，力大无穷。但是如果我们让刘邦在阵前啊跟项羽去单挑，那基本就是白送啊。再比如汉初三杰，萧何、张良、韩信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但是如果说我们让韩信去当宰相，让萧何去带兵打仗，那就完全不对路了。这样的安排呢，对于个人或者国家都是一场灾难。所以棋如人生啊，我们说明白这个道理，再来说说我为什么要讲谋士篇这24讲。大家想象一下啊，卧槽马呢当然是很厉害啊，但是如果这个位置是放了一个炮，或者呢放了一个车，它的威力都是极小的。但是如果把马放在这个位置呢，那就是致命的。又或者我们第一步啊，一般说当头炮，炮二平五，对吧？那这个炮呢摆在这个位置当然是很有作用了，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马放在这个位置啊，大家体会一下，或者说我们把这个车放在这个位置，可能就会觉得非常奇怪了啊，它几乎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对吧？因为这个车放在这里，这个中兵呢还挡着，所以车和马如果说走到这个位置呢，一般来讲啊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不会是主动去形成的。诸如此类的一个例子呢是相当多的啊，不胜枚举。而我想表达的呢，就是每个子力都有能够充分发挥它价值的位置啊，因为每个子力特性不一样，所以它所谓的好位置呢也不一样。讲到这儿啊，我们再来体会把正确的子力放在正确的位置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下棋的思路呢更加清晰一些啊？我们这套课程呢是棋理课，但棋理啊是一个大的概念，用我们平常用到的词来说，其实就是棋形。这个棋形啊才是象棋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回到那个经典的问题吧，很多人问啊，你们大师能算几步啊？用我们徐天红老师说过的，大师啊能够从头算到底啊，也就是说你算个几十步甚至上百步呢都没有问题，但是没有用。为什么呢？正常下棋的时候算10几步呢都是很无聊的事情，因为算不准。能够算个4、5步啊，保证没有错漏就可以了。因为你每算一步，它不单纯是一步，它有可能会衍生出无数的变化，我们必须保证自己不算漏。所以人类棋手啊，最重要的其实不是计算，而是要对棋形有精准的判断。有了这个判断啊，甚至是不需要计算的。相信大家看过很多
大师啊，1分钟包干的棋，大家想一想，1分钟肯定是没有时间计算。但这些棋呢，当然错漏也不少啊，但是高手对棋形的理解相对来讲比较准确，所以哪怕是不假思索呢，质量也不会太差。而谋士篇中的24讲啊，基本都是围绕这些基础棋形来说的。有关基础棋形的概念呢，咱们说的还是有些抽象啊，大家听着可能有点懵。我们呢，先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好，现在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呢，大家一看就明了了啊，这个是极进中兵。我在极进中兵的课程当中呢，其实提到了这一个概念，就是棋形的概念。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啊，红方现在呢这个车马炮在前线，这边的车马炮呢没动。那么从棋理上来讲，这边的子力啊还是要出动的，对吧？但是怎么出动呢，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这就涉及到一个把什么样正确的子力放在哪个正确的位置上的一个问题。那假设红方这个时候呢走个马8进7，正常跳马呢一般来讲啊，你总不能说它是错的，对吧？而且这步跳马呢，它可以暂时防止你车4进6。但是这步棋啊，我当时在极进中兵的课程当中就明确提出来了，如果说下出这招棋呢，大概可以称之为棋理不通，也就是对棋形的概念呢还是比较初级。那么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呢，我们只需要讲一下啊，红方在此正确的变化是什么。红方在此呢，我们是推荐了炮8平4，先把这个炮啊移到这个视角。那这个棋形的搭建，它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啊？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炮8平4呢，它是攻守兼备。第一个呢是下一步棋啊，它有个炮4进7打士，接着呢打双车的一个先手，对吧？第二个呢，随着接下来马8进7的跳出，再车9平8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顺畅的出子啊。我们来接着看几步，继续了解一下炮8平4对于棋形的一个帮助啊。炮8平4之后呢，黑方可能会走车8进7啊，红方呢马8进7，那这个时候呢，黑方如果说还是走炮4进6的话呢，红方随时就有炮4进1打车的手段了。这个呢是4路炮它发挥的一个重要价值啊，所以这个炮我们讲啊，这个炮一般在视角的位置呢都不会太差。那这种结论呢肯定是有理由的啊，它一般来讲呢能够起到攻守兼备的作用。而另外呢是红方马8进7之后，将来象7进5士4进5补起来啊，这个炮呢可以用士来保，而这个炮呢将来飞象之后呢可以保住这个7路马，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三脚架的一个结构啊，是非常漂亮和舒服的。好，我们简单讲了一下这个棋形，再回过头来再去体会一下马8进7啊，大家可能就需要仔细分辨一下两者的区别啊。我相信呢，通过这样的练习会对大家对于棋形的理解啊有更深入的帮助。好，我们讲到这儿啊，算是初步理解了基础棋形的概念。大家呢可千万别觉得啊下象棋好像挺容易的，咱们把这些棋形搞明白了好像就行了。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啊，因为真正的问题呢才刚刚开始，那就是究竟什么叫正确的子力啊？什么叫正确的位置呢？这个问题呢问的就有点绕了啊，需要大家有点耐心往下听了。我们知道啊，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绝对正确的东西，对吧？象棋呢也是一样。我们讲这个卧槽马，你再厉害也不是说每盘棋都能奏效的呀。我们也经常看到，即使我们跳到了卧槽马啊，最后这个马还有可能被捉死啊，甚至输棋的例子呢也是比比皆是。窝心马虽然不好啊，但是窝心马赢棋的例子呢也是不胜枚举。所以压根儿呢就不存在绝对的正确子力和正确的位置，只有相对的正确。那么相对正确究竟是相对于什么来说呢？这个问题呢就很值得大家思考啊。有心的棋友呢可以在此停下来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认为啊是相对于我们的目标而言的。什么叫目标啊？虽然说我们下棋的大目标最终是杀王，对吧？但是杀王这件事儿呢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是要有计划性的，是有无数个小目标慢慢达成的。那么这个计划性呢，通俗来讲啊，就是要慢慢积累优势。很多初学者呢并没有这样的概念啊，好像下棋啊，就是一下子不小心就赢了，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在初学的阶段呢，那个阶段的赢棋啊，通常就是对手不小心送个子，甚至直接送个将啊，这个并不是我们要讨论的。我们要讨论的呢，是在一定水平之后啊，靠的是逐渐去积累优势，然后把优势啊转化成胜势啊，大致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优势呢分两种，一种啊叫物质优势，一种呢是空间优势。我们在课程当中啊也反复跟大家强调过这两类啊。我们每次评估局面的时候呢，都会从这两个维度去分析。那么相对来讲呢，这个物质优势比较简单判断啊，因为物质优势大致就是数子嘛，我比你多个马，那肯定是优势啊，这个事儿可能傻子都能干。但是呢，评估位置的优劣，评估空间优势如何啊，才是最难的。如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例子，这种对棋形的理解啊，就代表了棋手的水平。如果说刚才我们这个听了我们这个课的棋友呢，可能就会在这里啊下意识的想到，我要把这个炮呢移到这个地方，这个棋形才好啊，才有可能建立优势。那么有了这样的理解呢，我认为水平就是提升了啊，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在类似这样的局面下，能够第一时间闪出炮八平四这手棋，而不是马八进七，那我认为呢，棋友们就是进步了啊，就是提升了。所以有时候咱们这个水平的提升也不仅仅只是看成绩啊，也不仅仅说只是看我从业5升到业6，有时候这个道理你明白了，你在处理类似局面的时候比以前更加严谨了，可能就是提升了。只不过呢，这些收获啊一时半会儿没有用上，没有直接体现在你的这个等级提升上面，那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不用着急的。任何进步呢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好，我们说回这个小目标啊，在实战当中不断的通过运子啊等等战术手段呢，获得物质优势和空间优势，就是我们要实现的一个个小目标。那小目标呢也可以理解为阶段性的目标啊，而这些小目标啊跟杀王这个目标不同啊，小目标呢是经常会根据局势的变化而调整的。换句话讲，小目标不同，正确的位置呢也就不同了。偏离目标了，即使是好位置，它也不是好棋。但是只要能够达成目标，把子力布置在哪怕不太好的位置啊，有时候也是可以的。好，那这个相对于目标的所谓正确子力和正确位置呢，提出来啊也有点抽象，我们还是要举例说明。好的，看这一盘棋啊，这盘棋呢，如果看了我们极进中兵课程呢，相信还是有一些印象的。没错啊，这盘棋呢是王家良对杨关林下成的。那么当时这盘棋呢，红棋在此啊是下了一个车4平1，那么这步车4平1我们如何去评估？如果说它正面的一面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啊，这个车在对方的这个卒陵线啊是一个好位置，对吧？所以红方这个车呢不舍得离开这个卒陵线，而且顺手把这个边卒扫掉啊，积累了一点物质优势啊，看上去也是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们讲了，正确的子力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是要根据什么？根据我们的小目标，也就是通常我们讲的这个战略方向来的。就是红方接下来的发展方向到底是什么啊？你得配合这个。那么红方的方向呢，其实是很明确的啊，因为红方这个中兵呢过河之后走了一个兵5平6，那么兵5平6的下法呢，它就不是一个急攻型的下法，急攻型肯定就一直直捣黄龙了，对不对？好，那么它是一个平兵，平兵呢是一个封锁型的下法啊，控制型的下法。换句话讲，我这个兵平在这，你如果出车呢，我可以跳马，对吧？你这个车出不来，我把你这个右翼的子力啊进行一个封锁，这个是红方的一个发展方向。而红方想要实现这个目的呢，大概率啊是要把子力往中间区域靠拢，
才能够让这个兵啊稳定的发挥出封锁作用啊，不然的话它有可能被攻击啊。而在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之下啊，红方这个车呢去到了边上啊，它并不是在中路集结，而是跑到边上去了，这就相当于两军对垒啊。这个红方的主力呢居然主动跑到边上去乘凉了啊，这个呢就是脱离主战场了。好，那么我们来接着看啊，黑方既然认为红方这个车呢你脱离主战场了，黑方怎么办呢？黑方这个时候就反击了，卒七进一反击，红方马三进五，黑方吃掉，红方这个时候飞个象，黑方的卒七平六一靠，红方只得马五进四。那么相当于红方在中路呢虽然集结了一定的子力啊，但是也被黑方的这个卒往里靠，其实把你这个中路的稳定结构呢给打乱了。那打乱了干什么呢？打乱了他就要来攻击你的六路兵了。那你这个兵你得往下冲，然后黑方再走一个炮二进二，所有的攻势呢就围绕这个兵了。那么红方呢炮五平六之后，黑方车四平三啊，红方一吃之后，黑方直接来个环架中炮。那下到这儿呢，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啊，红方的战略意图啊其实是幻灭了。因为红方原本兵五平六呢，他是想着要下一个封锁型的打法，把局势呢牢牢控制住，但现在啊控制不住了，反而变成了一个进攻型的下法，这个兵冲下去来势汹汹，而且呢给对手摆起了这个空心炮啊，双方变成对攻了，这完全不是红方的初衷。所以相当于怎么说呢？相当于红方这个车四平一之后啊，把自己的整个战略部署呢完全就打乱了，自己制定的这个战略方向啊跟车四平一这手棋呢矛盾啊，才是最大的问题。那么这盘棋呢，当然最终红方虽然也是赢了啊，但是听过我们这节课的棋友呢是很清楚的，黑方是有好多一击制胜的良机，只是在实战当中呢出现错漏而已。好，那么我们再拉回来啊，这个地方棋友们要问了啊，那你说车四平一不好，那你所谓的啊符合你红方战略方向的这招棋是什么呢？那就是车四退二。我们再明确一下，红方的目标是要打一个封锁型的一个下法啊，控制住黑方出子啊，进而呢形成一定的空间优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指导思想之下啊，红方应该尽量把中路区域呢保护起来。所以车四退二这手棋啊，它牢牢的站住了内道啊，将对刚才说的这一个目标呢形成极大的助力。我们接着来看啊，首先车四退二当然也是防止了你卒七进一过来啊。刚才的这个例子当中我们也看到，黑卒过来之后呢，一直驱赶你这个马，以至于红方在中路呢形成不了稳定的结构，那就形成不了对黑方的封锁了。那么车四退二之后呢，黑方只能马八进七，然后红方马三进五，黑方呢炮二平一之后啊，红方走了一个炮五平三。我们看到红方的结构啊其实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啊，进一步呢稳固了六路兵的地位。大家看看啊，这个六路兵短时间之内呢黑方是不可能撼动了，而这个兵的存在呢，它牢牢的封锁了黑方右翼的子力啊。这个马呢短时间之内它也跳不出来啊，这个三兵呢它也冲不起来，中兵也冲不起来，所以红方的目的呢初步就达成了。而第二个啊，炮五平三这步棋呢也值得一说。为什么啊？炮五平三这步棋的调整呢是降低了黑方在七路线的一个反击，他这个马呢他就不能轻易动了，所以红方右翼呢进一步的稳固了。那么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红方为什么好端端的把一个中炮啊平到了这个三路？大家想一想，这个炮我们讲一般来讲在中路厉害还是在三路厉害呢？其实不好说，对吧？但是我们知道在急进中兵这个布局当中啊，所谓进攻的发动机啊，通常就是这个中炮，没有这个中炮的话，你就不能称之为急进中兵。而这个时候红方为什么要把这个中炮拆开平到三路呢？这也要说到我们红方的发展方向问题了。因为红方现在兵五平六之后呢，它是要封锁而不是进攻，如果是进攻的话，红方这个中炮万万不能卸开，但是平开之后呢，打的是一个控制型的下法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下法之下呢，红方要尽量保证阵型的稳固
先延缓你的反击，然后虚突进取，这是一个正确的打法。也因此呢，这步炮五平三啊，就是把正确的子力放在正确的位置上面的一个标志性动作。而车思退二这手棋呢，我们也看到啊，在整个战略部署当中体现了相当大的价值啊。这个车放在这个地方，进可攻啊，退可守，它的控制范围呢极大，使得黑方啊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呢都不能撼动红方在中间区域形成的一个稳定结构。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呢，红方还是握有先行之力。好，那么我们花了整节课的时间啊，大致讲了几个概念。最重要的一句话呢，是把正确的子力放在正确的位置上。那么这句话往下，我们又提了基础棋形的概念啊。基础棋形的概念呢，在下一节我们还会涉及。而第三个呢，我们就提到了没有绝对正确的子力和位置啊，只有相对正确的。而相对呢，是相对于我们每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之下的啊，就看咱们这个每一个阶段到底想达成什么样的目的，配合这个目的之下啊，才有所谓的正确的子力放在正确的位置之上这么一个提法。我们也举了2个例子啊，来简单的说明一下这个问题啊。但这个问题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在下一节呢还会继续跟大家探讨啊。当然了，像这样大的命题呢，仅仅是听我们的课啊，其实是很难掌握的。最重要的还是要在实战当中不断的去体会、去领悟啊，然后产生自己的心得，这个呢才是正确的学习方式。好，咱们这节课呢就先到这儿，下节课再见。